偷春联这种事情，只有崔禅做得出来。这些书在大离京城市价多少？奴婢回娘娘的话，最多60文。看来儒家圣贤们的道理越大，就越不值钱呢。算不上富贵人家的日子，不过还挺自在。娘娘对殿下用心良苦，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这话就虚伪了。真正受苦的孩子是隔壁那个孤儿。我家木儿可称不上吃苦。福禄街卢氏送来的那几页，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翻看的古书呢。我记得其中有门有趣的小法术。天地相通，山壁相连，软如杏花，薄如纸面，五指一剑，急速开门，奉3山9侯先生律令。去！有意思，书中记载神通与当今几派术法差异很大。这3山9侯先生究竟是什么身份？可有些人命好，随便怎么折腾都是享福；有些人命贱，生来就是吃苦的。小家伙，日后找我报仇之前，你至少要和云霞山、正阳山、书简湖这3方打交道。等找到我，牛年马月了。记得把锁修好，还有里面那个。天地相通，光阴穿山，神入上旋，念追地气，无念一瞬，急速现象。奉3山9侯先生律令。因为你违背了大姨娘的誓言。我家木儿几句玩笑话，算得了什么？你一个小贱种的誓言，又值得了几个钱？怎么，王将军觉得不对？虽然不知更多的内幕，但动辄杀伐，我确实觉得不对。不愧是归降卢氏王朝的头号猛将王义府啊！8进5人说话就是硬气。王将军是讲道理的人，如今身处一个阵营，别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的。我很不喜欢。不过这人呢，总是会把菩萨心肠当成天经地义。不如将王将军舍了性命尊严也要保护之人送入皇宫，或是教房司如何？娘娘说得对，属下只是断己之权，不敢乱废。属下知错，全凭娘娘谕旨，万死不辞。今天我要2颗人头落地。一颗是上任督造官宋玉章的脑袋，另一颗嘛，
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陈平安。小宝平，你听齐先生说过外面的世界吗？当然说过，咱们浩然天下有9个大洲，我们所在的东宝平洲是其中最小的一个。但即便如此，宝平洲依然藩国无数，王朝如林，奇人异事数不胜数，更别说外面的北俱泸州、南婆娑州、中土神州、皑皑州，还有甲。我刚才仔细看过了，接下来顺着铁夫江一路往南，过了齐墩山，到了一个叫红竹镇的地方，就能走水路了，脚程会快上许多。啊，陈平安，鱼！以后钓鱼抓鱼这些事，你都可以教我。还是我来吧，我本来就是照顾你去山崖书院求学的。齐先生说过，富集游学怕不得苦，就是要背着书箱，一边游历山河，一边砥砺学识，两者缺一不可，不然就是瘸子走路，东倒西歪，走不成正道。那如果以后路过竹林，我给你做一个竹书箱。真的？真的。我想此行山高路远，竹林肯定能遇到，说不定还能看到刘信阳说的那个天一样高的山，最广阔的河，还有……宝平，如果未来我遭遇意外不在你身边了，你也不要害怕。那些山虽然看着远，但只要咬着牙，脑海里想着不管怎么样走到山脚就好，就真的能走到山脚。陈平安，你不能抛下我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一个人肯定会傻眼的。收！我是说，你一定能够走到山崖书院，而且你会读很多书，见很多世面，说不定就能成为天下第一个女先生、女夫子呢。陈平安，你头上的簪子是齐先生送你的？是啊。这是齐先生的先生送给齐先生的，然后齐先生又送给了你。那从今天起，我就喊你小师叔好了。为啥？这样的话，如果哪天你打算丢下我，就会想，我陈平安可是李保平无比敬爱的小师叔，这样就会有一点舍不得啦。哎，能不能不当什么小师叔啊？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不行。那我不给你做小竹箱和草鞋了。啊！世上哪有不给我做小竹箱和草鞋的小师叔啊？爹，那个泥腿子凭什么跟小姐这么亲近啊？陈平安，你家门锁不知被谁给弄坏了，放心，幕后罪魁祸首我一定帮你查清楚。爹，你给陈平安找的剑修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行。阮师，我再买下神秀山周边4座山头赠你，如何？多此一举。你为何执意杀陈平安？不惜花费如此大的代价，以至于让他离开大黎边境再下手也不行。圣人面前无虚言。我家木儿马上就要进入大黎京城，到时候会有一场大计元将，为免节外生枝，扰他心境，我必须尽早斩草除根。阮氏只管开价，只要你肯点头，我甚至可以说服陛下，为阮姑娘将来正道大开方便之门。不但我本人，就连国师崔禅、藩王宋长敬，都可以为阮姑娘正道助一臂之力。以后你不要进入龙泉县地界，
否则，别怪我出手打女人。罢了罢了，大不了就等到了大黎边境再说。爹，我们要躲到什么时候？既然小姐不想我们跟着，就见机行事。怎么，不服气？难道忘了是谁把你教训了一顿？我可是武道2级，要不是当时在小镇，你不许我运转气机，我一只手就能撂翻他。那个少年境界虽然不如你，但底子比你扎实。除非是点到即止的切磋，否则你赢不了他。而且当初人家还不忘拉你一把，换做爹，不给你加一瓦片，就算厚道的了。所以说他傻呀。咱们二公子说过，妇人之仁，活不长久。爹，朕要领一将，保护小姐。宝平，身后。小师说，书上说，这世间有山精鬼魅，妖物作祟，他们性情暴戾，喜欢以人心肝做下酒菜，尤其是读书人，则为最为险难。你平时看的都是什么书？怀林守一，怎么是你啊？我们决定赌一把，和你们一起去山崖书院。别说这些了，那边有个坏人。谁？出来！你就是陈平安吧？故意绕开主路，专挑这等险地。这陈平安人小鬼大，谨慎得很呐。不过是志同把戏。跟好他，等出了大黎边境，去人头复命。没有外伤，皆是被浩然罡气震碎经脉而死。动手的定是名武夫，走的还是霸道至极的路子。想必是娘娘飞书中提及的圣人阮琼。无妨，出了大黎地境，他便有通天的本事，也不敢阻拦了。那伙人碰不得，这两个就当是补偿了。不要打草惊蛇，速战速决。你
你就是陈平安吧？你好，我叫阿良，善良的良。我是一名剑客。剑客？暂时找不到配得上我的剑，所以只好以此代替，用来羞辱天下用刀之人。哎，别这么严肃，自己人。我会送你们到大理边境的野夫关，在那之前，我们结伴而行，有个照应。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路线？因为我猛呀。龙王打哈欠能吸进去一条江，真是好大的口气。朱可叔叔，朱露姐姐，原来你们一直跟着。陈平安，我是李家仆役朱和，这是我女儿朱露。我们此行奉老祖宗之命，护送你们去大隋。小叔叔，对不起，我怕你不喜欢他们，就骗他们去小镇东门了。喂，叫阿良的，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就当你是我砥砺武道的磨刀石了。你认识阮师傅？久闻大名，听说他女儿出了的愈发清新动人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可是风雪庙神仙台魏晋。我叫阿良。能不能借我喝两口？记得还我。都说魏晋为情所困，这只杨剑壶中蕴藏的剑气精纯浩瀚，透着一股哀伤，应该是他，不错。更何况以魏晋的修为，想要从他手上杀人夺宝，那此人的境界岂非登顶？陈平安，你可以放心，他是我从风雪庙请来的帮手，会送你们去到大理野夫关。凭什么小师叔和我要带上你们两个拖油瓶？喂，我们好歹也算生死患难之交。石春家和董水井确定不一起吗？他们都有了好去处，只有我俩不跟你们混，那可就真当乞丐了。那就一起动身。哦，太好啦！走喽，走，快呀，快呀！哎呀，倒霉孩子，下来！你算哪根葱啊？我是你失散多年的爹，亲爹。难道这小王八蛋的爹娘真有一段不可提及的伤痛往事？哈哈，上当了吧？跟我斗！哎呦，谁且小那么多呀？阿良，你要是考虑把驴子放我，我回头让我娘改嫁，咋样？不听，我们念经。小王八蛋，大笨蛋，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。是吗？你有多厉害？剑道至高境界，无剑胜有剑。净吹牛！想当年，我一人独战10大妖王，只见我一招云龙出海，霎时间天地色变；又见我一招长虹贯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杀的那大妖是跪地求饶。再比如这招跳灯看剑，此招一出，那是地动山摇，风云变化呀！哎呀，下午心情不好，
这剑法演练的不尽人意。高人出剑一定要看心情啊！我俩不才，大风大雨才有兴致，出剑能快到水滴不沾身。看啥看？老子脸上有花呀！哎，你们还有没有一点慈悲心、怜悯心了？看，让你们看，多找个趁手之物的。我去山上找，今天高低让你们见识见识上乘剑术。我去找他。我陪你去，这天气容易出事。不用，我以前在山里采药，多遇到这种天气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阮师傅叫他的名字是魏晋。不可否认，这2天他很有意思，但也很有问题。他的身份总要弄清楚才行。朱伯伯在这里照看，我才能放心。多加小心。总算来了，可否等我喝完这碗酒啊？娘娘，那个倪萍巷少年是殿下的心结，他该死。但宋玉章是皇上钦点之子的官员，建造廊桥有功，为何要杀他？小镇廊桥，风生水起4字有多少笔画，就有多少宋氏子孙在此凄惨枉死。既然宋玉章知晓了此事内幕，那他就必须死。可真正让他必死的，另有其事。能不能帮我捎一句话给宋继新啊？如今应该叫宋牧了。说那个叫宋玉章的家伙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想跟他要一副春联儿。真当他是你的私生子了？你这不是找死是什么？宋牧是他私生子的传闻闹得人尽皆知，他宋玉章非但不知收礼，还敢对宋牧流露出父子真情，真是该死！我宋玉章年少时喜读游记，看到东保平州最南端的老龙城，常年有大潮拍岸，天下壮观。那就当这一碗大礼酒是那南海大潮之水。原来读书人也有大好头颅。就是不知道这另一颗人头又能有几斤几两。阿良，陈平安，跟你一路着实辛苦，想向你借样东西。你跟踪的那个废物，纯废物而已。不瞒你说，如果你留在那个武夫身边，或许还能再多活几日。很不巧，是你的小心谨慎，送了你自己的性命。一个7境武夫，一个8境修士，围杀一个5到2境少年，有点意思。阿良，别留手，用全力！
前遇到过一位比你有趣太多的少侠，经常听他念叨一句诗：野夫怒剑不平视，磨损胸中万古刀。如何？是不是觉得这句诗很适合这种天气？杀人之后拿出来读一读。阿良临走前有说什么吗？他说要去见一位少年，那个少年拿走了一件他志在必得的东西。对了，他还给你们留了份礼物。我来找你，是为了你头上的那根簪子。是不是觉得自己要死了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叫阿良，善良的良。我来找你，是为了你头上的那根簪子。这根簪子很普通，只是普通的玉簪。你说了不算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能不能放过他们？退一万步说，那根簪子是寻常的文人事物，也不属于你。退一百步说，那可是齐景春保存了这么多年的东西。我不相信没有暗藏玄机。如果只退一步说，那就更厉害了。他甚至可能是一只温脉心火相连的性命。陈平安，你觉得戴在你头上合适吗？这是齐景春的先生的遗物，也算是齐景春的遗物。你亲手折断簪子，我不杀你。我从不骗人。还真有点像。早就该想到的。按照穷秀才的脾气和齐景春的性子，传下来这么根普通簪子才是正常。拿回去。以后别做傻事，哪有死物比人的性命还重要的？活着，就是这天底下最大的道理。不管怎样，活着就有希望。记住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，都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。阿良，你认识齐先生？阿良，你教我剑术吧。左师兄说不过我，就动手打我。崔大师兄装模作样拦架拉着左师兄，但我瞧得可清楚了，他的手早就悄悄松开。齐景春对这个世界很失望，那是他的事。你陈平安别学他，你还没有见识过这个世界的好与坏。更何况我阿良又不是读书人，你陈平安暂时也不是，所以，知道吗？你拿走了一样我以为是囊中之物的东西，我甚至已经在那个地方刻下了一个字，结果等我屁颠屁颠回来，是这么个惨淡光景。所以，你以后没有本事在那里刻下2、3个字的话，
看我不休你！阿良，你能不能说些我能听得懂的话？可以啊，我叫阿良，善良的良。对对对，我是一名剑客。就这么定了，我会送你们到大理边境，相信到了那个时候，那帮孩子也能轻轻松松远游求学了，暂时不会有乌烟瘴气的事。但在那以后，你就得自求多福了。能不能带他们走到大翠山崖书院，能不能活着回到大理龙泉，全看你自己本事。阿良，谢谢你。我之前觉得你不像个好人，但现在我可以相信你了。不信哪够啊！你小子以后见到我这种绝世高手，要发自肺腑的尊重，知不知道？阿良，你那么厉害，你打得过朱和？哎，陈平安啊，你怎么比齐景春当年还讨人厌啊？哎，阿良，陈平安说你昨天晚上上山拉屎去了，因为这样就可以不擦屁股。是陈平安说的啊？阿良，你人帅脾气好。我有一个姐姐，要不要以后介绍你们认识认识？她叫李柳。名字虽然难听，但人可漂亮了，绝对不骗你。林守业和董水晶两个色片都演唱我姐呢。难怪这臭小子走了这么久，脚底板连个水泡也没长，看来从小就被高人捣破了。哎，李怀，我那老丈人姓沈名谁啊？他爹叫李二，小镇出了名的酒鬼混子。李怀没少因为他爹被人嘲笑。小兔崽子，身在福中不知福呀！有心事啊？要不要喝一口？再试一口。哎，不贪杯才有乐趣。什么好东西？我也要喝。阿良，哎，去，滚一边去！阿良，干你娘！前年年夜饭我就用筷子偷偷蘸酒喝了。再说，我从小就被我爹丢在药酒桶里暴打的。别担心，跟我说这个。小师叔只是太忙了，他会记着的。陈平安躲哪儿偷懒去了？还不回来？我家小姐怎么能受这些委屈？老祖宗赏赐的宝贝，镇妖灵。怎么不响啊？若无妖物靠近，天天乱响，那岂不是遭了大罪了？朱和叔叔，你找我来，是有什么话想说吗？陈平安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因为搬山园的事，你和朱露有些误会，请你不要放在心上。这次护送，不敢说我们本事有多高，对宝平小姐，绝对是一片忠心。我明白的，有你们在，我就放心了。这少年不但体魄坚韧，心性更是稳重有细，难怪能正面硬抗那道半山原。换作是我，恐怕没有这般胆量。舒和叔叔，陈平安，五人生境，没有生死一切的历练，注定是走不远的。若无法一鼓作气往上攀登，就只会消磨意气，再而衰三而竭，彻底断了登顶之路。陈平安，你身子骨打得很不错，
一点不输给那些在药罐子里泡杂的后发子弟。如今逆势泥胚境，马上就能跻身五福的第2境木胎境了。这股好不容易聚起来的气，别轻易散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怎么说？两人皆是一刀毙命，经脉皆碎。风雪庙何时这么天下无敌了？随便跑出来一个莫名其妙的家伙，就能杀人跟杀鸡一样简单。杨花，报上他们的名字，死人也有名字。是，李侯武道第7境宗师，胡英林第8境修士，兼修飞剑和道家符箓。两人20年间从未失手，更是为娘娘出生入死，为我大黎立下汗马功劳。好啊！我记得那齐敦山黑白子彼此厮杀吞噬已持续100年，如今不知道怎么样。仅剩1黑1白两子，吃人无数，是否需要礼部出马围剿清肃？不必，留着有用。是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我想杀一人，还没人能拦得住。小师叔，那边有竹林，好看吧？小宝瓶，马上入夜了，再好看的竹林也不能过去，要小心。怎么又是鱼汤啊？小兔崽子，别挑3拣4的。那，如果以后路过竹林，我给你做一个竹书香。李宝瓶，小师叔已经很好了，要知足。阿良，你其实不是阮师傅找来的那个魏晋吧？那家伙9品奇差，哪有我半分潇洒？我教了他一手上乘剑术，那小子茅塞顿开闭关去了。嗨，葫芦是酬劳，毛驴嘛，我帮着照顾而已。练武之人，不能喝酒的。嗨。阿良，这次远游大隋，其实我很怕自己做不好。哎呀，你做的已经足够好了。这一路上你就没有睡过踏实觉，不仅要守夜，还要磨刀喂驴，更要计算每一个人的脚程，还要提前打探路线。光是生火做饭，这帮小崽子们就众口难调。哼，换成是我，早撂挑子了。唉，可你陈平安也只是个屁大点的孩子呀。不哭，啊，是不是小师叔做的不好看？小师叔只见过1次小书香，等以后见着更好的了，你告诉我。没有比这个更喜欢的了。果真是人心如花墨，既想要而生啊！
楚了。蛇有蛇路，鼠有鼠路，变风食水，吃土下套。我去四周布些陷阱，兴许中午能有不错的收获。祝贺叔叔啊，山路不好走，你们换上这个吧。哎，我随后就到。谁稀罕？我自己能走，真当自个儿领头羊。哈哈，放心。哎，长平，这是你自己做的，莫猴儿怪。主路，我回头多给你做一些草鞋吧。我虽已知武夫武境，但从未离开小镇，欠缺实战。若真要对付古怪东西，怕是悬。为保万一，只能如此了。分历经山神符一张，脚踏魁罡二字，合其一口，可将山神土地皆取一身，气与地连。这张符箓可承受不起月子的重量，我劝你起个别的月子得了，省得请神没成，还惹恼了山神。阿良前辈，这齐墩山真有那土地或是山神盘踞，为何还有这么重的阴煞气息啊？谁跟你说山神土地就一定是好人呢？小师叔呢？小师叔怎么还没回来？阿良前辈，你去找陈平安，我继续完成这道搓壤成山诀，如何？好。那你自己小心啊。奉三山九侯先生律令，吃！完了完了，山神作祟！我们不要自乱阵脚。干你祖宗18代，屁大点本事没有，害人算你最厉害。可怜西岐躲了几百年了，好不容易等到大理朝廷敕封山水正神，媳妇熬成婆，结果你给老子喊出来了你！屁！有本事自己去杀那对畜生啊！啊！你在躲谁啊？这几个玩好吃，去吃他们，就不用惦记我那臭皮囊了。你也配不土地神人？老天爷真是瞎了眼！别能赢！别，住口吧！别过来！我毕竟是土地神器之一，你吃了我，将来那些山水正神一定会给你下绊子的。你吃了儒家小娃，为走将化龙奠定基础。你同样吃了我，顺利篡位成下一任山神。好算计呀！我认栽，小老儿认栽了。九少天，我不想死！
大叔叔！来呀！他为什么回去了？不对，这两条神灵这一开，为何不来月湖？他们好像不为吃人，像是在拖延时间。挣扎了！这孽畜故意不着急吃掉你，无非是在等你完全激发气血，否则哪怕吃了你，仍是消化不掉你的精气神。要晓得，那才是真正的大补之物。束手束脚，窝囊是死，不如放开手脚，痛快一战！孽畜可不只是肉身强悍，他在100余年前吞吃了一位中武境炼气士，如今我们也修成了2门道法。快，把此诀踩平，我就能不受此符束缚，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快呀！再犹豫就来不及了。难道你们要眼睁睁看着自家长辈立剑战死吗？朱露，别去，他们有可能是一伙的。2条孽畜全都不拦你，就是想让你踩掉那个字。你动动脑子！一伙的？阿良前辈呢？他怎么不来救我们？
我不管，我要救我爹，我要救他！你们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他的生死！真是费劲呐！救父心切，理解，榆木脑袋，同情。按照约定，我帮你们对付那个藏头藏尾的斗笠汉子。至于这些家伙，随便你们处置。骗人！你骗人！大黎这次封赏山河神奇，我撑死了就是恢复土地正身。可你爹竟然喊出了那位先生的名讳，实在是震撼人心啊！等于帮我魏博重新钦定了土地之身。若是他当时写出月字，我此时可能根本无需大黎翅膀，就已是齐顿山的正统山神了。那个阿良呢？不拜山头也就罢了，还敢做我的交椅，还从中做个让月降字，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！你找我？前辈，今日误会，是我唐突了。你们仨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啊！尤其是那张狂的笑声，很精彩，我喜欢。都别动！哎呀，快夸我，夸我呀，使劲夸我，我金夸，再肉麻我都接得住。阿良，你是不是又拉稀去了？你要是晚一步，以后就没人陪你一起撒尿了。你大爷！小师叔，不打紧。爹，慢点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爹，您别说话了。多谢阿良前辈出手。到了红烛镇，请你喝新酿的杏花春。哎呀，老朱啊，大恩不言谢嘛，记在心里就好，说出来显得没那么有诚意呀。听见大姐，不要再戏耍小的了，杀了他们！为什么？他们跟我无缘无故，无冤无仇。无缘无故，那两条畜生差点吃了我们，此人更是幕后的罪魁祸首。你明明有这份能耐，为何不做？这两条孽畜怎么就杀不得？哎呀，你这口气倒像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啊！不行不行，我其实喜欢年纪稍微大一些的，我喜欢这样的。你不可理喻！鹿儿，不可无礼，一切交由阿良前辈自行处置。好啊，那我就说了算了啊！老话说得好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可害我受了这么大惊吓，没有一点补偿就不合情理了。我的亲娘嘞，头一回做这么大的乌龟。
阿良，你总算做了件善事，哈！我要是有阿良的本事就好了。你能吃苦？当然，吃不了。那你就多看点书，争取以理服人，以德服人。我娘说过，谁吵架嗓门大，谁就有道理。我家本来就穷，我爹没出息，我姐也扭扭捏捏的，注定要嫁人。我就怕，等我娘老了以后，吵架吵不动了咋办？我要是靠讲道理，我们家岂不是得被人欺负死？所以，阿良，你什么时候再做一件善事啊？这李怀不得嘚瑟死，到头来反而我们宝平的小竹乡最普通了。这片竹林算是他魏部的老底子，积蓄了100年的山地灵气。如果我是他，宁可多舍弃些竹子，换心中畅快。对于我来说，胸中那口气是否纯粹，要远远强过汲取什么山地灵气。哎，之前跟你说的那件事，考虑的如何了？我会试一试。我希望你们能坐镇落火山，帮我看家护院。但进山之后，不可为了保父而杀人。当然，如果是出于自保，另当别论。听得懂吗？除此之外，我还有4座山头，但目前被圣人阮师傅借走了3座。离珠洞天虽然落地，但气数萦绕，你们应该懂得近水楼台的道理。奇墩山比起我家的山头，灵气肯定远远不如。你们在我家地盘上修炼，应该会事半功倍。你们是阿良降服的，他愿意放过你们，我不好说什么。但如果我有阿良的本事，你们敢惹我，敢当着我的面胡乱吃人，今晚的宵夜就是对蛇肉。别插手。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他陈平安是有，你也是有。大仙，这是何意？哎呀，我的宝贝们！你这压箱底的家当，是不是来自竹海洞天？也正是因此惹恼了某位仙人，一气之下摘了你的金身神位。奇墩山土地未剥。在下被前朝神水国末代皇帝敕封为山神，后王朝更迭，大黎宋氏崛起，在下因为某事惹恼了宋氏开国皇帝，又惹恼了仙家朋友，身份一落千丈，终是落得个从土里来回土里去的下场。如今仍算是戴罪之身。哎呀，真惨啊！大仙是如何晓得这根青竹杖的根脚？我曾游历过一趟竹海洞天，与那竹夫人交情不深，一般，很一般。你说，如果换成是我提条件，这对蛇蟒会怎样？二话不说，直接搬家。很好，你保住了半片竹林。大仙息怒，大仙息怒。我听说这对蛇蟒本是神仙棋盘上的黑白子，黑子是屠大龙的关键，所以知道进退，志向深远；而白蟒只是一颗弦子，行事便完全顺从本心。那你还敢让他孤身赴会？你猜他陈平安会不会求我出手啊？那肯定啊。没人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好啊，我们打个赌，我赌他会求，你赌他不会。那要是我输了，你输了，剩下的半片竹林就没了。
我还会把你打回原形。敢问大仙，小人赢面有多少？1/10。100%。陈平安，只管狮子大开口，如果真出了事，我肯定会出手，别怕。大仙，这下我岂不是半点胜算也没了？那可说不准，万一这少年身上还藏了些压箱底的手段呢？好处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同意与否，你们自己选。阿良必然不会出事。我们家乡有一座螃蟹牌坊，其中有一块匾额上写着4个字：莫向外求。自己都做不到，如何要求别人帮你？这一点，阿良肯定比我更清楚。如果我需要阿良出手才能镇住你们，那你们早晚会无视约定，在我家山头随意伤人。所以，你若只是忌惮他，大可不必。你真的不救他，会死人的。让他自己选择。我看得出，你因为折损一翅的事而恨我，但既然你听得懂人话，也希望你能通人性。答应与否，你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。丑话说在前头，若不答应，这下出事了。那也是他自己选的。我给过你机会，进来！不愧是他祖宗。哎，他的内胆你吞了便是，增长200-300年的修为不在话下。不过接下来去落魄山的事，还需要陈平安再问你一次吗？相依100年的伙伴，竟真能同类相识。一山容不得二虎，他们可没有你这般读书10里的运气。你看他的样子，其实早有打算。我也是顺水推舟。这个山精魑魅，皆以食为天，给了他威慑，再给点甜头，换来他帮你去落魄山坐镇气运，很划算。哎，少了一缕这么厉害的保命剑气，就不心疼？不心疼，之前攒在心里的一口气总算出了，现在痛快得很。哦，怎么个痛快法？以前我练武就是为了活命，但现在觉得目标可以再远一点，再高一点。你做了比亏到姥姥家的买卖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害得我输惨喽！你拣选一根好一点的老竹，我要换一把竹刀。就当是你朋友的赠礼了。还有，我那朋友帮你赢下了半座竹林，做人要知恩图报，你意下如何？理当如此，天经地义。哎呦，嘿嘿，坐地分赃喽！哎，规矩只有一条，一人一剑，不许反悔啊！想独吞啊？阿良，分了
宝贝，这盒子送我呗。你算哪根葱？我娘改嫁这事儿你就别想了。但如果你娶了我姐，我就是你姐夫了。那叫小舅子。小师叔，你怎么还不来拿宝贝？你们先拿就是，我最后一个选好了。没关系，小师叔，我帮你选。我给小师叔挑东西。我只要这本书就好，不跟你们抢其他东西。哼，嗟来之食，我才不稀罕。阿良前辈，这真是传说中的英雄胆。这是我给小师叔。哎，你收下吧。以后再寻一只养剑葫芦，与之相辅到一左一右，悬挂腰间，招一匹高头大马，穿一袭红衣，策马走江湖。哎呀，谁不喜欢这样的姑娘呢？小师叔，阿良说这把刀可好了。好就收下，小师叔又不练刀。对嘛，陈平安是一名剑客。说话算数，这匣子归我了。哈哈，你有那么多宝贝放吗？还我！我答应帮你在落魄山建造一座小竹楼，做赏景之用。到时候，我便与黑蛇一同前往。希望我们的这桩善言能够善始善终。好自为之。原来是这样，前尘已矣，心生可期。他如此，我便放心了。福祸相依，不过如此了。真是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呢。我的眼界终年被宝贝竹林所困，看不到人间因果，心境更是浑浑噩噩。现如今甚好。甚好啊！感谢阿良前辈帮我解开心结，破去魔障。你知道那少年当时为何不喊阿良出手吗？甚至不惜浪费了那道极其贵重的保命手段。莫向外求。是啊，我曾是神水国的北岳正神，后来神水国覆灭，我身份一降再降，沦为如今连证明都没有的土地，更与你们黑白二子结为恶邻。纵容你们的恶行。我本求借着大黎重新册封山水正神的机会，恢复土地正身，却从未想过，自古名山待圣人，圣人不来又何妨？我自可潜心成圣。算是那少年送你的乔迁之礼。这蛇胆石是世间最后一条真龙的灵血凝聚而成，天下蛟龙之属，梦寐以求之物。走了，你我便去那落魄山，做那落魄人。阿良说齐敦山的竹子很珍贵，
要不要小师叔再给你重做一个，跟李怀他们的不一样？不要，这可是天底下最好的小书香，而且我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绿衣。这是什么配色呀？幸亏小宝瓶够可爱，不然能让人笑话死。阿良，等落魄山的竹楼建成，你给取个名字吧。就叫阿良寒猛楼。那我换一个含蓄些的，就叫猛字楼。听说那人是陈平安找来的帮手。不管他是谁，既然破坏规矩在先，那我大黎就要跟他讨一个说法。我很好奇，那个叫阿良的刀客有多强？那就拭目以待了。朝廷密令，方圆千里之内的山水正神、土地河婆、城隍阁和文武两庙神祇，形成四方围剿之势。且要出手截杀一位名叫阿良的佩刀男子。若有人畏敌不前或故意隐藏实力，事后一律打碎金身，限制除名。我等生前已为大黎战死过一次，如今得享香火数百年，就算拼了金身碎裂，也要让那狗胆恶僚于此受首。红竹镇城隍拜见吏部郎中大人。此次围杀是各位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。如今我大黎铁骑的南下脚步势不可挡，一旦版图扩张，只会空出更好更高的位置来，所以就有劳诸位了。定当全力以赴。待会儿到了镇上采买完，就去看看有没有糖葫芦吧。小师叔，咱们买2串小糖葫芦就行，小的好吃。本大爷不想走了。你手驴干嘛？快滚下来！老子数到3啊！3，我就不。小兔崽子又屁痒了是吧？驴都没叫，你给我叫什么？爹，山野境内通常无法靠近封建的城镇，对吧？那应该可以松口气了。行了，走。你们呢？关老爷，我们请大人行个方便，通融通融。没有护驾官文就滚吧！还不快滚！妨碍关隘通行，依大黎律，杖20。我家老祖宗没交代过此事，护牒官文我更不懂是什么东西。爹，护牒官文是通过关术时必备的通行证，大黎军法赏罚分明，要么极轻，要么极重。咱们老百姓跟这些兵野起冲突，占不到便宜。哎，等下，干什么呢？护牒官文，挺上道。干你娘的阿良！本大爷要宰了你的驴！慢下他们！等一下，关老爷，我们是从大黎龙泉县来的，请问护牒官文哪里可以补办？是郡县堪舆图，只有1州刺史衙署才有资格存档秘藏。说，你怎么会有？真是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小师叔，怎么办？看来逃不掉了。不是吧？真的啊！且慢，且慢！在下程生，红竹镇枕头驿驿丞，
敢问可是龙泉县诸河先生？不知林守一公子是否也在？我便是龙泉县林守一。招待不周，还请各位贵客包涵。都是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卒，脾气死犟，朱先生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啊，这些是你们各自的书信家书，早已送至我们枕头驿。林公子，这是你的信。第一封就是宝瓶的。啊，宝瓶，还是宝瓶的。我有3封。怎么连陈平安都有啊？还好咱俩同病相怜。哎呀，想我没有啊？狗东西，给我滚出去！晚些时候我带各位到镇上走走。你怎么还有脸回来？哎，怕你少了个爹呀！小师说，那个……如果有不认识的字，我会问你的。好。放开，放开！大哥真是的，对我随手抓的小螃蟹、小槐枝照顾得那么上心，就不知道多关心我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被二哥欺负。哎，周乐姐姐，二哥提到你了，他说亲眼见到了之前跟你提过的大离烽燧传递信号的太平火，像是一条火焰长龙，很壮观。姐姐，公子还说什么？不得无礼，要叫二公子。爹，你怎么这么古板？说的可多了，你慢慢看吧，别弄丢就行。朱露怎么回事啊？满脸春风的，比平时还要漂亮几分呢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大家好。慢点。各位可在此许愿祈福。让我看看，我看看。阿阳，你这次丑绝人寰，还不如陈平安呢。也没比我好多少。喂，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做了一件很出风头的事情，你会刻一个什么字？我会刻自己的姓氏吧。真俗气，比起我刻的那个字差远了。也正常，毕竟像我这样的奇男子，凤毛麟角啊。小师说还可以刻我的名字，比如宝瓶的瓶。如果可以多刻几个，那就刻上心爱姑娘的名字。那你可祈祷他最好只有2个字喽，毕竟我那个字就已经占尽天下之大风流了。陈平安，你居然有喜欢的姑娘了！我是谁啊？我只是说如果。对了，阿良，你到底刻了个什么字啊？我那个字，铁画银钩天下无双，比什么浩然、雷池好上太多。这里是让男人敬仰，女人腿软，天地都震颤的猛。怎么样，老夫刻字时可是一剑劈开12重雷劫云呐！哪个猛啊？当然是我阿良很猛的猛啊！有鲁斯文，真是光屁股拉磨，转着兔崽子懂什么？信不信我随便做出猛事出来吓死你？陆儿，爹的话你可能不爱听，但齐墩山巅一战，你确实做错了。爹，你难道要我眼睁睁的看着你死在那儿？不是陈平安他爹，他当然不担心了。陆儿，陈平安，你们先走吧。阿良，我要骑在你头上。小王八蛋，赶紧的，挑好没？本店书籍概不还价，是赚是赔，全凭眼力。小师叔，我想好了。
东西。李大爷，啊，好像有。断水大牙，9两2钱，买定离手。穷疯了吧？想钱啊！本店书籍概不还价。买来会不会看？嗯。哎，不给自己买一本啊？我字还没认全呢，买书做什么？阿良，那书铺的主人怎么感觉有点古怪？相比这个家伙，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。不过跟你们没关系。阿良，啥意思？书店才出多少钱啊？浮水湾那些画舫才是真的销金窟啊！啊？啥是画舫？就是说，我们读书人不去那些烟花之地。哼，我们保平当真是护校师叔，天下第一啊！走。啊，走，赏景去。浮水湾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，最近恰逢灯会佳节，各位真是赶巧了。他们怎么？小兔崽子，就会窝里横啊！这些女子怎么画的都跟狐妖似的。小子，不懂了吧？这是红竹镇有名的画酒。我们红竹镇是三江汇合之地，这些船女都是前朝神水国的亡国移民。大黎皇帝下过一道圣旨，要他们生生世世、子子孙孙永世不得上岸，做那无根浮萍。老常，你快多给我们讲讲这些妖艳传女的故事吧。哎呦，你这小孩人小鬼大，又不是我一个人想听，阿良也想听，我帮他问的，对不对，阿良？你小子要点脸行吗？哎，说来也是段伤心事。这红竹镇虽有3江，但只有2位江神，而这最后一位江神的故事，便与这些传女的先祖有关。当初大黎与神水国交战，神水国势微被灭，他们的先祖们出逃，却无力渡江，本应被困死在齐墩山下。这齐墩山土地爷曾是昔年神水国的北岳正神，他忠义无双，暗中庇护这些传女的先祖逃亡，却因此惹来大黎皇帝龙颜大怒，便令这些姓氏的后裔亲手将山神金身砸碎，沉入江底。书上说，山神沉江如鱼儿离水上岸，神魂受尽折磨，却不能真正被置于死地。那后来呢？是一位女子冒死跳江，将那些金身一片片捞起拼凑，埋到了齐墩山，这才保住了山神一口仙气。但那名女子也因此魂飞魄散，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人世，随着转世投胎，却忘了前缘。那个坏蛋山神原来是这么好的人，早知道对他好一点了。应该对他好的。阿良，我要回去。别闹，老子的花酒还没喝上呢。切，那我自己回。我送他吧。告辞。有劳了。哎呀，李大爷真难伺候。鹿儿，找了你好半天。本来想买把匕首，路上防身用。爹之前严重了，你别过意不去。没事的，爹，我确实看不起陈平安，但一路走来，我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如他了。哦，二公子说过，命好的人躺着也能享福，命不好的人来这世上就是遭罪。他陈平安命不差，至少不用喊别人小姐、公子。前辈，你说陈平安他平时这么抠门，为何买书时又这么大方？对自己人大方点没什么。再说了，他这买卖也不亏啊。
那本断水大牙是不是很值钱？有些年头了，怎么都该值个几千两银子吧？难道小镇以外的世道，钱才是最不值钱的？市井中的黄金白银任你堆积成山，开销起来不过弹指一挥间的事情。普通人一生的积蓄，这些人却能随手挥霍掉，真是人各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出身是没得选，可活法有得选，毕竟路都是自己选的。爹，没有关系，二公子说了，到了大离京城，有的是法子脱离贱籍。等军功积攒够了，说不定我还能成为高明夫人呢。我家女儿长大了，回头你和陈偏说声对不起，这事儿就过了啊。等到了大离京城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位世家俊彦能娶到我的女儿。这位仙子新面孔，何等娇艳动人啊！儿仙子，选我，选我！守身如玉，正人君子，死了自头上一把刀。仙子，仙子，别走啊！啊，别！阿良前辈，让我来！姑娘，仙子，别走啊！金子喜欢吗？金子都不喜欢，仙子喜欢什么尽管开口啊！金子自然是喜欢的，但你不喜欢。谢官人。哎，不是，那什么，阿良前辈。不过这位小少爷可以独自登船。啊？哎呀，这小子没钱，这是何意啊？我可以不收他银子。阿良前辈，别叫，你要脸。小少爷，不上船吗？失礼了，走吧。哎，白给的都不要，你小子没救喽。阿良前辈，莫非你是专程在等他？那妇人难道就是所谓的麻烦？一时兴起而已。我只是想知道，这张渔网到底有多大。这边，小师叔发现没？喏，买完能不能给我剩点？哎呀，小师叔一直在看那本大礼，要买就买那本。反正这都是我全部家当了，这是我写的私房钱，不够的，你来凑。怎么感觉这么瘆人啊？好像有鬼。那名斗笠男子已经身处杀局之中，东南西北退路均已被堵死，更有大理守门人坐镇。你不用出手，用你豢养的那几尾清明鱼盯住他就行。这么大阵仗啊！我区区一个生意人，更帮不上什么忙了。几条清明鱼而已，换来的可是大好前程。这是你们大人物的风浪，我们这种小鱼儿，能讨个安稳日子就够了。安稳日子过久了，听不懂好赖话了。哼，磨磨唧唧，弯弯绕绕，有你没你都差不多。我丑话说前头，胆敢走漏消息，一律打碎金尘。李姐，事成之后，我虽不敢保证你能成为冲淡江水神，但至少能让陛下记住你的名字。富贵险中求，这笔买卖我做了。要不谁？方才分
错误的奇袭。无妨，收网到了这个地步，就算走漏风声，也无关紧要。宝平，真的有鬼！不知今夜能否见到许大人完整的一剑？好，进来吧。遮掩掩，你们大黎就是如此待客的？墨家游侠许若，久闻阿良前辈大名，晚辈特意来请教一件。好啊，我正好想听你说道说道，这大黎到底是怎样一个大黎？你找我有事？陈平安，之前是我太冲动了，这个。你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陈平安，七墩山上的事情，我想跟你说一声，对不起。陈平安，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真的，我不骗你。我眼神很好，刚才看你第一眼就觉得不对劲，但我没想到你真要杀我。在七墩山我就知道了，无论是心性还是胆识，我都比不过你。为什么杀我？我家公子的那封家书，为何专门提到了与我讲过的烽火传讯？那是给我的暗示。也自然，只有我朱露能看出其中的玄妙。家书洋洋洒洒2000余字，皆是行书，唯有7个字是楷书：杀陈平安，得高明。听不懂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连高明这2个字都没听过啊？你这个有爹生没娘养的贱种，凭什么应对我？凭什么？我爹要我跟你道歉！我真希望那天你能像那个姓刘的杂种一样，被白山云一拳打死。如果不是宝平，你已经死了。陈平安，你站住！你是阴沟里的阿杂老鼠，不配直呼小姐的名字。你一直在引诱我出手杀你，是想让你爹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对不对？罗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不和我说？爹，不要心慈手软，快杀了陈平安！以小姐的脾气，如果知道我对陈平安动手，就算我不死，也会把我废了的。爹，我求你了！趁那个阿良还没回来，杀了陈平安！快给陈平安道歉！今天你要是不出手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快道歉！凭什么？就因为我生来奸奇吗？别说了！我替公子安排错了吗？我生命就离错了吗？我哪里错了？陈平安，你知道我一直都很欣赏你，但是对不起了。没关系，路都是自己选的。阿良前辈，请出剑。
收了吧，别挥霍了一剑鞘的精气神。真是个呆子！你有幸能请我阿良喝酒，就知道多问点关于我风光霁月的往事。哎呀，坏了！前辈尽管放开手脚便是，在下生死自负。我像是在担心你吗？这是剑气！怎么会这样？既然你们做出了选择，那么该我了。剑来！韩良，我想好了，读书没用，烦得很。我齐景春要跟你去闯荡江湖，我要快意恩仇，我要喝最烈的酒，用最快的剑。哎，别摸我的头，会长不高的。韩良，行不行？你给句爽快话。我钱都备好了，10斤2银子呢。哎，去，毛也没长齐，净说些大话。啊，小齐呀！先生，你的耳朵错射的。到底是谁打你打这么狠呢？那个姓左的。他呀，下手这么没轻没重的，是不是他讲道理讲不过你，恼羞成怒了？二师兄他倒愿意认输，可却故意说我读书再多，学问也超不过先生你，这不胡扯吗？先生你学问虽大，年纪也大呀，我年纪还小，总有一天会超越先生的。可他听不进去啊，非说要有本事，民间学问就大过先生，给我气的，趁他不注意飞起来就是一拳。虽然最后没打过他，哎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君子当坐如师，立如棋，礼从仪，史从俗，牢牢记住。小齐啊，你终有一天会长大，变得稳重，只是不知道到那时你的弟子，或是你看好的孩子，还有没有你现在这份坚韧，骨子里还有没有所谓的快意恩仇？爹，今天你要是留他一命，我就死给你看！陈平安，你知道我一直都很欣赏你，但是对不起了。没关系，不好，路都是自己选的。这是剑气。不要！前来！打住！太暴殄天物了！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打打杀杀多不好。你和你爹除了要把那颗英雄胆还有紫气书一并还我，还需要拿出那叠李家的符箓。但是这些只能救一个人，朱卢，你来选。恳请阿良前辈让朱卢离开，我愿以死谢罪，不用遭了前辈的刀。我说过，朱卢必须死。我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！那家孩子没有闯过祸，没有胡作非为过。鹿儿他不懂事，求你原谅他吧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！陈平安，鹿儿只是个孩子。
可以了，有些惩罚比死残酷多了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阿良，有没有酒喝？酒有的是，但我告诉你啊，伤心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，容易变成烂酒鬼。快意的时候喝酒，说不定就能成为酒仙。你好，林守义，之前我们见过面了。我的真实身份是大黎长春宫的太上长老，市井百姓眼中的山上神仙。我相信你，所以我想试试看，能否说服你随我一起去大黎长春宫修行道法。我爹说有高人引我入境，还说如果我不明不白死在外头，他不会帮我收尸，因为一个死人是不值得那些路费的。话是难听了点，可却是大实话。林守义，往前走出一步，你就算走上长生桥了。感谢仙长好意，晚辈在此等候是为了亲口回绝。生在什么门户，姓什么，全由不得我。可该走什么路，我想自己决定。可惜了这块修道美玉了。陈平安，这一路走来，无论是齐墩山还是砍竹林，我试探过你很多次，如今是最后一次了。阿良，你莫非要走了？当初在龙须溪边，如果你的性格不对我胃口，哪怕你是齐景春挑中的人，我也不会跟你唠叨，只会留给你一头驴子，拍拍屁股走人。至于你能不能熬到风雪庙未尽出关，关我屁事。反正早死晚死都是死。虽然不知道阿良你的用意，但我多少也琢磨出来，是不是我跟齐先生认识的缘故，你才会这么伤心？齐景春他死了。其实我猜到了，却始终不愿，也不敢相信。他可是齐先生。他跟你一样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小子。不是我阿良故意刁难你，这修行路上诱惑太多，恰好人心此物又脆如琉璃，经不起推敲。李怀的机缘，林守义的修道天赋，都可以换成钱，成为你陈平安的垫脚石。尤其是李宝平，多好的小姑娘，万一被自己信任的小师叔伤透了心，我阿良的心都快要碎了。既然齐景春选中了你，还不愿过多试探，那就由我替他来做，看看你陈平安值不值得千锤百炼，是不是块真金白银。阿良，你放心，我虽然喜欢钱，但只喜欢我双手挣来的。我是怕齐先生会失望，怕我护不住宝平他们。阿良，你现在觉得我怎么样？要是觉得我不行的话，这门差事就你最合适。哎呀，我阿良随心所欲惯了，不喜欢你的风格。你的那种迂腐，换成齐景春的说法叫正直。但是有些事情，又做得让我很痛快。对我阿良来说，路要自己走，人要自己做。你陈平安也该这样，不一定全部都像我，但是腰杆要够直，拳头要够硬。
最重要的是活得够久。当年我拒绝了一个少年的请求，我跟他说，他读书比练剑更有出息，毕竟这屁大点江湖没什么好的。也就酒还行，但我现在觉得应该对你也说一句，相信我，你练剑比练拳更有出息。小师兄，怎么了？见到鬼了？真的有鬼！大人为何没有地界，甚至连一丝剑气都感受不了？徐大人出不出手是他的事，我刘裕身为兵部5选4郎中，亲手将他的脑袋拧下来。你就不怕他是那传说中的第12？我求他有那本事，老子还怕这张傻子寡蛋！仇人啊！你别看我呀，看连少一，看陈平安，又不是看阿良也行。啊，阿良！放心吧，小王八蛋，这尊阴神修道有成，跟了你们一路，是有人专门派来接替我保护。阿良，你大爷的！哎，这些孩子交给你。最少护送到大黎边境野夫关。前辈，为何愿意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阴物？哎呀，你长得这么不近人情，一看就是面冷心热、侠义心肠。是因为像前辈吗？你说话挺逗啊。哎呀！小鱼小虾一边待着去！李怀，你是不是天天踩狗屎啊？你才踩狗屎！把那本断水大雅打开。全家都踩狗屎！哦？好好研究，别浪费了。你要去哪？等等我！阿良，刚刚那条鱼是什么啊？很厉害吗？哎，有什么能力啊？哎呀，你倒是告诉我怎么用嘛！最后，毛驴谁要啊？阿良，你不会要死了吧？那你可要把你的宝贝灯留给我呀！是在滚你娘的！有多远滚多远。我大黎铁骑奉朝廷之命缉拿叛贼，违令者少射。我这趟来大黎，还有一件事。阿良，就是要跟有钱人唠唠嗑。我想告诉他们，齐景春不在意的事情，有人
人在乎。陈平安，过来，你在祁端山用掉的那缕剑气，我过意不去，教你一门18庭的运气法子，就当补偿了。那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风雪庙魏晋，身份底细更是一概不知，极有可能是11，甚至12境的危险人物。这次一定要闹这么大吗？无妨，我大理有着白玉京做镇国重器，不过是多一件的事。看好了。气若龙脉，取万山之祖领冲。此处为1庭，快过36关，至浮屠穴。此为2庭。击掠6洞9府，至纯阳府。此为3庭。行经百脉，气贯灵台至玉叶宫，此乃第4庭。绕行4至，经过百害之躯，至此神府，此为5庭。气降至胸前，聚于云门府，内外调和行云流水，剑意界险，此为6庭。气至腹中，归于丹田。闻而不燥，冷而不凝，此为7庭。气至腰间，聚集于拳门。此腹中深藏不露的拳眼，积聚剑气深厚而不显，带势而发，此为17庭。切碎剑奏，剑意深长，一剑出鞘，重击归根。至此18庭。记清楚没有啊？记住了，七七八八。等以后熟悉了路线，你可以尝试着慢行气机，慢才是18庭最有意思的地方。我赶时间，你们几个一起上吧。今天便是龙潭虎穴，也要放手一闯了。拼上一身道行，未必没有胜算。有个点眼力，你们长春宫的酒量没白喝。此等强敌，一生难遇，兵不死囊中流域，滚船！血人将稳出灵虎过金龙，压得住吗你？许若，你真是个傻子！见到了这辈子最仰慕的人，肚子里的问题是一个都没来得及问。
你可知道这一架我为何要打？是因为母后要杀陈平安？离珠洞天的龙窑窑火旺盛，一个个本命祠被烧制而出，各方势力与大理买卖山头，划片分地，一代代金晶铜钱流入了大理国库。我大理宋氏经营离珠洞天数百年的收益，皆倾注于此。这白玉晶是我大理最大的杀器，所以这场架必须要打。我大理要告诉整座东宝平州，若有山上神仙敢与大理作对，他就要先掂量掂量后果。哦，这大理皇帝倒也有趣啊，厉害厉害。萧宝平，这算是世间品相极好的养剑壶了，送你了。能不能借你那把侠刀降服一用啊？阿良，如果刀坏了，就不用还给我了，因为我跟你是朋友。这话暖心窝，我喜欢。放心好了。阿良，是不是还要干架？我帮你。帮你摇旗呐喊。哎呀，以前跟你们说我阿良有多强，剑术有多高，你们不信，还嫌我吹牛。你们呀，真是年少无知啊！我阿良这辈子就没吹过牛。护住他们！不是好事啊！如今斗力一除，我的修为很快就会恢复啊。这人间怕是待不住了。阿良，我爹和我娘亲还有我姐都离开我了，有我不骂你就是了，你别走行不行？这一路鸡毛蒜皮的短暂相聚，临了感觉还不错。你们4个一定要记住，每一个强者的自由都要以弱者的自由作为边界。真正的强者，他们的对手是天地间无形的规训，是世俗力量的强大惯性，是人皆有生老病死的铁律，从来不会因为践踏弱者而强大。必然是遇强则强，遇挫愈勇。比如阿良，打完这波大理就要去别的地方，打遍那些个最强者。阿良前辈，我一定会好好修行的。陈平安，小小年纪心思怎么这么重啊？这可不好，你是翩翩少年郎啊！哎，来，给我笑一个。走了。阿良这么强，还是那种不讲道理的强。小子，一定要好好练剑啊！以后要跟我阿良一样猛，更猛的话，那算了吧，难得很。阿良，你放心，你可要说话算话呀！我一定会好好练剑，知道了。阿良，你说的话全都记住了。老头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有他们在，才是有希望的人间。这个人间，好看得很，好看得很呐！为了这样的人间出手，才是我阿良。
白玉京在此，13境之下，皆可杀。他们说这是教化，是引导向善，是大道之行。一群自命不凡的老不死，他们那套陈腐的规矩，像塑造泥偶一样塑造。他们让我诵读那些他们自己都未必明白的经义，要我压抑心中所有的情绪，磨平我全部的棱角，变成一个所谓的人。一个符合他们三教理想的人，凭什么？就因我身为异类，因我血脉里带着不属于这个人间的东西，都是狗屁！什么狗屁教化，狗屁大道，全都是用来粉饰他们想掌控一切的野心。孽障，放！够了！这些因果还轮不到你管。出于私心，若他不逾越规矩，留他有何不可？这世间不该只有以强凌弱这一种道理。他跟那些人不一样，但我也不懂他，因为他，我才选择变成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存在。陆老、栾巨子，准备的如何？目前白玉京的12楼飞剑，皆已关联整个大理气运。若是同时祭出，恐怕20年内都难再驱使。木儿，你随陆先生学习旺气之术有一段时间了，能否探知那人的境界？感知还很模糊。陛下有些心急了，堪舆之学岂能一蹴而就？何况那人刻意隐藏修为，宋穆有所感知，已是出类拔萃。天赋远超同辈翘楚了。我儿子嘛，老夫观其气象，那人11境的可能性居多，12境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陆先生，眼下白玉京尚未建出第13楼，如果对方是第13境修士，该如何应对？13境，你只需知晓，那11境的风雪庙阮氏，在宝平州已是极光片羽，而那13境的仙人，即便是在天下最大的中土神州，亦是凤毛麟角的存在。更何况上5境中最后2境早已失传，故而13境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传说了。一旦跻身此境，就会被天道察觉，被迫飞升，故而得名飞升境。至于飞升何处，肉体魂魄如何，老夫就不曾知晓了。可万一真是13境呢？万一真被你小子乌鸦嘴说中了，也无妨。我大黎不正是靠着将那些万一逐个打破碾碎，才从卢氏王朝的附庸走到了今天？这些道理，宋玉章应该早点教给你的，只不过他不敢罢了。你娘亲看好你弟弟，不过我更看好你，否则你也活不过那年雨夜。原来是你。至于那位齐先生，是我有愧，大黎对不住他。可你是他的弟子，就很好。你这小毛贼，偷我大黎龙气倒是一点也不客气，可别只进不出，否则长春宫的水井就是你的新家。胆子这么小，当初还敢一次次跟齐先生发脾气。奴婢不敢。来了，
面对围剿，不是逃跑，而是杀向京城。宋牧，该你出手了。一气化三清，三清化九霄，九霄生12，飞剑列周天。天火、地火、人火、劫火，四方五帝聚真气。离火断魄，照肝胆；寒水洗剑，敌神魂。前3连袭，坤6断；12重楼，剑气悬。今以心火为引，社稷为凭，号令而等。香火，砥柱，震岳，三海，桃枝，雷霄，紫电，金书，梵音，浩然气，红妆，云纹，起剑。坐镇大离山河气运的12正神，我宋牧奉大离皇帝敕令，命你们结剑。居然连我们都要杀，看来这骨头够硬的。恐怕我们还不够数。东岳奉旨领剑，中岳奉旨领剑，西岳奉旨领剑。北岳奉旨领剑，南岳奉旨领剑。这可是立功的大好机会，绝不能让这贼人闯入京城。大胆狗贼，休敢在我大理御空飞行！来势汹汹啊！我是赵大理皇帝，识趣的就滚吧！有大理12正神在此，休想越过京城半步！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！狗贼，就是走吧，败给我不丢人。我大理东岳正神有不战之理。又是个呆子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了，直接躺下不好？看个门儿，玩什么命啊？不会，东岳正神的金身还有飞剑就被击碎了。这不可能！行百里者半9十。再来，西岳听令。大理如此欢迎我阿良，这剑再不出，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呼，不对，是刀。老师，他到底是什么境界？10境、11境、12境，不可能！他已经是12境巅峰了。失算了，难道真是那13境的神仙？13境，栾举子，13境。可是这大理不可败。
贼休逃，山河炽烈，醉饮山河胆，一斩妖分空。剑气，烈云崖，蒙字贯长虹。来，还有哪个不怕死的？剑锋，为笔墨。万古整孤鸿。狗贼来逃！念啊，怎么不念了？受死吧！都给我听好了，老子的是巨蟒。浩然，剑一出，扫尽不平路。你们大理没几个能打的呀！大理5月都败了，我们根本没有胜算。文巨子，还得多久？陛下，墨儿，起身祭剑吧。13级，居然有13级！原来我就是解决那个万一的代价。而且你知道我别无选择。你可以选择站着死，祭剑吧。墨儿放心，老夫会为你护法。你只需全力祭剑，那狗贼在阵中必死无疑。如果我死能碾碎这个万一，那我宋穆接剑！击剑！这假东西还真厉害。去！公子，你怎么样？愚蠢之极！解决掉了吗？这刀还不错，但保平用还得放一放。大理可要接好了！不好，我白兵去了，快拦下来！都给他让开吧！不可！国师大人，怎么会？大的老的都快滚出来，老子赶时间。石镜武夫，大理宋长靖，愿酣畅一战，虽死无憾，不枉此生。不错。喂，里头的5个，哪个是大理皇帝？还不快出来磕头认错！我数到10，1。我有止境宗师的体魄，神仙刀也不过如此。怎么，这就又收手了？听说你扬言要单手锤杀齐景春，
这剑气竟能直接震碎体内经络！墨家雷甲。阿良前辈，你能否就此收手？你是那个栾什么来着？墨家栾长野。哦，我就奇怪宝平州怎么有人能造出这么一个拙劣的小号白玉镜，原来是你呀！我造此楼时，曾向齐先生讨教过。齐景春人都死了，还能拿他当这白玉镜的护身符？脸皮比我阿良还厚啊！我跟前辈没法比。齐先生说起前辈时，也是前辈此时的表情。别以为你这缓兵之计我看不穿，我若再劈头，齐景春为大黎国运带来的裨益，我会全部收回来。多有得罪。大黎宋正纯见过阿良前辈。你就是大黎皇帝？行了，身为帝王还敢偷摸机身炼器，是实境修为，胆子不小。伸出头来，让我砍一刀。好，我死后只求前辈不要为难大黎。跟我谈条件？还没睡醒吗？陛下，胡兄，阿良，不可以杀他。崔禅，你这个不争气的王八蛋，还有脸来见我？真当我阿良不敢把你一刀砍死？阿良，是你当年亲口说的，我崔禅可以走自己的路。任何人在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会付出代价。但是阿良，齐景春后半生的心血都在大理。你放屁！人都没了，还有脸跟我说这个？我说的是事实。齐景春真的希望大黎能够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，哪怕到最后他只有失望，你也不能否认齐景春选中的人依旧是大黎龙泉县的孩子。你从小就喜欢跟齐景春争这争那，争不过就争不过，有什么好丢人的？玩弄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伎俩。老头子这一生惊天动地的壮举多了去了，哪怕最后自囚于功德林，依旧洁净温和。齐景春也一样，可你崔禅就不行。先生一向器重齐景春。放屁！你崔禅就是太聪明了，心比天高，哪里想得到最后齐景春都能跟那些老王八蛋打得惊天地泣鬼神，你崔禅却沦落到不人不鬼不神不仙的下场，你咎由自取啊！所以不为我也为齐景春，阿良，请你就此收手。不说了，跟你这种钻牛角尖的聪明人讲道理，我不如找李怀那个小王八蛋吵架去。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头子，他说你所追求的学问其实不错，但是做的不对。他最后还说，你的字帖写得真漂亮，早知道是这么个师徒反目的光景，当初就该多跟你讨几张。先生也觉得自己是有错的。老头子嘴上不认错，你们做学生弟子的蹭吃蹭喝那么多年，就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？老头子的通天本事和为难之处，别人不知道，你崔禅还不知道？先生错了，先生的错，先生错了。
大理皇帝，算你运气好。我的长生脚。放心，他缓2、3日便可无恙。魏部，老刘的命是你救下的，我个人欠你和齐敦山一个人情。顺手为之而已。那位捞起你金身的少女转世，我会让长春宫倾力栽培。我会吩咐他们，返回大离京城的时候，先步行走过齐敦山，再与共背归。无以回报，只能再谢你一次了。那么多次轮回转世，早就不是他了。你为此耽搁了那么多年正道金身，如今还不愿意放下吗？既然拿得起，就没有放得下的道理。我不懂。我有一事很好奇，你身为京城守门人，先前为何不完整地出一剑，对付那个刀客阿辽？刀客？他可不是什么刀客，向他问剑我还差得远。我年少时之所以选择剑修这条路，就是因为他。你们宝平州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地方，但你应该听说过，当年3、4之争，有人仗剑硬闯2座儒教学宫，那人之后去往剑气长城，砥砺剑道100年，更是在那场决定人妖2族命运的13之争中，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。你被他捅了一刀还活蹦乱跳，够吹一辈子了。圣人天地，规矩使人，此处人间不可久留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别给脸不要脸！当初你干的破事儿还不够吗？催你娘的催！有本事下来打我呀！来啊！哎，这把刀帮我还给那个叫李宝平的小姑娘，她是我朋友，记得客气点儿。没问题。将来小宝平策马饮酒，退刀别葫芦。你们人间有眼福喽！再敢对那群孩子动手，我阿良就算是破开天幕重回人间，也要让你们大理王国记住了。来，天上的告诉我，是佛法远还是道法高呀？到底是谁的本事大，拳头更硬？居然是13级巅峰，14境。那就容我阿良和你们打过再说。你总喜欢跟蝼蚁讲道理，这家伙就跟你不一样。可我为什么觉得还是你更好一些？他可是阿良，天底下最潇洒的剑客。长街绚烂褪色灯笼，照见指尖檐下暗涌。马蹄卷起无言回首处，残碑刻满了青松。这次鲜花赠我绣，纵马踏碎琉璃球。老头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有他们在，才是有希望的人间。这个人间好看得很，好看得很呐！为了这样的人间出手，才是我阿良。天地同游。时而重楼，袖间飘落水落长街绚烂褪色灯笼，照见指尖檐下。老大进去！
这是我阿良送剑气长城的大礼，务必收下。镇月，紫电，金书，红珠，银丸，浩然气。诸位起见。奉狗日的阿良，天地同游。都给我等着！豪杰拙贼，剑修杀妖，随我一起战他！陛下，好一手无上秘术，朕的长生桥已经断了。长靖，从这一刻起，我赋予你监国之权。若有人借机兴风作浪，一经发现，杀无赦。那么娘娘她，我亲手处置。如今的白玉镜，想要斩杀上武境的修士，则是痴人说梦。说不定阿良出现的这么巧合，都是有人暗中传递了消息。诸子百家中，肯定有人不希望大黎顺风顺水，吞并整座宝平州。好一个千年未有的大争之势，乱世割据。剑呢？我的剑呢？不是还剩下6把飞剑吗？为什么一点也感知不到了？6把飞剑已经被那个阿良全部抢走了。飞剑没了就没了，天塌不下来。没了就没了，你怎么能说得这么轻巧？这12把飞剑，对大理身后南下有着不言而喻的。对于一国君主而言，不要怕天大的麻烦，只要能够解决，就意味着你的王朝会变得更强。如果无法解决，就说明你治理江山的本事还不够。眼下这道大坎儿，我和大黎都没能跨过去，很遗憾，但是我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愈发证明，我一手订立的大黎国策是对的。山上之人，无论善恶，都需要被关进一座笼子。他们做神仙求长生，大黎绝不干涉。但一座王朝必须有其底线，至少要让那些山上的神仙在某种规矩之内行事。我要让我大黎有底气和本事，为神仙眼中的蝼蚁般的百姓讨回该有的公道。虽然现在能讨回来的公道很小，就这么大一点儿，可是比起那些给山上神仙们为奴为婢的王朝国家，已经是天壤之别了。但我希望以后可以更大，我大黎可以站着死，绝不跪着活。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，怎么能马蹄南下，一统保平州？你记住，人自欺则天欺之，人自强则天与之。所以说，我们大黎选择的这条路任重道远，你不要气馁。在10年或15年之后，你依旧可以亲近你的叔叔宋长锦，但绝对不要心生依赖。你只有比他强，他才会认可你。还有，你在意的那个陈平安比谁都能记仇，他只是从小吃了太多的苦，学会了隐忍。这种人成为了敌人，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。趁着那人刚刚飞升，暂时肯定不会返回人间。要不我们一鼓作气，斩草除根，除掉这个心头大患。不行，我
1年以后回来，大理真就亡国了。我此生真正的志向是与整个天下的山上神仙讲一讲山下的规矩。如今看来，毕生的心血付诸东流，无声无息。爹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以后3餐要准时吃。崔国师，这场无妄之灾，我该怎么办？等死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运气好的话，等个半死。那你崔禅能好到哪儿去？你一开始就认识那个什么阿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为了讨好他，故意打开京城大门，任由他一路杀到那座白玉京之前。你这是死罪，死一次都不够的死罪。如果我不撤去京城大阵，白玉京之前肯定要死人。我是一个跌倒过很多次的可怜人，吃得住头。但娘娘你不一样，如今宋牧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所以估计你巴不得那小子早死早超生啊。国师怎么睁眼说瞎话呢？那把原本用来坐镇白玉京13楼的飞剑符箓，被赠予了你的心腹大将，有望跻身上境杨花。但陛下又下谕旨敕令，让他走上了江水神明的长生断桥不归路。怀璧其罪。等于断了娘娘你的左膀右臂。你是说，陛下在敲打提醒我？娘娘果然秀外慧中，不妨想一想咱们大理5岳正神的下场。大理此前欲将披云山破格升为北岳，一夜之间山河洗牌的局势变得暗流涌动。不过很凑巧，大理出现了一个胆敢斩杀2名宗师死士的外乡人，所以陛下意外地收回了成命，以此稳定5位正神的军心，让他们与大理荣辱与共。虽然终局尽输，但陛下终究达成了一些东西。君主任用臣子，有些时候不妨用一用那些犯过错、吃过打的人。甚至可以重用，因为吃过痛、长过记性，就会格外听话。那崔国师觉得，陛下为何敲打我？你费尽心机让宋吉新成为白玉京的主人，获得12品飞剑的认可，看似是娘娘对儿子的补偿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一座王朝始终需要2件东西：垫脚石和栋梁柱。宋玉章虽然是前者，也确实该死，但娘娘私藏他的头颅，却是越过了陛下的底线。至于你为何要将长子宋牧作为弟弟宋和的垫脚石，我不感兴趣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想与我崔禅结盟，就不要做蠢事。崔禅，崔国师，下不为例。当年与你说过的事不过3，你要珍惜。至于你，宋正纯说了，让你去长春宫结毛修行，跻身上5境方可回京。在此期间，你掌管的竹叶亭将转交给崔国师。谢陛下隆恩。宋和要留在养心房继续读书。你若是觉得山上孤寂，就带着宋牧去长春宫修行，一切由你自己决定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诛心之痛万万年。崔禅，你这个人真可怕。可怕吗？
如今的我，连我自己都已经看不清了。今天在学塾读书多不多呀？少说点风凉话。看来你们先生切断了你与崔禅之间的神魂联系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我的神魂被困在这具躯体中也就算了，还必须天天认错念书，我就不该来这破地方，还动天伏地的。他娘的，这地方根本就是我崔禅的倒霉地。不错，总算是有了点少年模样。不错个屁呀！天天罚我读那几本破烂书，还要我给那个姓陈的当学生。哎，我跟他陈平安能学什么呀？烧菜烧炭呢？不是老头子，你咋想的呀？你要是敢出现，我这次保证骂你是狗血淋头。少年侠气，英雄胆色。那我可没指名道姓，这还能听到？那可说不定。毕竟你曾经是他的首徒，感情深呐。哼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哎，有人又要读书喽。是不是你故意泄密，将我的话传给了老头子？没你这么欺负人的！我就不读，我怎么都不会读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不流行。下则为荷叶，上则为日星。一定要这么记仇吗？当然。抱拳买醉。这大风大浪的有啥看的？真是没见过世面的穷酸秀才。让我逗逗你。哎，老爷子，那你觉得咱们大黎的风光咋样啊？很好，很好，人杰地灵。那咱们大黎国师的骑术是不是很高啊？很高，很高。那大黎是不是北方最强的？最强，最强。看来老爷子是个大人物啊！哎，要不要去尝尝那画舫花酒啊？贵不贵啊？哎呦，可以说是花钱如流水的销金窟。哦，等我上岸，我找我新收的弟子借去，他可有钱啊！老爷子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你这人脾气太好了点儿，哪有你这么好说话的？哎，真想喝酒，我带你去喝自酿土生，便宜又地道。对了，你可曾听说过山崖书院的齐先生？啊，不曾听说。大黎是有点不一样啊。我曾经途经一座只有2个边族的边境小烽燧，结果有仙人落下讨要吃食。要是换成别的国家，那还不得跪下磕头，双手奉上啊？可他俩是挺直腰杆跟仙人说话的。嘿，感情老爷子你还看见过神仙呢？哎，那些个外乡游客都说我们冲淡江下边有水鬼河婆什么的，可我乘船30年了，一次也没见着过古怪玩意儿。口言善，身行恶，活妖女。口不能言，身能行之，活气也。希望你能够坚守本心，向善而行。哇，这边更好看！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你就不想知道，为什么阿良收我走的不是你那条武夫之路，而是追求大道的炼气士之路？想知道，但没好意思问。你也不好奇阿良那只银色小葫芦的厉害？连他都说世间少有，应该很珍贵了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当初错过了多大的机缘？我体魄最差，如今已经能跟上你的脚步了，就是因为那葫芦里的酒。你没看出来？何时行路，何时休息，我心里都有数。我们的路还长，不光是你，
我希望大家以后都不要那么吃苦。哦，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，阿良就这么走了，朱鲁、朱和也走了，忽然之间冷清无声。如果朱鲁还是这样的性子，总有一天他爹真会被他害死。为什么明明有这么好的爹，却不知道珍惜？你以为世上每个爹娘都很好吗？别人不管，我的爹娘就很好。不过天底下的父母不是简简单单一句天下父母心可以一概而论的。陈平安，你可不敢分心啊，下刀慢一点。我尽力，以后你也能像阿良那样飞来飞去，不牢固一点，怕是飞不了几天。找死！敢欺负我家少爷！我家小白根本就没有碰他。陈平安，先别哭，具体怎么回事？你们家贱畜伤到我儿子了，怎么回事？刘怀，是我没管好小白，对不起啊。但是他主动惹小白的，还刺伤了小白的蹄子。小白根本就没有伤害他，没伤到就没事了。等真伤到那还了得？你们所有人在一起都不够赔的。让你父母出来说话。所有事情，我可以做主。屁大点孩子，好大的口气！我家小白乖得很，不许你们乱泼脏水。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好说一遍。小贱种，我儿子也是你能好吃的。你去打死那条畜生，丢入江中。至于这丫头，伶牙俐齿的，留她一命，给我家月儿当贴身丫鬟。小白不能死，不能死！你们打我骂我都没有关系，我跟他们认错。认个屁的错！你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错了。沙驴，滚开！老子可是3境大宗师，别说我欺负孩子，好怪就怪你自己找死！匪人如此，丧心病狂啊！马敬素，你快点亮出你官家身份呐！给我弄死这个贱种！你放肆！本官是这条绣花江尽头的宛平县令，我要治你的重罪，让你吃牢饭！只要是个人，到了懂事的岁数，就要讲道理。少年，先生，老夫劝你一句，适可而止。老先生，我只是要一个道歉。休想！到了宛平县辖境，本官要让你这个匪徒见识一下我们大黎的律法。你好像觉得自己的拳头比我的灵虚剑更能讲道理呀？那咱们的道理不太一样。灵虚剑，出！救命！救命！我不会游泳。王先生，你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，道理都学到狗身上去了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是本官错了，少侠饶命啊！对不起，陈平安。你该说的对不起早就说了。我们今后去大隋的路上，还是像今天这样，不惹麻烦。但麻烦找上门了，绝对别怕麻烦。做不做得到，刘汉？我可以的。陈平安，你打架好生猛啊！要不然以后我也叫你小师叔吧。以后再说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以后真遇上了拼命也打不过的对手，那就赶紧认错认怂，不丢人。活着比什么都要紧。小师叔这件事不行的。我觉得可以行。我反正听未来小师叔的。小师叔，簪子。
你头上的簪子不见了，上船之前明明还在的。簪子就这么没了，不找找？估计是有人拿走了，没关系，上面那8个字才是真正的道理，我已经记在心里了。等我以后给自己做一只，刻上一样的字。善。能否殊途同归？走走再看。小师叔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我就是想到了一件事情。小师叔，你说出来听听。我刚才就是想，要不要也跟你们一起学一学书上的学问？我怕以后跟人讲道理，事后万一发现自己是错的，该怎么办？你和阿良打架都那么厉害，还讲啥子道理呢？我也觉得不用事事讲理，人各有路，我们坚守本心即可。小师叔，你别急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大，我必须要认真对待，仔细思考。其实我是有私心的，每当我与人对敌的时候，只要觉得自己的道理是对的，那么我心底就像有人不断在告诉我，你这次出拳会很快，而且我下一次出拳一定可以更快。不管是谁站在我面前，我陈平安都可以出这拳。我怎么觉得有点像齐先生讲述圣贤大道的时候？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找了个没骨气的男人，自己婆娘被人打了也放不出个屁来。人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干脆我给你李二当爹算了。不愧是我李二的崽儿，爹要连夜出山一趟，跟你娘亲说一声，我很快就回家。我也只记得那一天，什么都怕的窝囊废老爹，很像桃叶乡那边的富贵老爷。哎，陈平安，我们以后回到小镇，请你去我家做客。你爹娘和你姐姐不都已经离开小镇了吗？哎，别哭别哭，你爹不是答应过你，只要真正成了读书人，他就会来探望你的。可是我一读书就喜欢偷懒犯困，我怕我当不了读书人，爹娘就再也不要我了。别胡说，你爹娘如果不心疼你，还会送你去学书念书吗？可是我家穷，买不起牛。你现在还穷？那本断水大牙也值10两银子呢。我还有头驴呢。小师叔，你的问题道理的对错，我想明白一点点了，要不要听听看？我要讲仁义道德、乡俗规矩、王朝律法，分别对应君子贤人、市井百姓、违禁坏人。君子贤人，读书越多，道理越大。但是道德一物过于高虚，终究只能律己。一般百姓只需遵守乡俗规矩即可，而王朝律法则是用来约束坏人的一条准绳，而且是最低的那根绳子。那是法家，法必从如来。天下人间各有各的规矩，相安无事，世道清明，天下太平。君王垂拱而治，从而圣人死，大道止。这又是道家。一法通万法通，天底下最根本的道理必然是一致的。阿良也说过，世间道理不精深而气薄杂，需要自己找到那个因。为何会吹灭我的灯呢？难道又有读书人闯入我的山里了？
那女鬼为什么专挑读书人下手？书上说，她曾身披嫁衣，却被心爱之人抛弃。不过这种山水志多是杜撰，不必当真。哼，女鬼有什么办法？你看他有种出来试试，都不用阿良出手，陈平安一拳就能把他打趴下。陈平安，我想尿尿。你就近解决，我在旁边守着。万一真遇上鬼怎么办？怕什么？阴神前辈不就是鬼吗？对啊。小白，胆子大点。哇，你快出事了！有鬼！有鬼呀！那凶手，那领导手，还有那边的。陈平安，我怕。大家都站在我身后，小心！诸位莫要近身，这小儿们污秽缠身，邪乎的很。道长，救救我哥！救救我哥！人来可处置，鬼来可坐山，千邪怒不出，万邪怒不开。退！哥，神仙显灵，多谢道长相助。贫道名叫贾胜，道号玄谷子。这枚辟邪符是贫道以符权绘制，可驱邪避灾，保你们周全，只需70文。我买，我和哥哥一人一张。那我。太好了！这演的也太差了吧！小镇酒楼外面都比这强。看破不说破。哎呀，我看诸位远游至此，已有血光之灾呀！老道，你不是瞎子吗？怎么看到他？贫道看人不看皮囊，只是心观气象。萍水相逢也是缘，我这儿还有些剩余的辟邪符，可帮诸位驱邪避灾。便宜些，每人50文，怎么样？感谢道长，但符纸就不买了，我们会小心的。哎，此山大有古怪，诸位还是要有备无患呐。我们儒家圣人有教诲，萍水相逢，不与怪力乱神。罢了罢了，佛家不渡无缘人，道门不救蒙蔽汉，你们自己小心便是。哎，看这天色，山雨欲来呀！起来，没用的东西！师傅，咱们演的那么卖力，那伙人还是没上钩。老夫虽目不能视，但是心明如镜。那些人不简单呐！上次三只山辛辛苦苦一场捉妖，最后赔得精光，半文铜钱都没挣到。这回要是挣不回来，咱们都得喝西北风。师傅，你不是常说我们修道之人要有平常心吗？谁给你的胆子？教训起师傅来了！小杂碎，也敢对你师傅起杀心！师傅，你就放过师兄吧，我答应师傅，3天之内争取多给师傅1级符权。不是争取，是必须。
么下了车？饭都要晃出来了。公子，马儿突然受惊，不愿前行。亡国的皇亲贵戚，连马车都驾不好。畜生鼻子灵，这可不是活人走的路。无妨，前行1里，再向东拐3里，就能上官道。看来国师大人读了不少圣贤书吧？在外不许叫我国师，我的话你当耳旁风了？想杀我？要不要取出几颗困龙钉来，让你恢复点修为，多点胆量？公子，奴婢错了。知恩图报的道理，封神谢氏没教过。看看余洛，亡国太子还鞍前马后伺候我，他心里会没有怨言？只是比你更会当狗。这次远游，你们切记不可暴露身份。是，公子。哎，陈平安要知道地图被我动了手脚，别说收我做徒弟了，非打死我不可。啊，不过我可以把脏事都泼给你嘛，反正我现在是崔东山，不是你崔禅喽。无名山岭凶主蛰伏，没了阿良，看你撑到几时。燕子低飞射过道，马一般加山戴帽。月亮沉帽，大雨冲号，天上关门鲤鱼班，明日晒谷不用烦。那老邓真是乌鸦嘴。我们好像一直在绕圈子，这片森林不对劲。怎么了？难道是这张山水形势图有问题？还是说，我们已经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？陈平安，从刚才开始，我就感受不到阴神前辈的气息了。要不我们往回走吧？不行，我曾经听龙妖的姚师傅说过，在山中遇到鬼打墙，是被不干净的东西遮住了眼睛，这个时候绝不能走回头，否则会越陷越深。那该怎么办啊？有种土法子，是男孩向暗处撒泡尿，或许能破这障眼法。尿不出来呀！小叔叔，你看那边，上面，我们是不是撞鬼了？别慌，既然走不出去，那就看看这鬼打墙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名堂。好重的妖气，竟能引动山水气候的变换。小九儿，去福泉；小伙子，随我除魔。天天道24山有金山银山，道天24山有龙潭虎穴。师傅，子时。区邪祟，唱着五雷轰顶。来，尽管来，全都化作贫道的无量功德。师傅，还有一只在你身后。就是一尊阴神，境界不低。他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子时方向。追！大家靠近，别走散。这不是我刚才尿尿的地方吗？师傅呀，我们是不是真撞上鬼了？静必贵，少必难，轻必重，虚必难。宝平，宝平，你们在哪儿？等我。这灯笼，我
非是那书中女鬼的手段。宝平，李怀，李守义。 哥哥，不要丢下我！是宝平他们。快上符！ 这么多贵客，1、2、3，有3个读书人，到底哪一位是如来君子呢？我们只是路过此处，无意打扰。可否请小姐放行？小姐，没看到我的衣饰吗？叫我楚夫人！我来晚了，阴神前辈，居然有一尊阴神护着你。这位阴神前辈真是识人不清。如果要是放到几年之后，妾身这次肯定就不肯亲自露面了。所以，恕妾身今日无法招待。阴神前辈，放心，不会让几位小郎君久等的。休想！长天雷！师傅是个假阴尸鬼，没完没了！好啊，出国未到这么多年，头一回撞见红衣厉鬼，赚大发了！几位施主退后，我们来对付他。多谢道长相助。小伙子，现出真身，助我一臂之力。人来可冲之，鬼来可坐山。千邪弄不出，万邪弄不开，奇迹如律令。妾身还以为你要使出什么神通，结果竟然只是这种不入流的歪门邪法。
你有办法带我们出去吗？你们中了那鬼巫的术法，已经走上了黄泉路。我强行带你们出去，说不定会重创你们的肉身和魂魄。神会消散，道气长存，不起作用。这些灯笼并非普通的鬼火，只要灯笼亮着，任何术法都会被镇压。眼下只有一个办法能争取机会了。我明白了，小伙子，收妖！坚壁鬼物，贫道这一次就替天行道，要你无来后典！老瞎子，刀法不精，妾身就让你晓得什么叫做锥心之痛。吃枪！师兄，九儿，我看你们赢了！血为鱼语，气为雷霆，一气如律令。你到底是神是鬼？老瞎子，你太让妾身失望了。你如此贼喊捉贼，死了岂不是便宜了？你应该生不如死！陈平安，就是现在！叶守一，人上朗朗，仙人指路。抓准了，让这个猫快走！啊，是谁呀？所见非实，就是这里。没空陪你玩了，走。小师兄，快走！我去见老道人。走。休息！你们真以为逃得出我的掌心？都得死！不管怎么样，往南边走，只有那边没有高山阻挡。大家跟紧。这片森林好像不对劲，小心！知道了，又出现了。走这边。好生小姐的眼光真好。有贵客的门。是小姐请来的客人。到底想怎么样？小姐只是想请几位郎君到府上一叙。陈平安，我还有2道剑气，杀他一次，迟了。小师叔。欢迎各位贵客登门拜访。你们可以喊我楚夫人，可惜我家郎君远游未归，只好由妾身招待你们。究竟要干嘛？妾身自然是要亲自为你们洗脸、抽筋、追星，尽地主之谊了。几位真的不见了？看来
还是要切实。妻子也结了。我以前最喜欢读书人，可当我被我的郎君辜负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天底下的读书人全是负心人，全是负心人，全是负心人。他们都该死，他们都该死，他们都该死，他们都该死！我向你！剑之会退。我以前最喜欢读书人，可当我被我的郎君辜负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天底下的读书人全是负心人，全是负心人。剑之会退。山川自给者，一剑破万法，这就是剑修的威力吗？老伙计，你们放心，这里交给我。风采卓绝的陆地剑仙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郎君嘴里的读书种子会不会在泥土里开出花来？这具尸骸已显出金枝玉叶的中武境气象，连此等高手都惨遭毒手。要不也把你们的头颅摘下来，种在我的花园里。我以前最喜欢读书人了，可我最恨负心郎。你想跟我切磋剑术？此方地界，你能奈我何？可以这么用？难怪阿良说，炼气士这条修行之路中，以剑修最潇洒，杀力最大，最不讲理。
汗毛，我就打断此地的山根气脉。螳螂众就不管管，若是真被那阴神打断了此地山根，不但是绣花在内的3条大江，还有北边的齐墩山、铁浮江、龙须河，有哪一方能够幸免于难？之前我已经劝过你，不要为难这些孩子，此刻又何必这般？楚夫人，再接我一剑。风雪灭未尽，可以了。哼，是神仙抬未尽才可以。不愧是东宝平州最年轻的上5境剑仙。哼，你是不是墨家的那个谁？我听阿良说起过你。大黎京城守门人墨家游侠许若，不知魏剑仙此次赶赴大黎，除了解决今日风波，可有其他想法？若是没有其他想法会如何？有，又会如何？若是趁着大黎局势动荡另所图谋，那么在下便会挡在这里。亲自试试看魏剑仙的剑到底有多快。你不必担心，我这次北上是受阮师之托，护送这些孩子去往大理野夫关，并无他意。是小福刀。阿良嘱咐，刀务必物归原主。陈平安，这里可否让我来处理？我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楚夫人，事已至此，该拿出点诚意来了吧？这位仙师，小道有2个徒儿被楚夫人留在府中做客，能否让小道带着离开？小道只怕徒弟们粗鄙顽劣，会不小心坏了楚夫人的规矩。楚夫人，能否放心？楚夫人，这位大人要跟妾身秋后算账。楚夫人不用说气话，我并无此意。你为大黎看护山水，延续国祚，大黎宋氏感恩于心。可滥杀无辜书生一事，总有一天会传到陛下的耳边。到时候，再多的情分恐怕都不好使了。哼，数十年来，我帮你们大黎压制神水国残余气运，你们大黎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许我杀人泄愤，怎么今天就不行了？不只是今天，今后都不行了。我如果再听说有人在此地消失，定会登门拜访，将夫人亲手带回大黎水牢。楚夫人，无论你相不相信，我都不希望有那么一天。我可以保证不残害过路书生，但是，一旦我无意间看到那些吟游山水的读书人，未必控制得住自己。到时候你我各凭本事，后果自负。韩大人，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不用藏藏掖掖了，你就完整的告诉他，好平息他的怨气。至于泄露此事的任何责任，都算到我的头上，不必担心朝廷怪罪。
有情皆苦。楚夫人，你的郎君其实并未辜负你的真心，是大理朝廷为了顾全大局，生怕你离开此地气运紊乱，所以始终不曾告知你真相，故意让你误会了那个首饰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骗我？谁让我是3岁小儿？我知道的，他若是爱上了谁，就一定是真心喜欢。那你可曾知，后来他在观湖书院被人联手捧杀，一夜之间声名狼藉，最后失心疯了。疯了？他是大理第一位靠自己的本事考入书院的读书人，自然引起了大隋高氏和卢氏王朝的诸多设计陷害，诸多手段环环相扣，让他以为只差半步就会成为大理第一位被儒家学宫认可的君子。但恰恰是这最后的一个情字，将他逼到了死路。用情之深，往往与思苦相伴；知情二字，往往与辜负为离。如果说之前的坑害涉及两国之争，那么最后将书生逼到死路，玩弄于股掌之中的，恐怕就是读书人之间的义气之争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
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他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山水正神，所以才执意要成为儒门贤人之上的君子。如此一来，将来返回大理，才有底气跟朝廷讨要一个明媒正娶。楚夫人，此人已逝，但有来生，放下这份执念吧。此番必取功名于庙堂，立志业于千秋。莫道前路迢迢，莫问别期几何。你我山水相逢，便是重逢。为情所困，见不得出。儿女情长，比剑气更长。阿良说魏晋酒品很差的，看来他真没春饮。阿良前辈，真是个好前辈。要是没有他点拨，我还跻身不了玉璞境。可是他也真不够意思，我想让他做师傅，可他却说我性情太愚，行事太软，出剑太慢。让我做徒弟的话，他丢不起这个脸。别人都说我魏晋有福缘，可他们哪里知道，越有福缘的人，却往往得不到真正想要的东西。你说对不对，陈明安？魏大界限，或许正是因为你福缘深厚，才更难以割舍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。算了，你福缘这么浅，又怎么会懂？魏大界限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你说她那么美，又怎会说出那么无情的话？她说我魏晋无论将来修为是高是低，都不会对我有任何动心。贺小良，我最后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问便是。你最讲缘分。如果有一天你终于遇上了与你有缘之人，哪怕你内心并不喜欢他，会不会为了所谓的大道依旧，跟他结为道侣？会。也是，你怎么会认识他呢？是我自讨没趣了。世间唯有情字，最不讲道理。罢了，我不能送你们去野夫关了。剑气长城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阿良前辈说，那里正值100年一遇的大战，绝对不可错过。没事的，如果那边的事更重要的话，前辈就去吧。像今天这么大的意外，不会再三出现。那我就放心了。
虽然我琢磨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缘由，哎呀，但阿良肯将这些孩子托付给你，一定有他的用意。这块玉牌送给你们，以后一旦遇到危险，只要灌注真气，然后对着他说话，松手后，他就会向自己的宗门发出求救。那如果遇到今天的情况，他当真飞得出去吗？你大可放心，哪怕是10境修士的圣人地界，也困不住他。记得收好。哦，这5个泥人送给你，谢谢你一路帮我照看毛驴。走了，希望你们一路顺风。走，老伙计，今日一问见。再见。魏大剑仙，愿你此行顺利。再见。小伙子，这是你的缘分，为师拿不走的。真拿了，反而不是好事，你可得收好了。还真收啊，都不给师傅看一眼。反正石头已经是我的了。狗改不了吃屎。哎呀，你们两个福气真不错呀。这么多年，师傅总嫌弃你们两个出身不好，来路不正。不料回头看来，倒是师傅灯下黑了。师傅，你是不是鬼上身了？九儿都不认识了。哎，九儿啊，之前师傅答应1年之内不收符权，现在跟你商量商量，从1年改为半年，如何呀？师傅这趟给那女鬼狠狠打了一顿不说，饭子上还少了4个字。你们做徒弟的就不知道心疼心疼师傅啊？哎，半年就半年吧。师傅，那幅搜山图可是师门的宝贝，就这么送出去了？傻丫头，这些孩子没一个省油的灯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这顺水推舟就能当好人的事儿，为啥不做啊？师傅的算盘都打到天上去了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了。这人生的际遇，就像河面上的一个旋儿，转着转着，总会重逢的。你们呀，好好修行，将来总有再见的时候。一剑破万法，这就是剑修的威力吗？我宁瑶喜欢的男人，一定要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剑仙，全天下最厉害大剑仙。
你瑶，无论前路如何，我都会一直走下去。傲不可长，欲不可从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弟子崔东山拜见先生。先生。哎呀，陈平安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死给你看！碑文上就写陈平安弟子之墓。你可以试试看。你叫崔东山，我叫陈平安，墓碑只会有一块，谁活下来谁帮忙写对方的名字。哎呀，我晓得先生您老人家不放心，你可以考察我一段时间啊。我修为如今的确不高，但见多识广，学问可是有这么高呢。先生慢点走，先生。我对大隋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，此行有我没我，那必是天壤之别。要不要看看拜师礼再说？责备精怪图，这5件修士游历天下，几乎人手一册。我这一册更珍贵，天然孕育出5、6种精美。还有这面雷布斯音镜，挡得住天下最大剑仙的剑气。笔是藏着一条吃墨鱼的紫管笔，用完之后无需清洗，小鱼儿会自行帮忙吃干抹净。墨是3锭松涛墨，以手指轻敲就会发出松涛阵阵的悦耳响声。只是今世间，一国皇帝敕封山川神灵用上此纸，才显正统。压箱底的是这柄半死不活的本命飞剑，它品相极佳，锋利无比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后继者养炼剑气，几乎拿来就能用。陈平安，我是诚心诚意的拜师，我可以发誓，如果我对陈平安有半点坏心，就天打5雷轰。不行。陈平安，我如此心诚，你再这样，拜师礼就要减半了啊！玉簪子不见了，看来是老头子收回去了。你们之前难道没有遇上一个穷酸老秀才？他就没有跟你讲清楚大致缘由？好，你可以不信，杨老前辈的话你总该信了吧？那边的鬼屋碾碎棋子，自有你们这种家伙能看懂的阴语暗意。看完帮我证个清白。杨老先生特别嘱咐，此人今后与你荣辱与共，生死相关，不敢对你心怀不轨。所以于路、谢谢，你们都是卢氏王朝的刑徒移民，曾经也是书院的学生。他们出身贫苦，身世可怜至极，多亏了我出手相救，不然早就死在山里了。哦，那他们可以加入，但是你不行。为何？因为我觉得你不是好人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被人当狗遛呢，还看不出来？要不要我帮你？等你当了陈平安的学生再说。陈师傅、陈大哥、陈大人、陈老祖宗，你就收了我这个徒弟吧！你就收了我这个徒弟吧！陈平安，小师叔，今天所讲的是大礼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下。老头子，你到底要我怎样让我学陈平安什么？不是说呀！奇怪，明明已经入夏了，怎么还是暮春的样子？今年的春天格外漫长啊！
先生，过了野夫关，就算离开大黎国境了。前方的黄庭国属于大隋的藩属国之一，前身便是上古蜀国蛟龙四伏之地。这里边的往事大有文章。哎，先生，我先前没吹牛吧？啊，有我没我是不是天壤之别？那，看在我家先生的面子上，给我包圆了。哎，先生，如果有假货，我会让你一件件吃进肚子里。别吃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哎，先生，先生慢点，先生，先生。幼稚！求水神老爷保佑，水神老爷保佑！我问你，哎，先生，一枚金晶铜钱能换多少英雄？哎呦，能值那么一大座银山呐！雨露，别浪费了你一身气运，居庙逢祠就拜一拜，这是与山水结缘的善事。这里一直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无论是人是鬼，只要能够对出服众的下联，就能成为这老城隍的贵客。那咋样才算服众呢？扪心自问。夜深人静，良知清明，扪心自问，脱口而出。黄庭国的百姓都不拜神仙吗？拜，但拜的不是这一尊。求水神老爷保佑！求水神老爷保佑！风调雨顺，日日顺遂。风调雨顺，日日顺遂。求水神老爷保佑！保佑我家世事顺遂！这快！整个黄庭国北部都需要仰仗寒食江滋水。所以，这位寒食江水神几乎成了老天爷一般的存在。无论山上势力还是官府庙堂，都得看他眼色吃饭。当然了，水神老爷还有一位仙家长姐，不常干涉世俗王朝的事；还有一位老爷，早已大隐隐于世了。总之，这一家子心眼一个比一个多。你怎么对人家家世也这么了解啊？弟子圣贤书也读，杂书也看。那会儿是灵运派黄庭国10数座门派的执拗儿者，算得上是水神老爷的左膀右臂了，因此可以在这里横着走。先生这次来的可真巧，刚好可以赶上这场热闹的水神祭祀大典。小女资质愚钝，求先生不要带走她，求求了！娘，我不要去！孩子，别不知好歹！我家大师兄见你闺女资质不错，才破格选上山。这种机缘别人求都求不来，你还敢拒绝？仙人老爷方方慈悲，我家小女不成事，只会碍了各位仙人的眼。我这有些银子，还望仙人笑纳。师兄，这妇人颇有些姿色，我能不能……母女团圆。别跑！我吃。牙齿也不错，正好凑一对。大师兄！
嚯，那人真勇啊！闪开，闪开！看，我是本郡郡守卫理，何事喧哗？魏大人，这群宵小公然干涉我派祭祀，还出手伤人，望大人秉公处理。你们的护蝶呢？哎呀，原来是大黎王朝龙泉县来的游学文士啊！是他们个人先告状。没事了。如今大理秣马厉兵，说不定明天皇庭就会国灭成周，万不可给大黎南下提早送个口实。哈，县长是要去大水府进礼吧？莫染了晦气，此事交于我处理，可好啊？有劳。眼下正值寒食江水神大典，各派仙家汇聚在此，还望诸位小夫子入乡随俗，莫生事端。官府就这样放任不管吗？大黎之外皆如此，要么不敢管，要么当柴为虐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我娘烧菜可好吃了。不必不必。终于吃上山珍海味了，天天喝鱼汤吃腌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小叔叔，你别听他的，你烧的饭也很好吃，不比老板娘差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这些是我娘让我送给你的，以后一定还要再来看我们。我们走啦，再见。赤头山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一锭银子不是你先前买那包货的银子？看在我先生的面子上，给我包圆了。哎呀，我分明付过钱了，可银子自己长脚，非要跑回来找我，我也很为难呢。啊，真是好东西啊！我要是有了它，那走遍天下都不难啊！这叫重银。许多王朝的大型银库都未曾出现过这么多块头的，而且它水腐不侵，哪怕被切成碎块，也能很快复原。想不想要？想，有了这个，我以后天天带着陈平安他们吃香的喝辣的。还是算了，吃饭付钱，不能赖账。人家好心好意送你东西，你先收下来再说。至于如何使用，以后再按照规矩来。啊，太好了！嘿嘿，哎，开国元老，你收了我这么大好处，能不能想点法子，让陈平安收我为徒啊？你想屁事！反正现在他是我的了。唉，真是常年好打鹰，给鹰啄了眼。崔东山，你说的那间客栈，真的在这里头？这座秋卢客栈，因为是城隍阁的原址，里头有一口灵泉，所以被一座仙家宗门看重修建而成。入住其中对修行大有裨益，算得上是顶级奢华的客栈了。如今林守义已经踏上了修行之路，入住其中，一定好处颇多。那很贵吧？一晚也就2000两银子吧。
2000两。崔东山，我能不能向你借点银子？利息你来定，将来回到龙泉县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你。陈平安呐，哪怕你背着一座金山银山，还不是给别人做嫁衣？至于如此殷勤吗？不行就算了。啊！哎呀，师傅向弟子要钱，天经地义啊！说什么还利息，还本钱就行了啊！奴家刘佳慧是这间客栈的老板娘。我们秋庐客栈有3大招牌，其一是你们刚刚路过的行云流水巷，其二则是明月影地，里面的精美能够随着月相变化形状，其三自然是灵气充足的老水井。这座青鹿院是秋庐客栈的天字号院落，仙师可以在那座止步亭里吐纳灵气，生长的仙果也可以随意采摘。但是老水井那边不对外开放，希望你们谅解。啊，当真是神仙住的地方啊！爹娘和姐姐就没有这个福气了。哎，我的重银呢？崔东山，陈平安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整整2000两银子，就为了在这里住上一晚？你陈平安是郡守老爷的儿子，还是了不起的皇亲国戚啊？哎呀，好心当成驴肝肺的滋味儿，不好受吧？啊？你说林守义会不会把你的私人腰包当成共有财产啊？对财务早有概念的他，在一番利弊权衡之后，觉得自己亏了，才朝你发火。怎么，缺斗士跟搅屎棍儿？那你可曾想过，万一你的好心反而连累了别人，你也没关系。比如我用重银买下那一堆破烂儿，看似他财货两空，实则那摊主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棍。我若是给了他真金白银，他定会赌到家破人亡。崔东山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知道你一直在跟我下套，但我想不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嘛，曾经有一个比你稍大的少年，藏着一枚刻着“天下迎春”的印章。陈平安，收我为徒的话，好处可太……你铁了心不收是吧？那我这个搅屎棍就搅到底！原来印章中的蕴含之物已经重归天地了，难怪今年的暮春如此漫长。陈平安，虽然你我的命数被捆绑在了一起，但事公算计还是人心赤纯，我非要争一争这大道。长路漫漫，博弈徐徐，就看谁笑到最后吧。嘿嘿，啊，好哎！娘，要下雨了。来，那你可曾想过，万一你的好心反而连累了别人，你也没关系。哎，陈平安，你干嘛去啊？林守义没啥坏心思，你别一拳打死他了！你到底去哪儿嘛？凌云派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，仗着他们祖师爷和水神有发迹之恩，就变本加厉，为所欲为。当真以为本官不敢治他们的罪？我的郡守大人，能不能坐下说话？你再这么晃荡下去，奴家就要眼花了。佳慧，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来，我为这些山上势力擦过多少回屁股？可我黄庭终究国小羸弱，经国君敕封的山水正神屈指可数，因此我
我即便知道那些山水正神与朝廷貌合神离，也不得不竭力讨好他们。今天街上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实在不行，大不了我搬出师门势力，跟灵运派这条地头蛇掰掰手腕。幼稚！以后呢，遭殃的还是老百姓。衣食无忧，太平度日，对老百姓而言何其难也！旱涝蝗灾，哪一次不是饿殍遍野？我求水神老爷，希望他尽可能将气运多截留下在自己的郡内。而这些年来，他们犯下的那些腥臭恶事，我只能拆东墙补西墙，尽力安抚。那些年来大大小小的灾厄，是天灾还是人祸？如果你这个郡守官身是在大黎王朝，不得胡说！若真是被大黎蛮夷一统北方，必是我保平州北方斯文正脉的断绝之日。你要真是铁骨铮铮，你怎么不干脆直接剿了大水府，再上书朝廷，另行册封水神？大人，我知道这些年来你受的委屈，但不这么做，水神又如何能帮你坐上那刺史的位置？身在局中，公义几分，私欲几何，难平。我没有骗你吧，我的水神大人？那伙人身上散发出的龙气，浓郁至极，堪称绝世美味，连我都忍不住想要吃掉他们。姐姐，你们紫阳府的消息当真可靠？我告诉你，那伙人中一身龙气的家伙，正是覆灭的卢氏王朝太子。姐姐，那怎么你就不想破开金丹境的瓶颈，甚至突破至元婴境？难不成真要活在父亲的阴影中百年千年？你是不是害怕父亲哪天饿了，就拿咱们填补肚子？想想咱们其余7、8个兄弟姐妹是怎么死的，就不怕我帮你收尸的时候东捡一块西拾一块？我劝你远远秀秀得了，别动歪心思。我又不傻，如今这座天下，儒教圣人订立的规矩越来越繁琐，你我这些蛟龙都要把头压着才对。权衡利弊，谋定而后动的道理我懂，不过我手中的那把刀就不一定了。生意上门了，怎么不欢迎啊？要干什么？接下来就轮到那伙倒爹了。水神老爷说，今晚就要让他们感受一下大水府的家规。嗨，你说，在咱这黄庭国，神法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姐姐，不兴风作浪，枉为蛟龙。更何况在黄庭国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理国法人情，只有一条800里寒湿江途经8郡3州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这些是我娘让我送给你的。大哥哥，以后一定还要再来看我们。哎，我猜猜，你应该以为我这般高手不会走那街头对弈的卑鄙路子，才输的吧？但是从来没有规定身份应该跟所作所为相等，不是吗？这个不讲道理的道理，你应该懂的。他也一样。没想到，外面这世道，做了神仙就不当人的畜生太多了。 《
水神大典在即，郡里的事就有劳魏郡守费心了。启禀大人，玉三殿一案，属下定会严查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不用查了，凶手在此。可大人，他们并不在场。魏郡守，当年你以一篇治水惊艳朝野，被皇帝钦点为状元，可为官多年却始终不得重用，你知道原因为何？官场之上，慎清流，善循吏，这点魏大人你非常懂，并且也这么做了。而水神大典你操持了半年，不必因小失大，既败了心境，又坏了前程。他们的结局已定，你静观其变即可，反正死无对证。最后你我都能交差，两相宜不好吗？今夜我要去水神府替刺史大人赴宴，回来时我希望案子已办妥。是。小师叔，怎么了？宝平，小师叔想借你那把降服刀看看。小师叔是想练刀了？你觉得陈平安要去做什么？谁知道，少管闲事。陈平安，白天的事，尹守一，那枚风雪庙的太平无事牌在身上吗？让燕神前辈看护好大家，尤其小心崔东山，一步也不要离开客栈。出什么事了吗？莫非是白天那伙人？这件事我必须亲自去做，等我回来。小心。阴神前辈，如果陈平安有危险，可有术法能及时护他周全？林守一，道个歉，就这么难吗？秋庐客栈，全都安排妥了，只欠东风了。大师兄，可是师祖那里……老子在灵运派苦修至今，还是下五境，幸得水神老爷看中，才大道有望。哼，师祖规矩，狗屁！就是，跟着大师兄有饭吃。今晚要办大事儿，你可要把我这帮兄弟伺候好了。大仙说的是。我这做法就上手脚跟绿，那你可厉害了。3招好办法，小毛子功夫。还想着今晚怎么收拾你们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玉簪殿的那对母女，是你们杀的。踩死几只蝼蚁的小事儿，你不提，我都忘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可以无所谓别人的性命？给我上！
为什么盯上我们？小子，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个白衣少年身边的侍从身份不简单，他身上有帝王之家的龙气，只要能把他献给水神老爷，日后我掌管凌云派指日可待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给我去死！就算你这把刀再厉害，这小子也得死了！怎么会？剑仙饶命！此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今后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玉簪那一事，我确实做的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但那几个贱民死了就死了，为这点小事得罪灵玉派，可实属不智啊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要死了？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杀了我，灵玉派可不会与你善罢甘休，水山老爷也不会坐视不管。你不在乎你的性命，难道你不想想你客栈那几个小鬼吗？杀了我，你们也全都得死！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所有事咱们一笔勾销。从此黄庭国，我保你们畅行无阻。纵虎归山吗？杀了他！杀了我，凌云派将与你们不死不休！你和那几个小鬼，一个都别想活！不杀他，只会有更多人陪葬。你必须死！是谁干的？魏大人，要不要将这凶犯缉拿？没有什么凶犯，我只看到灵运派内部分赃不均，同室操戈。今晚就当是为那些蒙冤百姓还些公道了。黄庭国这滩烂泥，你其实不必搅进来的。别怪我多管闲事，我擅自出手是不想你牵扯太深，没必要卷入这场因果算计里。我觉得，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，这口气就会一直堵在心里。可是我能做的还是太少了。如果保平他们以后也陷入危机，我会对不起阿良，也对不起齐先生的嘱托。陈平安，我并不怕死，我只是……陈平安，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先前你问我，为何初次露面时，第一眼看的是你，然后才是李怀？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。小平安，我是顾灿的父亲。顾叔叔。小平安，我死得早，可其实也不算真死。成了鹦鹉也是好事，终归有个盼头，盼着有一天手持得风，一家三口能有一个团圆的机会。
顾叔叔，没事的。我从小就听我爹说，顾叔叔是我们附近几条巷子最配得上婶婶的男人，是能够写一首漂亮春联的人，一点都不像个庄稼汉子，更像个读书人。你们一家3口一定能够团团圆圆。小平安，其实我一直都看着你们。谢谢你这么多年帮我照顾小顾灿，还将那条泥鳅送给了他。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把这条命交给你，但是我做不到。顾叔叔，我相信后世子孙沉浮几何，都是他们自求多福的事情。善恶有报，信则有之。陈平安，我这次护送本是以野夫关为终点的，私自护送到这里已是极限。最后，我要跟你道个别。顾叔叔，你要去哪里？代替楚夫人镇守那方山水气韵，是好事。是好事，大好事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们还能再见面。会的，顾叔叔、婶婶、顾灿，还有我。甄平安，我相信你，总有一天你会走到最高、最远的地方。多管闲事。虽然不知道杨老头跟你做了什么买卖，但我希望国师大人能够跟陈平安他们善始善终。得了吧，与其担心我，还不如多担心一下你身在舒简湖的妻儿，那可比这儿不讲道理。我知道你看好陈平安，但你肯定不清楚，身在大离京城的那个我，从一开始就注意他了。其实比谁都更早一些，只是这其中涉及大道内幕，不好与你细说。很多人误会，很多人看错，很多人疑惑。不过总之，我和那个我在陈平安身上投注的视线，不比杨老头晚，更不比他少。顾某还有一事想告知先生。哎呀，有屁快放！先生的事功之说，顾某一直很佩服。虽然儒家内部多有非议，可我生前便坚信，不如让学问汇集当下，泽北苍生。哎呦，想不到你还支持我的学问。顾某这一拜，不拜什么大离国师，只愿先生的学问不做那束之高阁的道德文章。哎呀，走就走，还说些怪话。要是知道我后面的诸多谋划，你怕是恨不得要杀了我。这场戏好不好看？不过是场小小的温馨局罢了，先生。你千万别真的跟我计较啊！娘，别怕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。陈平安，我就说嘛，小镇里和小镇外，除了你都是坏人，你还不信？陈平安，我想你了。灿灿，以后跟小泥鳅说话别那么凶。放心，小泥鳅跟我心意相通，我对她好，她晓得。
真肥啊！就为了不让那散财童子的钱白花，我要把自己活撑死。炼气是吸纳隐藏于天地之间的灵气，不是多多益善吗？哼，按照你这个说法，那些立教称祖的家伙早就把几座天下的灵气全都吞了，哪还有其他炼气师的机会？修行当然是要循序渐进嘛。你知道陈平安去哪儿了吗？还能去哪儿？自然是和人讲道理去了。我救了你一命，你借我一张符箓如何？哎，放心，只要一张较为不错的金粉符箓即可。可以。但是你借符箓干嘛？赴宴呢。林守义，阿良是你修道登山的领路人，要好好珍惜这份机缘。但是更要珍惜陈平安这样的傻子。如果你不珍惜，我会如何？会宰了你的。闭水。本郡这么多年来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都得益于水神老爷的庇佑，还有灵运派的大力支持。能为朝廷和水神老爷效力，是灵运派应该做的。整个黄庭国北部都需要仰仗寒食江的滋润。说水神老爷是黄庭国半个老天爷都不为过。是啊，我看你们魏郡守也别天天拿自己当个什么父母官了，死心塌地的服侍我们老爷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别说他了，就算黄庭国皇帝来了，那也得礼让三分。停，不得无礼。你们这马屁风吹的，都快赶上那拍魂风和吹魂风。不过既是一方水神，自然要爱民如子。我听说有人在本郡行凶作案，现在都未能伏法。水神老爷放心，那伙人有山上背景，灵运派已经仗义出手，我们官府衙门这边会多多配合，绝不添乱。黄庭国能有你这样的官员，真是百姓的福分呐！来，喝酒。人不人，鬼不鬼，神不神，奇怪奇怪，真奇怪。什么人？我竟毫无察觉。哼，一个武境修士。咋的？砸场子？大摇大摆不请自来，真是老寿星吃砒霜，活腻歪了。来者是客，这杯中酒为我寒食江大水府独有的金玉液，修士喝一杯，抵得上洞天福地苦修一旬。你要不要尝尝看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去死！味道还行。
水法不侵，有点意思。难怪敢来捣乱。我猜此人身上藏有道家上品的避水符箓，寻常水法道术很难打破这张符箓的天然禁制。该不会是觉得有这张符箓傍身，这小娃娃就能够在我大水府邸横行无忌了吧？是我丢人现眼了，老爷稍等片刻，我一人足矣。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先别急，等我把话说完。为人，则当顶天立地大丈夫；当神，哪怕神道已崩，也要责备苍生。做鬼，天地不要我生，我偏偏要在罡风吹雷之中正长生。是什么让你这个下五境的废物敢跑来这儿讲道理？是仁，是义，还是那张破符箓啊？是你大爷的规矩！猴子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别不给面子啊！我今天来这里，是要教你们做人，还要顺便教你们做神做鬼的。对了，还有，哦。哎呀，梁大哥，这话你说还行，我是真不行啊！道理讲够了，讲点道行如何？这是11境还是12境？实不相瞒，在我眼中，在座诸位都是蝼蚁。实不相瞒，在我眼中，在座诸位都是蝼蚁。不可能！这是11境还是12境？不可能！信不信呢？各位蝼蚁，障眼法是圣人气象，此人多半是有靠山依仗，还是先探清来由再说。既然来者是客，本神且不追究你的傲慢无礼。敢问有何指教啊？哎，指教不敢当，万万谈不上指教啊！我是说，如果接下来你乖乖听话，就饶你一条命。忍不了！便是老爷你事后重罚，属下也要把这小子的脑袋打开花，再把他脑浆收集起来。玉液琼浆这个说法才算齐全。请，不得对客人无礼，速速退下。以老爷的性子，断然不会故意说这些虚头巴脑的话。老爷，莫要再菩萨心肠了，就让属下来告诉这小子，如何做咱们大水府的座上宾。不信吗？啊！致敬！积水成渊，脚踏生烟。我的手段可不是什么障眼法。不可能！难道是真的？真是圣人气象！我说，这位蝼蚁，信还是不信？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不管了，就算是天王老子驾到，我也绝无引颈就戮的道理。水山老爷脾气真不小啊！怎么可能？赤水复行，散！
你已经出手一次了，该我了吧？不知道你神魂能撑得住多久啊？区障眼法，我有何惧？不信吗？蛟龙生烟，蛟龙生烟，蛟龙生烟，生烟！这位蝼蚁，信还是不信呢？等下，不信，我信！水神老爷，你这神魂还不如一个泥腿子少年呢！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。都是真的，真的是圣人之境，信还不管管？忤逆命令，冒犯贵客，死不足惜。老爷，叫你动手，让你退下，为什么不听？老爷，你怎么会？家，别怪我。小小池塘爬虫，也敢三番两次试探大爷我？你之前试探2次，我就2脚将你寒食江剁成3截，看你以后怎么统一大小江河16条。这位水神老爷终于老实了，你方才的骨气呢？这位真仙，就不能放我一马吗？仙师再来一脚，我便于死无益了呀！你若听劝，我又何须费这般力气，对吧，水神老爷？公告！不见真仙。那条鱼精说了什么？报告真仙，他说了应该是。他说真仙风度翩翩，出口成章，定是儒家圣贤，绝对不会滥杀无辜。真以为我听不懂啊？宰了！好嘛，老爷，你们真仙恕罪，可否？我数3声。3。真仙，一妥。你认不认我？我是黄庭国派来的御史。参见御史大人。认得，刚才是在下有眼无珠，还望御史大人恕罪。不会吧？这都认得出来？那眼珠子得挖了吧？御史大人为何？灵运派这些年跟大水府混的是越发壮大，该不会是要反吧？御史大人，此事绝无可能。我等自立派以来便立誓，只效忠黄庭国洪氏一脉，绝无二心。好，我真的特别欣赏你们这些忠义之士，所以你们都去死吧！御史大人，你怎么？真仙，灵运派与我大水府有100年交情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可否饶过他们？怎么？自断一臂觉得疼啊？真仙，你不会也以为我是黄庭国的人吧？我告诉你，灵运派盯上的那伙学子，连大黎皇帝都不敢惹，得罪哪一边你都死无葬身之地。而黄庭国跟他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将来大黎兵马南下，他们难逃覆灭之灾。就这，你还惦记他们那点香火情？那就劳烦真仙，日后保我大水府无恙了。
官司不辞，我最烦两面三刀的废物了，所以杀！这恶霸又不是我杀的，管我有用吗？知县，依托。一个来历不明的散修，一个伏龙观掌门真人的闭门弟子，勉强有那么点分量。我心情好，给你们个机会，杀了那些畜生，就能活。只求县师开恩，小人做牛做马都愿意的。哎呀，你去问问那位老刺史，想不想继续继任？只不过是从黄庭国换做我们大黎王朝。如果不答应，麻烦你将他的脑袋送往秋卢客栈，给老板娘刘佳慧，她自然会明白一切。赶紧滚蛋！县师，事情已妥，那我们大水府的人，这些年天灾不断，横祸频出，多亏了你，黄庭国才会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大水府真是劳苦功高，理应奖赏啊！此乃小臣分内之事，不敢受赏。水神老爷莫要推辞，这样吧，他留着，其余无关人等比蝼蚁还不如，全杀了，让他们黄泉路上好作伴。县师，怎么还想喝一杯金玉液，再上路？对不住了，各位。老头子，臭秀才，搞个什么东西？你是想让我跟第二去杀吗？不可能！老子哪怕是红土分离，仍是摧残。你有本事打死我！谁说的人性本恶？就是你吗？老子就是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胆小的，老子怎么还不来？也罢，没点手段也不敢惹到我头上来。我倒要看看你在装什么神，弄什么鬼。知县，依托。你真名叫唐江吧？在黄庭国这些年，辛苦辛苦。律波廷丙等此事唐江见过。哎呀，喊什么都没用了。回去后不用画蛇添足，继续蛰伏便是。是，下官告退。不顺几坛金玉液，就当是大黎欠你的。大黎从不欠唐江分毫，如今能看到我大黎蒸蒸日上，国力鼎盛，这滋味好过100坛金玉液。哟，这马屁功夫炉火纯青啊！老子不吃这套，滚！是。还在猜我是谁呢？哎，你能活这么久，多亏了你有个好爹。你
兵家请神手段，请出儒家圣人金身法相，境界是假的，手段是真的，难怪让你吓得肝胆欲裂。父亲，你是想看看老子有没有能耐打杀你老子？父亲，这是为何呀？蠢货！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我姓崔，来自大黎京城。我还真是有眼无珠，以貌取人，原来是大黎国师亲临寒舍，失敬。你们这对姐弟，为了修行大道，搞得黄庭国灾厄四起，当真是百姓棺材添一层，皇帝龙椅加木头啊！混账东西！我们蛟龙之属想要跻身庙堂之列，唯有与一国山水气运互补，才能走江成交。与此对应的，也要承受一国覆灭的天劫暴雨。即便是我，也不敢轻易辅佐人间君王。可你们之中偏偏有些不安分的，总想着窃龙器、清国运。什么？竟行如此鲁莽之事！你明明……一直教你们谨慎修行，安分守己。你曾想，你们还敢做如此悖逆之事？不用国师动手，老朽自会好好教训这逆子。爹，我知道错了。哟，怎么停手了？是老朽管教无方，还请国师高抬贵手。儒家72书院可是明令禁止，有胆犯禁者，杀无赦。难道老朽这点面子，不值得国师网开一面吗？你真以为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？你的本体，伏龙观内方砚台上的老兽小蛟。崔禅，方才我以礼相待，我还是欺人太甚，休怪我先礼后兵了。欺人太甚，你这条老爬虫又不是人。我跟你费了那么多口舌，你难道不应该用心揣摩我崔禅的道理吗？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天地生赤。你怎么会知道那石刻古文的真相？雷部天君亲手刻就，天地生赤蛟龙之词，赵氏黑水鲤鱼，天宫悲杀牛人，神鬼神术袭击。300年，你竟然打去了我300年的修为！哎，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很巧？怎么就被我算计进去了？从我带着那枚叫于露的棋子进入黄庭国开始，便以他身上的龙气为饵，逢庙便拜，诱得大水府上钩，故意入住秋卢客栈，让你女儿摸清底细。我没有骗你吧？那伙人身上散发出的龙气，浓郁至极，连我都忍不住想要吃掉它。姐姐，不兴风作浪，枉为蛟龙。于是便有了你那对儿女暗中筹谋，经不住诱惑，授意灵运派动手，因此落得个自断左膀右臂的结局，逼你这头老蛟出山来见我。哎呀，要是灵运派真敢动手，驻守野福关的大李铁骑就会以此为由，一举吞并黄庭国。那时候你寒食江水神这点金身，还有你老爹的那点修为，
都不够我塞牙缝的。那国师为何不将计就计，一举南下？之前大黎吞并北部各国，率军屠城挖万人坑的事没少做，那是立威。可接下来就不能这么一味痛快了。黄庭国是第一个拦路石，不能搞成千疮百孔的烂摊子。毕竟整个保平州的王朝邦国都盯着大黎的动作，所以我才决定给你们机会，与我大黎结盟，利用大水府的影响力，让黄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大黎的国土。国师是希望魏郡守那样的忠义朝臣能够越来越少，别家支流的官员能够占据一国庙堂金要更多，让黄庭国度众而牧者，习大而强坏。罢了，大事不可挡。大黎有崔国师坐镇，南下必定顺遂。我程水东愿为大黎坐镇一方山水，反哺大黎国运。善。到时候你这条老蛟觐见真龙天子的场面，一定很好玩。至于你，放心，我那两脚的折损，等大黎吃下黄庭国，只会补偿你更多。愿为国师大人效死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今晚就有一件事要你代劳。你以为躲在幕后唆使你弟出手，就能坐享其成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那座紫阳府早就被大黎暗中拉拢。你们建造的丘庐客栈，就是打入黄庭国的暗桩。父亲，女儿知错了。我知道，你觉得一个小小黄庭国池塘太小，承载不了你的野心。但你觉得我在黄庭国这么多年，为何从未露出过真身？自然是父亲大巧若拙，行事谨慎。3000年前斩龙仪，杀得天下蛟龙好逸，万千水族纷纷停滞于元婴境，就此止步不前。至多走江化蛟，绝不敢走毒化龙。所以我很清楚，境界低的时候，反倒过得安逸；境界越高，就越凶险。父亲，不要，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你哪天要是销声匿迹了，肯定是蠢死的。你们两个蠢货，害我白白少去300年修为。父亲饶命，女儿再也不敢了，女儿再也不敢了，父亲。你弟奉大黎国师之命，要将黄庭国蛟龙之属一网打尽，所以今夜我断你脊梁骨，算是救你一命。唉，同祸相依，也不全是坏事。知道了那位国师的底线，以后打交道就会容易一些。现在吃些小亏，总好过以后得意忘形，给人宰了都不知缘由。黄庭国嘉禄2年夏，贺茂龙3州，于此时地动不止，贺州最甚。城毁此岛，死者6万余人。嘉禄3年年关，寒食江水灾，本军溺毙近1万人。嘉禄4年，南方茂州山移地动，亡1000人。嘉禄8年中秋夜，衡州千二驳船起火，万余船民皆作灰烬。
恭送真仙。嘿，我还是觉得你呲牙咧嘴那副德行比较有趣。没事了。崔东山呢？他跟我借了张符箓，打破了客栈的规矩，跳入那口老水井就不见了。陈平安，冲你发火的事，对不起。我只是觉得以后遇见事情可以商量一下的，包括这次。以后会的。就这样。不然呢？我还以为你会卷起袖子打我一顿。好啊，想试试？不，我不想。你觉得崔东山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看不透。我只知道他下棋尤为厉害，起手时就想到了收盘。自从进入黄庭国，我们就像是被他牵着鼻子走，像是他的棋子。如果你担心崔东山想要图谋什么，我猜很有可能是跟大道相关的，很大、很缥缈的东西。你想要做什么？一晚上这么贵，我要把银子看回来。我有种预感，好像这一路走来，遇到的诸多困难，都是被人安排的。你说过，崔东山不敢对我心怀不轨，但没说他不会害其他人。崔东山以前告诉过我，他姓崔名禅，禅字比较难写。崔东山，你怎么不上来啊？啊？哈哈，我不敢啊。崔东山，你怎么不上来啊？我不敢啊。我们好好聊聊，先讲道理，不会一开始就打打杀杀。再说了，真要打架，我打得过你？我就不，我怕热，这井底下凉快的很。你不认我是学生，可我认你是先生啊！哎，所以我打不能打你，杀不敢杀你。可你这一身杀气都快装满这井口了，我上去找揍啊！啊，你要是想耗，我可以陪你耗一晚上。这陈平安，你想干嘛？我怕你着凉。哪有你这样落井下石的？崔东山，我就直接问了，你会不会对李保平他们不利？我说了，你会信吗？不会。哎！那你问个屁呀！这小子难不成？这张出自县衙署的山川形势图，你是不是偷偷动了手脚？喂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清楚啊！啊，那就是了。陈平，陈公子，陈大爷，陈老祖宗，我们无缘无故、无冤无仇的，能不能别这么不讲道理啊？稍微讲点江湖道义也行啊！离开小镇后，我们顺着图走了不足1尺长度，但这点长度却让我们一路磕碰，险些丧命。可自从遇到了你之后，一切都变得很顺。那是因为我们都走在你算计好的路线上，对不对？不管你到底是谁，不管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，你心机不纯，更对保平他们产生威胁，这绝对不行。陈平安，你不收我为徒就算了，但不能往我头上泼脏水啊！崔东山，我知道你下棋很厉害，开局就能想到收官，
所以我索性把一切推回到最开始的地方，比如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因此，我想清楚了一件事：我此行依据的山水形势图，真正的来源是县令吴渊和你。如今再想想，好端端的齐先生突然就走了，学熟的马先生又被人谋害了，而我莫名其妙成了小镇最有钱的人，一直到这场大隋求学。这盘棋的开局究竟在哪里？这当中究竟藏着什么阴谋？但我很确定，一切的谋划一定与宝平他们有关，与齐先生有关。你编故事这么有才，怎么不去当个说书人啊？证据呢？好，崔东山，我问你，你说余禄身世可怜，可若他真的身世贫寒，怎么会拥有帝王家的龙器？你是不是故意拿他当诱饵，让麻烦找上我们？余禄，别浪费了你一身气运。玉庙逢祠就拜拜，这是与山水结缘的善事。我实在无法想象，万一宝平他们死在我的眼前，我会有多少悔恨。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，你我之间的墓碑只有一块。行，停！怕你了！我崔东山对天发誓，绝不伤害李宝平、李怀、李守义他们3个小屁孩。你是认真的？信我一回，我们这种人发的誓不能随便违背，否则就会道心蒙尘，不得好死。崔东山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自称什么来着？糟了，崔禅，你刚才发誓的时候怎么不用这个名字？大黎国师秀虎是朝堂背后执掌风云的存在，百年来，他每次走出幕后，都会伴随一场腥风血雨。因此，我与他做了笔交易，担任大黎龙泉县一座新书院的副山长，为大黎坐镇山水气运。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是。炼气境界15重，你不得正法，在第9重的金丹境停滞不前。父亲是要传我正道契机。你可知为何世间有灵众生皆孜孜不倦追求人之皮囊？分明人的寿元短暂，躯壳最为孱弱。女儿愚笨。妙处只在一个字眼上。还。万年前，远古神灵居水为本，蹉跎为形，造就人族。人族供奉香火，神灵金身不灭。而神灵馈赠给人族一部分气运，反哺人间，形成一个循环。故而这天地间为人族体魄最近神灵，一旦修行，登高极快。女儿从未听闻这些。后来人族登天一役，神道崩塌，天地规矩就变了。如今朝廷敕封的山水神奇，与远古时代的正统神道风正根本不是一回事。你弟弟聪明反被聪明误以为二者并无差别，愚不可寐。神人之间才是最契合蛟龙之属的根本大道。以有限形躯练无涯火幻，这便是万年前我们的祖宗家法。别觉得修为高就了不起，你吃水族果腹，我吃你们聚拢气运。那个占据一副远古蛟龙遗退的崔禅，自然也能吃掉我。说到底，天地修行大生意，终究是有赚有还，才能长久。什么人悄无声息闯入我的地界？哎，崔禅，你这娃儿，年纪越小越作死。罢了罢了，自己的徒弟自己管，自己拉的屎自己擦。啊，
没事没事，我就寻思着月色不错，来这里看看风景，不打搅你们。缩地成寸，走。嗯，怎么不起作用啊？哼，走。哦，你们也是蛟龙啊？儒家圣人的规矩，蛟龙在岸，见贤则避，遇胜则前，老朽不曾遗忘。善。见者吉缘。啊！如此大的机缘，莫非您是那位？好凶悍的剑气！这是弄啥来？怎么，只准你没有帮手靠山，不许我家小平安也？外边的博弈都这么厉害了。老头子，说话最好放尊重点。虽说相逢是缘，但我暂时顾不上你们了。去。这是纸镜。这位老先生，真是儒家圣人吗？何止是一般的圣人，当今掌管浩然天下的儒家3位至高圣人，智圣、理圣和亚圣，以及眼前这位神像被逐出文庙，文章也成了禁忌的文庙第4圣。文圣。这回咱们是真的撞上神仙打架了。苍苍野野，可算不得英雄好汉。这话你说的不害臊吗？看来小琪最后一趟是去了那里呀，真是难为他了。我去找了趟道祖，从那座莲花洞天采摘而来，能够助你离开此地，且不会惊扰天地大道，不用担心圣人探寻。你就不怕陈平安在我身边变得肆无忌惮，以至于变成你齐静春不喜欢的那种人？他的心性我心知肚明，而且前辈从头到尾护他在侧，我分毫不由。你这么看好陈平安？你说呢？他可是我的小师弟。可惜天地之间少了个齐静春。想当年那个朝气勃发的少年，口口声声君子直道而行，宁折不弯，到头来，你是陈平安的先生？目前还只是半个先生。你就不能先放我过去吗？陈平安如果打死了小崔禅，可不是好事啊。这我可管不着，你有本事先破了剑阵，再去跟我家小平安讲道理。破阵吧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儒教文庙第4文圣。好，我在世的时候本来就不擅长打架，如今只剩神魂，就更不济事了。你又是4座天下最会打架的几个人，几把剑之一。算了，不纠结称呼。总之对我很不公平啊。那我就客气一点。好，客气好，和和气气讲道理，那多好啊！请文圣破阵。
咽下风铃的声响是偶数，我就忍一忍；可如果是奇数，我就出手。这是剑气。 不合就先棋盘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齐景春挑来挑去，就找了你这么个平心做事的人。我被剑气挨到，烧掉的不止这副金贵躯壳，而是老子的命啊！你这次要是杀不掉我崔禅就算拼着半条命不要，也要亲手宰掉你，抽骨剥魄，让你生不如死100年！这块雷布斯印经，连中武境修士都无法打破。老秀才、齐景春，你们两个王八蛋，有本事让我崔禅彻底沦为凡夫俗子！我不信一道5符2进少年用出的剑气，就能打破这一口雷布斯印经！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，怎么一点道理都不听？打不过就骂人，找笑。剑阵隔绝了天地，我感应不到那杀徒儿的状况。再这样下去，咱俩能不能换个打法？放心，我这个要求，保证合你心愿。 再来！妈的！哪怕是老子攀上10年的惨淡岁月，也何尝不是逍遥自在？谁能让我如此狼狈？在
坚持一会儿，我就能熬过去。天之安，我要你百倍奉还！他们绝不能出任何意外，绝不！最后一刀，全力出鞘！你下陈平安，还欠我2000两银子呢！崔禅，等你大爷！进来！平安，你这个疯子！西方佛国精神楼汉鲜血会上的护圣军，老子真是亏大了！你剑气如虹是吧？步步老挂是吧？都给老子起开！不好，剑气会袭小火湾。放松经脉，便可心神安稳。慢，才是18庭最有意思的地方。那就收窄气腹流转，让剑气慢下来。走！还有。在这儿了！天助我也！老头子，你烙印在我神魂上的结构居然碎了，也会出这种纰漏！真正天助我摧残，天无绝人之路！圣人教诲，一文在道。我崔禅是文圣首徒，齐景春的学问都是我教的。论儒家道统地位，我崔禅高出贤人君子何止一筹。不会杀你，要慢慢折磨你，改变你的心性，让你成为我的同道中人，让齐景春拜师收徒。最后，还是收了第2个崔禅。陈平安，当着你的面先杀李宝平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他是因为你而死的。第3道剑气也来不及了。后世希我寒山拳之人，哪怕迎敌3教祖师，切记我辈拳法可以入，生生之势可以输，一身拳意，绝不可退。你他娘的阴魂不散，有完没完？甲子之内，你若再敢暗中作梗，我定让你跌落成凡夫俗子。大爷的，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劲气，1分都不剩了。算你狠！
我认输。宝平，转过身去。停！就是你呀！宝平，有机会你就跑，不用管我。小师叔，咱们后面有个鬼。小平安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小师叔，咱们后面有个鬼。小平安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啊！放心，神仙姐姐是自己人，她是小宝平，齐先生的弟子。姐姐，你生的真好看。是的，比你好看多了。神仙姐姐，你说自己还不能现世，万一你被各方圣人察觉怎么办？是齐静春曾经去了趟天外天，跟道祖讨价还价，要到了这朵荷叶。至于他付出了什么，我不清楚。先生为我真的做了太多。老头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光脚不怕穿鞋的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哼，死鸭子嘴硬，知错即快，认错即慢。至于改正，哼，怕是要下辈子。那还不是你教出来的？哇！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就是这样讲道理的？跟你讲道理，还用费口舌？这个本命字是我从李记学宫大祭酒那儿借的。你还好意思说这些？你最寄予希望的齐景春死了，马上那个丑货判了，还要姓左的干脆消失了。而我崔禅沦落到这步田地，还不是拜你所赐？人家亚圣文庙第3高位，说人性本善，你个老四非要说人性本恶，结果呢？人家活得好好的，你怎么就一个劲死翘翘了？骂完了，是不是该我了？3、4之争，我愿赌服输，自求功德林。直到你们师兄弟手足相残，小七又力扛天道，我为了破开誓言，放弃那一副身躯皮囊，只以神魂游走天地间，可最终还是来晚了。要不是为了齐静春，你怎么舍得放弃你的诸多神通？我问你，齐静春下棋是谁教的？老子！我教过你，与人讲道理，哪怕是吵架，甚至是大道辩论，都要心平气和。是我教的。齐静春他下棋没悟性，输几次就不下。那你的棋又是谁教的？老子！你知不知道，齐静春学会了下棋，很快就下赢了我。小七私底下和我说，你是真喜欢下棋，就是胜负心太重，他又不愿骗你，所以干脆不下了。那又如何？他一直很敬重你这个大师兄，之所以在大理创办山崖书院，本就是为了帮你，
过，马占的背叛可能比你崔禅的谋划更让小七失望吧。马占这种人，为了点虚头名利就甘心做别人的棋子，该死！老头子，当初你给齐静春的临别赠言，绝不可以以听取之于蓝而轻于蓝，但你给了马占什么？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。可惜了。那边的二位聊完了，可以开始了吧？这架打不打，我说了不算，得看他。小平安，等下我们要跟那个老头子打一架。啊，能不能不打？善，大善。打架这种事情，能少打就少打，伤和气嘛。为了齐先生，这一架你必须打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打就打。这脾气还真和小齐有几分像，不打不相识也好。姓崔的，小师叔呢？不说我拍你啊！你拍死我算了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怎么谁都敢欺负老子？谁叫你不告诉我小师叔在哪？小师叔，你是不是掉进这幅画里去了？不用担心，这里既是在山河画卷里，也在文圣的意识之中。在这里出手，不会伤及现实分毫。你我都没有后顾之忧。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架吗？齐静春赠你那枚玉簪，是代师收徒，让你做我的关门弟子。我和那位前辈就琢磨出场架，看看你的根骨心性究竟如何。大道之争，百家争鸣，热闹是热闹，结果又如何？世道果真变好了吗？哎，一言难尽，不提也罢。究竟三教分赃不均，还是你们浩然内部正邪对峙？儒家道统内部，自然算不得清澈见底。可我儒家先贤为此付出无数心血，故而始终本正元清，你绝不可一言否决。老家伙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这么拖着毫无意义。老，我哪能和你比啊？我记下了。真以为我打架不行啊？那只是对比我吵架的本事。哼，我会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你们练剑之人总喜欢仗剑开山，说些什么搬山倒海的怪话。那我就凭借此山，让你们知难而退。小平安，我观想入画的这座碎山，乃中土神州五岳之最，虽不是现实，却近乎与现实无异。
想劈开这座碎山，比登天还难。要是没把握，大可知难而退，不丢人的。搬出这座山来御敌，未免有些胜之不武了。嗯，要认输的话，我听着呢。那我就先出一剑。哼，我不兴这样耍赖。那场天崩地裂的登天大战之后，剑修沦为刑徒，妖族被驱逐蛮夷，浩然天下建起9座雄镇楼，齐青牛的小道士远去清明，剑出矗立于天地间的白玉京。悠悠岁月一晃而逝，如今世人却不知天下剑术皆从天上来。这是一剑，极小的一剑。好吧，我就是想让你别光顾着练拳活命，那也太没出息了。你的志向怎么可能只有这么点大？你想想，你是谁？陈平安。除了是陈平安，还是我的主人啊。好嘛，之前着急得很，现在不急了。他是碎山的山神。陈平安，如果山岳挡住了你的大道，该怎么做？翻过去。那如果你手中有了剑呢？那就开山而行。对，开山而行。接下来我会恢复真身，你全力出剑即可。见嘶鸣如秋蝉高枝，对天地放声，真是厉害！悠悠万年，沧海桑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能够拥有如此分量的精气神，不愧是万剑之主，真是稳呐！有意思，我倒要看看你这10境修为，再加上这一剑，会劈出什么水准。在这里出剑，文生会给你一点额外的待遇，你会暂时拥有类似10境炼气士的修为。当然，这是假象，但却是极其真实的假象。10境，不用着急，你现在即将突破金丹境，来到炼气士第10境的元婴境，先慢慢感受，适应10境炼气士的感觉。所谓的剑术招式，不过就是那么几种，变不出太多花样来。炼气是炼气，养炼合一，孕育出来的剑意却有千千万，而剑气长短取决于体魄气府的开拓境况，挖掘的越多越深，自然胜别人100倍1000倍。若别人是水井溪涧，你是那湖泽江河，谁人敢争胜？听懂了吗，主人？懂了。那
不知道如何去做。主人，无论前方是山川海岳，还是妖魔神鬼，你只需记住：天大地大，唯有一剑。唯有一剑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气势，想要劈开这座山，还差点意思嘛。这副飞剑帖，乃远古剑仙以充沛剑气克就。也左右那小子与你一般，尚未正式学剑，一看便拿住了6个。习剑天赋资质如何，必干剑影，能拿5个字，必成陆地剑仙。陈平安，且看你习剑根骨如何。对不住啊，这些字这么不给面子，弄巧成拙了。无妨，那几个字看不上我不喜欢，而且我也不想要他们。真的，练拳的时候一直有种感觉，就是练到最后出拳会很快，甚至觉得是最快。所以相信我，接下来这一剑会很快，一定会很快。这口气真像小七当年。都说10年磨一剑，陈平安，你手里那把剑得有。来，这一剑再不递出来，黄花菜都要凉了。同行。10000年了。何人敢仗剑挑衅我碎山？娘亲，我认识了一位神仙姐姐，她笑起来的时候，跟你可像。心境所在，即为心湖。小平啊，这一切便是你的心境本相。原来你也独自一人，照看着历代星辰。走了这么远的路，累不累？不累，就是睡不踏实，害怕宝平他们出什么意外。没有怨言？有啊，
比如，朱露怎么可以那么不善良？那个女鬼，只因爱恨就害死了那么多书生。还会有烦心事，李怀不爱读书，怎么劝都不听。还有他们吃过了山珍海味，就不爱吃我煮的饭菜。我得照顾他们，所以钓鱼就不能挑时候。所以空手而归的时候，看到他们满脸失望，我就特别委屈。如果给我多点时间，多大的鱼我都能钓起来。林守一生气那次，其实我很心虚的。虽说是为了他修行，其实我也有私心。我知道长生桥断了，这辈子都无法修行了，但是我不想就这么放弃，因为我答应过神仙姐姐，以后要成为仙人，而且也很羡慕阿良，踩着一把剑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多帅气！你也会替自己考虑事情啊。我姑娘去世后，我一直就在为自己考虑，想为别人考虑都很难。其实是遇到你们之后，我才变成这样的。这样，神仙姐姐，我现在很有钱。神仙姐姐，你这样我会不好意思啊。知道了，以后当着某位姑娘的面，我肯定不会这么放肆。想必那位姑娘在你心中一定很重要。你不生气？哎呀呀，我家小平安真是可爱死了。哎呀，好像这一剑也比较一般吧。老兄台，6000年来，第一次有人胆敢仗剑挑衅我翠山。我这就是假象，雷声大雨点小，对你那边又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你他娘的装什么蒜？那一剑直接破开护山大阵，砍到老子的穗山去了。现在整个中土神州都在议论，以为牛鼻子道老二那边又在暗示什么。这么猛啊！哎呀，看在小琪的面子上，你高抬贵手一回。哎呀，你这家伙呀，就是喜欢端架子。咱俩什么交情啊？当年你去偷窥那位山神娘娘，要不是我跟她讲了3天3夜的圣贤道理，你这张老脸早就……闭嘴！我不听。他身上的气息很有渊源，是何方神圣？这个老姑娘脾气不好，我劝你别惹她。不过你瞧，那个少年，是小七帮我收的关门弟子，不错吧？不是齐静春疯了，就是你瞎了。哼，读书人的事情，你个大老粗懂个屁呀！哎，先别走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哎呀，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儿，你别怕嘛。非礼勿视啊！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听到。看在我家主人的份上，剩下2件先余着。余着好啊，兆头好，寓意好。还不开门去？还会笑了。当初那些被你砍得半死的大佬，要是亲眼瞧见，不把眼珠子瞪出来。神仙姐姐，我那一剑是不是很差劲？那座大山好像动也没动。
是不是我练剑天赋很一般，拖后腿了？原本在这画卷中，再大的动静也牵扯不到外头。而你这一剑有些不同寻常，破开了画卷，披上了真丝衫。那你会不会因此受影响？这些烂摊子，老秀才会去收拾。不过，因为你那一剑，这只荷叶支撑不了太久，我得走了。接下来我会专心磨砺剑条，争取在甲子之内，将其打磨得七七八八。你就不好奇，我为何不帮你修复长生桥，让你顺利走上修行之路？我想过了，但忍住了。我一直很信曾经烧瓷的姚师傅，相信他说过的一句话：是你的就好好抓住，不是你的就不要多想。小平安，修行本就是背逆天道，所谓的正道，就是要让那天道在自己的大道前低头。所以你要好好淬炼体魄，要不然以后连剑都提不起来，就太丢人了。神仙姐姐，你放心，答应过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到。能够遇见你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小平安，一定要等我60年了，到时候可别变成一个白发老头，小心我不认你这个畜生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小七啊，这个关门弟子，先生我很满意。成何体统！累死，不活了，死了拉倒。我数3声，还不起来，大道别再奢望。3、2、2、1。景无说，设计你的大道契机，再装模作样，一剑砍死算了。我呢，是齐敬春的先生，他呢，名叫崔禅，是我的首徒，齐敬春的大师兄。当时因为我忙着做学问，所以小齐是由崔禅帮我传授的。但说他间接害死了小齐，半点不过分。这次死定了！老头子，你害人不浅。不过如今他神魂分割，虽不彻底，但是大致善恶分明。真正的崔禅，是你们大黎的国师，一个瞅着不比我年轻的老家伙。老头子，能不能聊正事儿？大道，大道。陈平安，我想在你身上截取一段光阴溪水，来作为聊天的开场，可否？这一手涉及大道本源的无上神通，老头子竟能信手拈来，他的圣人修为不是全没了吗？这嫁衣女鬼可恨，滥杀无辜，罪行累累。魏薄也非善类，
勾结妖蛇，吞噬路人，但他们又都各有可悲过往，并非天生可恨。所以说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是不是？可恨更多。哦，那你说可恨可怜各占多少？可用世间律法算一算。那如何确定世间律法是善法还是恶法？老先生这个问题很大，我也得认真想想。善，是非功过有人心，善恶斤两问阎王。为何有此说？因为每个人的道德成长阅历都不同，人心起伏不定，谁敢称自己的良心最为中正平和？于是法家就取了捷径，将道德礼仪拉到最低的一条线。当然，这些律法存在着恶法的可能性，但律法是死的，人心是活的，故而仍要往上去求解。世间的道理都非尽善尽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无法一劳永逸，万事不易。至圣先师给出的法子最笼统也最纯正，所以温和且裨益，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食谱。但前提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吃儒家这份粮食，对不对？身患顽疾，食补如何救命？一定是药补。用药三分毒，需要慎之又慎。知道为什么当时你提出世公学说，我回答的那么快，否定的那么快吗？因为你觉得我的问题是废纸，只有他齐敬春的问题值得你想上10年。世公学说在你之前，我就已经思考了多年。你想让求利益者得利益，更想将生死情欲这些含糊概念打造成一座棋盘，让世间每一念头的枯荣生命都能落在其中，有纲可查，有理依循。但无论我如何推演，只有一个结论：世公初衷极好，但若地基不稳，则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害人更多。那只是推演，学问不去实践，如何知对错？你怎知我没实践？昔日那场3、4之争的结局，天下皆知是我输了，但事由却是亚圣与我以中土神州的2大王朝做赌，他推广礼乐，我推广世功，看60年后胜负优劣。不可能！忘了，辩论需中正平和。你怎么可能会用我的学说做赌？甚至不惜自求功德林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输？我儒家第2圣人，李胜在我们这座天下写满了2个字：崔禅，做和解。秩序。对，礼仪规矩即是秩序，要的就是世间万物井然有序，规规矩矩，为苍生百姓搭起一座遮风避雨的茅庐，换来众生的安稳与自由。哼！齐敬春的学问碰到了屋顶，阿良的修为撞到了墙壁，这些天之骄子凭什么不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，打开屋门，另造新楼？想追求绝对自由，可以呀。但你有什么把握，为了走出这间茅庐，不会一拳打烂了墙壁，撞破了屋顶，使得原本的茅庐变得风雨飘摇？规矩啊，面面俱到，劳心劳力，而且越往后，人心浮动，越吃力不讨好。所以我呢，如今在找2个字：顺序。我想将世间万事万物捋清顺序，比如那可恨可怜，世人若不懂先后之分，连可恨都没有捋清楚，就跑去关心可怜，怎么行？所以老先生是希望所有人都按照顺序这条大道前行。放心，不会过犹不及的，只是在大道源头之上付出功力，
之后水流分叉，各自入海，皆是各自的自由。陈平安，你觉得如何？老头子，你显摆了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收徒吗？你愿不愿意按照齐静春的安排，做我的弟子啊？什么？你们去买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咋不叫醒我？哼，谁让你那么喜欢睡懒觉？这叫有得便有失。哇！还要穿黄袄吗？都怪我那个死脑筋的大哥，非让我听道士的话，红色辟邪，不能图新鲜就换了其他颜色。哈哈，我可听阿良说，红配绿，赛狗屁！嘿嘿，李环，你给我站住！李环，哼！以后见到了那个臭道士，我一定要揍他一顿。20两，15两，那就15两，10两。哎呀！文生老爷，为什么给小师叔买的那几本书那么粗浅？虽然便宜，但是也不能浪费钱嘛。不，天下最有学问的书籍，一定是深入浅出，最适合教化苍生。比如道祖那本5000言，非常廉价，要的就是低门槛、广撒网，这个弟子满天下。道理在书上，做人在书外。人家陈平安钓鱼是靠日积月累，笨鸟先飞。你鱼露，如果不是因为武道修为才钓起鱼的话，我跟你姓。其实你们的身份没有那么简单吧？我是前朝卢氏王朝的太子，之前化名于世禄，是为了让我记得自己的身世，方便自省。太子殿下真是云淡风轻啊！我可是师门上下数百条性命，为你卢氏殉国了，你忘了吗？我自幼因谶语被赶去敌国大黎的书院，从未掌政。谢谢，我能如何？我不叫谢谢，我叫谢灵月，是封神谢氏子弟。身为炼气师，我只差半步就可以跻身第8境龙门境。要不是因为大黎皇后用困龙钉钉入我窍穴，怎会沦落至此？我恨你们卢氏昏聩庸碌，我更恨太子爷，你甘心给崔禅这个仇人当仆役？有骨气怎么不去死？自杀不算英雄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刺杀吗？你，陈平安，能借我100两银子吗？好给仙女侠建座忠义大坟，以表敬佩。我道理懂得不多，但我知道有些账暂时算不清，就先放一放，别忘了就行。聊完了。哎呀，我也透个底，我如今修为尽失，连爬个山都累得像条狗。你们2个要动手的话，就快点。2个废物，瞧瞧人家陈平安，敢说杀我就杀我，你们呢，犹犹豫豫，忐忐忑忑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都不喜欢陈平安，而李保平他们却跟我们3只狐狸恰恰相反？人家有2根心弦，一善一恶，悬在心头。我崔禅的善线极高，几乎等天。所以我眼中看不见几个好人，但恶线极低，所以对我而言，皆可交往利用。陈平安的善线很低，这就是他被当成烂好人的根源。
但这不代表他好说话。他的恶线距离善线很近，一旦他认定了一件事，会极其果决，比如杀我。陈平安是面镜子，会让你清楚地看见自己的不好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们两个骨子里的傲慢劲都快渗出来了。就凭你们，也配看不起陈平安啊？他可是我摧残的先生。啊，是。有话好好说，饭我就不吃了。哎，文生老爷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？是说拒绝做我闭门弟子的事情吗？不生气，失望是有一些的。老先生说的很多道理，我觉得很对。比如可怜可恨顺序之说，那个嫁衣女鬼，我当时就很想杀，现在更想杀她。我想对她说，你有你的可怜之处，但绝不是你把痛苦转嫁给无辜人的理由。所以她该死。我仔细想过，我不是那种能把学问做到很远的人。读书识字对我来说，就是能自己写春联，能给爹娘写墓碑。所以老先生，我不会做你的弟子。我堂堂文圣，想要收你做闭门弟子，多大的福气砸在你头上？难道不是赶紧收起来，落袋为安才对吗？有些违心的事情，一步都不要走出去。如果连自己都觉得做不到，仅仅因为不好意思，怕别人失望就答应了别人，那才会真的令别人失望。那如果以后你后悔了，会不会改变主意？当然，但如果那时你不愿意收我为徒，我也绝不强求。犟得很啊，像极了小琪当年。恐怕这就是当初在小巷里，他愿意对你作揖还礼的原因吧。罢了，既然时机未到，我就不强人所难了。你头上的玉簪是我拿走的，只是为了让你简简单单而已。这块无主剑劈叫笑风都，送你。以后有机会去中土神州，一定要带着他去趟穗山，喝上一顿美酒。我说破了嘴皮子都不肯答应我做弟子，东西怎么收下来？再句句好意，就伤感情了。因为这东西像银子啊，小叔叔能不喜欢？老先生坐而论道，少年郎起而行之，善大善。我怎么愈发觉得我真他娘的牛！陈平安，人不风流枉少年，一定要喝酒，喝酒好啊！要在合适的岁月做合适的事情，别怕错，更别追求不错。什么都经历过了，以后大道独行的时候，才不会后悔。小宝平，一定要珍惜陈平安。不要因为他做的太对，就觉得他不近人情，反而与他愈行愈远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那样的话，陈平安也会变成第二个小琪。小平安，我们讲道理，不是为了让自己委屈，而是哪天觉得整个天下都不讲道理的时候，你有底气去跟这个世界说，你们都是错的。老平安，我在这儿呢。我问你，你将来书越读越多，
但如果有一天，天下的读书人开始指责小宝瓶，骂他不知羞耻，竟然喜欢自己的小师叔，你咋办？我喜欢小师叔还有错啊？这些人怎么读的书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得先握过我的拳头，而且小师叔除了拳头还有剑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一定要告诉小师叔，就算远在天边，我也会赶来护着你。少年的肩膀，就该这样才对嘛！什么家国仇恨、浩然正气都不要起，先挑起清风明月、杨柳依依和草长莺飞。少年郎的肩头，本就应当满是美好的事物。将来小师叔御剑飞行，咻一下，从万里之外来到你身边，到时候你就跟人说，这是我小师叔哎，帅不帅气，厉不厉害？帅气帅气帅气！帅气！陈平安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那半个崔禅，以后就交给你了，替我言传身教，其中身教重于言传。文胜老爷，你怎么总护着那个大坏蛋啊？没办法呀，他走错路，过大半在我。当年教导有误，不该那么斩钉截铁、全盘否定，给他造成一种我很武断下结论的误会。以后你们对身边人不要灯下黑，否则会很伤心的。小宝平，下次见面可别喊我文胜老爷了，师祖还是师公的称呼，随便叫一个。你们呢，不要总想着快点长大，越长大身不由己的事就越多，衣服靴子越新越好，朋友却是越老越好。可老了，就会有老死的那天。林守义说山上神仙能活100年甚至1000年，那100年后、1000年后呢？那我先走。小宝平啊，你这样的好姑娘，若是有天不在人间了，我这个老头子恐怕喝酒都没滋味了。对，咱们谁都不要死。这就对了。走喽。师公，咋了？你不是应该咻的一下就消失不见吗？咱们又见面了。我叫高轩，专程来接你们去往我大隋的山崖书院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那条金色鲤鱼还有龙王蝼，害我差点死在大黎边境上。幸亏我当时谎称高枕，让我兄弟帮我背了锅。别紧张，我很感谢你。这次我会尽可能补偿你。请。原来齐先生这么大力气啊！
有齐庆春的嫡传弟子坐镇，算是给大隋雪中送炭了。从此大隋的山崖书院名正言顺喽。小师叔呢？我说小师叔呢？老平，小师叔不告而别，没有跟你们一起进书院。要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，走了这么远的路却没能善始善终，是我这个小师叔没当好。你们要好好读书，以后有了出息，小师叔好跟人吹牛，说我陈平安认识李保平，认识李怀，认识林小一，认识天下第一位女父子。小师叔，小师叔！回去之后，我会去你家里报个平安，也跟你大哥说，你这一路上都很听话，也很能吃苦。我给你，还有李怀、林小一，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玉簪子，算是一别赠。小师叔的字写的不好，你们可别嫌弃啊。如果觉得不好看，藏起来就是了。这一路上我也没帮什么大忙，都是你们自己解决。还有，李怀胆子小，以后你要多找他玩，别让他在书院被人欺负。林守一性子冷，你也要多和他聊聊。于洛和谢谢都很厉害，以后真有了冲突，宝平，你千万别急匆匆一个人冲到最前头，可以找他们俩帮忙，不用难为情，哪怕欠了他们人情，以后小师叔帮你还就是了。还有，就是记得收好阿良给你的银色小葫芦。事情都交代的差不多了，最后小师叔还是要跟你们说一句对不起。先生，小师叔，小师叔，不能哭，小师叔看到要伤心的。先生，既然舍不得，怎么就偷偷走了？你这个当小师叔的，就不怕他们在书院给人欺负了？哎呀，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等等我吧，先生。先生，新衣服买都买了，怎么不换上呢？百事忙，千事忧，到头来万事休。天凉好个秋呀，好个秋！先生，马车没动过手脚，上来歇歇。
你驾车就是，我跟得上。先生是不是后悔自己走得太快了？应该留在大隋多陪陪他们。哎呀，也不知道那群小崽子们会不会被人欺负哦。先生，那是过山计，能出水半月不死。不过他们对水质要求极高，可能栖息地发生了什么变化，所以这才过山搬家。哎呦，这可是万尾才会诞生一条的金色灵物啊！山上势力最喜欢化养此物，能精准判定宗门灵气流散情况。宝兵肯定喜欢。哎呀，马车是真没动手脚啊！哎，先生，等等我吧。来看看。姑娘，看一看，你看我这什么都有，大的小的都有。二位看看啊，这都是新鲜的螃蟹鱼。我要这只大的。啊，这个啊。明明8条腿，还蟹6贵而2毫。曾经我也像你们这般远游求学，拜在了老秀才门下，成了他的大弟子。那时候老秀才名声不小，一穷2白，偏偏规矩还多。我们师徒俩混得很惨，饥一顿饱一顿。哎，都怪先生的道理不值钱，连个辛苦费都没挣到。是听道理的凡夫俗子不识货，总有一天，先生的道理能名动9州，慕名而来的弟子无数，至少仙师都会逊色几分。小禅，你这马屁功夫炉火纯青啊！学生，我这是真心的马屁话。先生，有天晚上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就动了点歪心思，挣了点钱回来。从此之后，你我不再是师徒。不义之财送回去，至于你以后是坑蒙拐骗、打家劫舍，我管不了。连个开山弟子都教不好，我没那本事。是，但希望先生能留下1、2颗银锭，买几支好些的笔。笔都秃成那样了，就算肚子里有点学问，也倒不出来。哼，你给我等着！先生不吃？先生牙疼，吃不了这些。那笔呢？学问在这儿，跑不掉。小禅，这只螃蟹吃了就没了，但先生肚子里这点学问，你只管拿，能拿多少拿多少，不花钱。我们读书人只要1天不饿死，就要讲1天道理。那先生，这段蟹6贵而2毫，是不是写错了？螃蟹明明是8条腿。哼，你懂什么？6条腿的螃蟹才叫稀罕。先生就是先生，肚子饿扁了，嘴都是硬的。那是我崔禅第1次离开文圣门，虽然只有短短1个时辰，这件事就连我那师弟左右齐敬春都不知道。哎，不提了，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，灰都瞟我眼睛里了。好，曹府公子驾到！曹府公子来了，快闪开！这，让开！不让开！还有危险，快躲开！小心啊！这条路是老子走的，找我试试！老狗不长大！
王八蛋，眼睛还不如定眼有用，以为自己是皇帝啊？你没事吧？有啥事儿？就这点场面，别想吓唬小爷我啊！嗯，你们是读书人吧？头一次来州城，那一定要去看看芝兰府啊！芝兰府？那可是州城宝地，汇聚天下名书，满满的书香气，能延年益寿，还能驱邪避祟呢。哎呀，只可惜这会儿曹家人把好地方占为己有，不让人进。先生，我倒是听说那栋书楼里盘踞着一头活马，看样子该是他蜕皮的时候了，指不定会发生什么变故呢。大白哥，你倒是有些大见识啊！哼，和小爷我聊得来。先生想管？我本事就这么点儿，管不过来。哎，先生本事是不大，但学生我不一般呢。如果先生想凑这个热闹，我就为先生排忧解难。走了。哎呦，我脚给崴了！该死的曹家人！我千里迢迢而来，就是为了见芝兰府一窥。这可怎么去啊？啊，先生，不如我送他去曹府，先生在城门口等我便是。你什么时候这么热心了？近朱者赤，我这不是被先生感化了？你这个弟子倒是挺上道的。遇事先讲道理，两个时辰，如果你还没有回来，我就自己赶路了。唉，先生真绝情啊！陈平安真绝情啊，一声不吭就走。离别之仇啊，个人有个人面对的方法。这么会为他说话，人家送你玉簪了吗？我没有不奇怪啊，可是你没有就不对了。这么漂亮一个大姑娘，哎，动口不动手啊！哎，这要是陈平安的鱼竿，你还敢这么泼辣？我跟你姓！你也太勤勉了，就不能休息休息吗？论勤勉，谁能比得过他呀？我不想被陈平安看不起。走那么快干嘛？都没来得及喊你一声小师叔。不过，陈平安给担心了。又逃课啦！读书人爬树，有辱斯文。啊，老先生，我知道书院有规矩，我认罚，晚上就抄书。放心，我写字比跑步还快。宝平啊，至圣先师到了70岁才敢随心所欲不逾矩。如果一般人光顾着自己开心，什么规矩都不讲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当然。我道理讲完了，你呀也不用抄书了。老先生的学问很不错，这么高。那等我小师叔识字再多一些，就这么高。哦，那你小师叔可了不得，将来能保护好我们的小宝平。哎，景春，早知道应该见一见那少年的。喂，大白鹅，你有胆量把那张符纸给撕了吗？你小子行啊，有种！嘿，怎么样？以后跟我混，我罩着你。啊，不敢不敢。我堂堂玉江小郎君，和这儿的水神是好兄弟。嘿，喝酒吃肉，从来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定。
放心，小爷我讲道理，不吃你。等我吃掉那条活马，再来找你。哎，陪小孩演戏还真累。我乃云游四方的散仙，见贵府妖气冲天，特来相助。滚滚滚！哪来的骗子？来者何人？在芝兰府撒野！先生，你看看，道理讲不通啊！这个也挺短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才不是东西呢。算了。齐先生说，如果你不开心，我可以从槐木剑里出来陪你说话。谢谢。这段时间，我跟着崔东山一路走来，才明白，不是学问大人就会好。这个世道，像崔东山这样学问大的坏人太多了。既然崔东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，为什么文胜老爷还要让他拜你为师呢？我想不通。所谓近朱者赤嘛，所以文胜老爷才希望崔东山能够跟在你身边。来者何人？好一个芝兰之士！你们暗中镇养火蟒，汲取书香之气。可惜这玉江之中还有条水蛇，觊觎火蟒已久。它会趁火蟒脆皮虚弱之际，将其吞杀，转化为自身修为。你怎知我曹家的事？我还知道，你们明知这场水火之争会害死城内1000余人，却非但不提醒城内百姓躲避，反而使了障眼法遮蔽天机。难道是想利用这场浩劫称霸一州？我不管你背后是谁，我劝你曹氏大业莫要插手，不然你就是死的第一个。我的好脾气都在大门口用完了，现在我要登楼。你真当我芝兰曹氏是软蛋吗？我数3个数。3。你小子倒是怕死的很啊，怕死好啊。2、1。少年不知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为赋新词巧说愁。想当年我被爷爷关在书楼苦读圣贤书，若是有你这样的家伙陪我说话解闷，我可能今天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。我把那水蛇放进来，打断了你大道机缘，你不生气？你当时若执意蜕皮，数百年修为就沦为给那条水蛇做嫁衣的下场了。行啊，你小子竟然扮猪吃老虎，不但出手狠辣，眼光还很独到。你要是帮我吃掉那小丫头，以后我让你横着走。乖乖把真身放进来吧。
还有你，有没有好处啊？有啊，比如活下去。好啊！哎呀，解决了你们的麻烦，我却丢了个先生。邱东山，先生放心，我这次可没有滥杀，有几个运气不好的是死有余辜。我相信你。啊，太阳打东边落日了。崔东山，你知道为什么让你跟我一同回乡吗？知道啊，你觉得我是坏人，不安好心，怕我狗改不了吃屎，所以宁肯自己睡不踏实，也不愿意那些孩子出意外。崔东山，你不是好人，但你比我聪明很多，也知道怎么对付坏人，所以我想求你一件事。先生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如果你愿意返回大隋京城，真心保护宝平他们，那从今天起，我就答应你当我的学生。啊，你一言为定。还是算了。先生，其实我早就猜到这一步了，连离别赠礼都准备好了。这条火蟒虽断了大道良机，但自有几曲书香气。性子温顺，最合适当小书童。那条水蛇性格暴戾些，但能帮先生开山过水，很快就会来磕头认错。哎呀，哎呀！先生饶命！小的愿意赴汤蹈火，肝脑涂地，虽死不悔。赶快进来，我直数30。1，罢了罢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别不识好歹，我家先生是离珠洞天的土财主，只要你们好生伺候着先生返乡，少不了好处。一颗上等射弹石补偿你的损失，可以吗？奴婢愿追随先生。我早就看出老爷你身份不凡，老爷缺不缺暖被窝的丫鬟啊？只要老爷点个头，我就去跟老爷抢过来。抢你的！他告诉我2句话，一句是文胜老爷给你的临别赠言，一句是齐先生赠给毛晓东的临终遗言。天人相分，化性其伟。另一句是礼定伦，法治罢。齐敬春的甲子教化，离珠洞天孕育出了这个金色香火小人，文运与武运交融，实属罕见呐。先生不妨将它放在落魄山的山神庙里供奉。既然陈平安认了你做学生，文胜老爷的另一句话，我觉得可以说给你听。洗耳恭听。学生问：谢六贵而昂，可是比物？先生答曰：穷秀才，囊中羞涩也。怎么了？原来谢六贵事出有此。老头子，这么委婉的道歉，我接受了。这位大哥，请你行个方便，行个方便啊！实不相瞒，我今日真是第一次见到螃蟹，以前我连它有几条腿都搞错了。平常总是听人说蟹鲜美无比，可怜囊中羞涩。烦请大哥舍我一个足矣。我的真名叫崔婵婵，因为爷爷希望我道德品行、学问修养兼具名山大水之美，志于两全。但我舍弃了一个婵字，逃离家乡，才拜入老秀才门下。兜兜转转，如今又多了一个先生。先生一路保重。如果我死在了大隋，我会帮你建一座衣冠冢。他娘的衣冠冢这词儿都知道了，这一路跟着宝平他们叔真没白读。你自己小心。先生，其实玉簪店那对母女并没有死。
天上起而行之，你我共勉。国师大人有何吩咐？接下来，劳驾你送我去往大隋。咋了？不好意思啊。远古时代，神人乘龙，跟今天有钱人骑马骑驴差不多嘛。那我在楼外等你。走喽！老爷，那家伙真够凶残的。他是我学生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老爷他不会是学坏了吧？尚书大人，那些大理的孩子忒不像话。李怀榆木疙瘩不开窍，林守一逃课去看道家杂书。哎，还有这个，你看看，李保平在圣贤书上画武夫打拳，哪里有半点读书人的样子？毛老这么说，我只想问问，是齐敬春学问大，还是在座各位大呀？那是齐敬春眼光好，还是诸位先生好？他们身上的光环太大，势必会令一些大隋本土学子心生嫉妒，甚至怀恨在心呐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和树有什么关系呢？夫子还说，刚才，别过去，起来啊！狗屎般的东西，没劲。不知道齐敬春金传弟子的屁股踹上去，会不会比踩屎的感觉好点？丢了。你躲了我好几天，把头抬起来。摔了一跤。说。打不过人家，是我舍友，但我一个打3个，没给你们丢脸。走。李保平简直无法无天，居然提刀打了3个学子。其中还有一个是怀远侯爷的宝贝儿子。谁偷了李怀的泥人？拿出来！谁打了李怀？站出来！就你！把草鞋给我放下！好啊，跪下来求我呀！啊！你家的嫡长孙想找李保平理论，半路却被林守义打得昏迷不醒。一群人找一个小姑娘的麻烦，大隋的学子还真是出息。今天就让你们这些泥腿子长长记性，这里是大隋，不是大理。
那林守一被打时，也没见谁拦着呀。咱们潘将军公子的做派跟山匪有什么区别？大梨蛮子在这儿撒野，呸！偷袭固然不讲武德，但私下斗殴的禁令才刚颁布，那谢谢就把潘公子打得七窍流血，哪里有半点文人风雅？怎么，皇子公卿的公子们能打人，一乡求学的孩子们就只能受委屈？哪来的委屈啊？这些外乡学子，下有夫子们关心课业，上有皇帝陛下亲赐重物，反倒是大隋本土学子心中憋屈。因为这事儿，早些年追随毛老从大理旧书院迁徙来的学子们，都站在了李保平这边，与本土学子针锋相对。山崖书院大有分裂之势啊！荒谬！毛老，你说句话呀！那就这样。哼，此事背后定有人推波助澜。大隋供奉石井炼气师采精神，还守在东华山下，是懒得管，还是不许管？又或者是大理国师暗中作梗，挑拨书院和大隋的关系，想彻底断了山崖书院的文脉香火。毛老，书院学子李长英带着闲人身份和御赐职务，亲自道歉去了。听说他在观湖书院通过了9位君子的共同考试，获得了儒家贤人的头衔。咱们大隋礼部右侍郎亲自出城施礼迎接，而且我听说陛下让宫内一位大雕寺送去了一套价值连城的文房四宝，一式加冕。我希望此事到此为止，林公子的损失由我一力承担。我也收藏了不少奇珍异宝，改日给李公子送来几个。不用。这位姑娘智勇双全，颇有侠女之风。可学院不是意气用事的江湖，望姑娘化干戈为玉帛，长英不胜感激。要不我去跟他们道歉？道什么歉？如果先生和小师叔在这里，要被你气死！是我害林守一受了伤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没完，我不怕被人打死。但如果保平爷爷受伤的话，沈平安这辈子都不会理我了。李华，没错就不要道歉。小师叔如果在这里，一样会说李怀你是对的。书院都是坏人，如果陈平安在这里就好了。呀，咱们李怀李大将军哭得这么伤心啊？打不过忍着呗，多大的事儿？没办法，就算给我降服刀，我也打不过那个李长英。如果陈平安在这里，会怎么做？陈平安会先好好讲道理。讲完了道理，如果对方还是不讲理，小师叔就会再用拳头讲道理。那我就懂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来的路上，都是陈平安守前半夜，我负责后半夜。以前是这样，以后也该是这样。到了龙泉县，老爷能不能别让我做铺床扫地的杂役？不小心给我兄弟知道了，多丢面啊！以后还怎么给那帮妖怪水鬼当大哥？不是我吹牛，老爷如果顺道去我家，有的给老爷一个锣鼓喧天、江水沸腾的隆重仪式。力道没掌握好。没事。哎，老爷。不瞒你说，那轰动黄庭国的大事，我为我水神兄弟一肩扛之，被凌云派太上长老追杀2000多里，英不英雄，气不气概？他是拿你当挡箭牌，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知道了却不在乎？嘿，你个小娘们，懂什么兄弟义气？敢在老爷面前坏我形象，等我到了小镇吃掉石头金阶，彻底压过你就吃了你。最后拉屎拉出来！
不过你要是能给老爷暖被窝的话，可以考虑留下。少胡说八道。老爷教训的是。再来。老爷，好猛的拳头，堪比施救五夫啊！老爷，看在我辛苦为拳，还强忍住不吃掉那傻妞的份上，老爷能不能……等回了家，多给你们1人1颗蛇胆石。凭啥他也有1颗？那我得要2颗。2颗是吧？是。都没了。老爷，我知道错了，1颗。学生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先生笑纳。放心，字就只是字，没有算计。不用帮我，还是把你书箱里的东西分献给我吧。老爷，我可是活了几百年的活蟒，一座山都背得了。老爷，这么抠门，大概率是找不到媳妇儿的。要不要我帮你收几房小妾丫鬟？不要。老爷，如果他们不收聘礼，孩子带丰厚的嫁妆呢？真不动心？不动心。为啥呀？有心爱的姑娘了。就老爷这性格，喜欢的姑娘怕是个缺心眼儿吧？老爷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难不成是老爷你救了他，还特意给他洗衣做饭？世间竟有我宁瑶也做不好的事，那这世上就不该有奸药这么回事。想笑就笑。后来我惹上了麻烦，他不但愿意帮我，还把鸭拳刀借给了我。那是我这辈子见到过最美的画面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把刀还给他了。老爷，你，哎呀，木头啊！哎呀，老爷，你这样人家怎么会喜欢你呀？那就是山上的神仙跟你们之间牵红线都没戏。老爷，别在意呀，万一他真是个缺心眼呢？啪嚓，王八看绿豆看对眼儿了。老爷，你看我其实也挺眉清目秀的。傻妞，快借我胭脂水费用一下。消失。长夜漫漫，大爷我无心睡眠呐。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傻妞，要不你给我当媳妇儿吧？啊！臭流氓！啥玩意儿？这是天大的福分！你祖坟没有青烟了，晓得不？你以为我真喜欢你啊？我要不是贪图你那颗尚未到手的蛇胆石，我……切！你就仗着老爷给你撑腰吧。不知道宝平、李怀、林守义他们怎么样？你是余禄吧？找我有事？哎，这是你买药的钱，如果不够，容我先欠着。有意思，但你在我道歉之后再挑衅，先前还占得一丁点道理，现在可就完全没了。哼，真心道歉的人，可说不出那样的话。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
多适合你们这群大理蛮夷。哼，按那家伙的说法，对你这种人就该用拳头。哼，洗阵。以剑修手段防御，又以道家神通转移，再以兵家技击正面迎击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神而不神，如礼何？还不收手！年纪轻轻就如此心肠歹毒，李怀的泥人尚未找到，卑劣的辱骂全都进了李保平的耳朵，下作的手段用在了林守一身上，而该道歉的人一个屁都没放。好，老夫倒要看看，等你小子躺在地上了，还有没有道理要讲？六亲无夫，哼！碍于书院规矩，我会给你留半条命。我求你厉害一些。竟然拿我当磨刀石破镜，找死！唉，我家先生有事，弟子服其劳。哟，李二大爷，幸会幸会啊！姓崔的，我儿子的事和你背后的那些谋划有无关系？说不清楚，我先打死你！如今我只是崔东山而已。可你家宝贝儿子是半个同门师兄弟，你可不能胡乱打人。而且大隋底蕴深厚，不容小觑。我会替他们出气，你可别胡来。不如你先去学社看看孩子。不做点什么，我这当爹的可没脸去见儿子。哎呀，时至今日，那些惹事的家伙背后的家族长辈可是一声未吭啊！你要真气不过，可以找他们家长辈说道说道。毛晓东，你成心恶心我是吧？要么进去静香，要么把事情掰扯清楚，否则我只要看你一眼，我就是孙子。小东啊，我这次来就是想好好读书，没事晒晒太阳，哎，陪你下下棋，顺便照顾那帮孩子。我只知道狗改不了吃屎。不信我就算了，墙上二位要我捎句话给你。小心是你的遗言。天人相分，化性其尾。另一句是李定伦，法治罢。不再聊聊？赶紧洗眼睛，不然得瞎。哎呀，我
我这副少年皮囊确实是倾国倾城。看在先生和师兄的份上，我信你一次。崔禅，你胆敢做出有害书院的事情，一次我就出手杀你。大隋的谍报可不比大黎差，那我就以谢谢的师门长辈出手好了。老头子，你最得意弟子的最得意弟子遇上了麻烦，我又被自己先生托付重任，你不表示表示，说不过去吧？不如借我3镜用用呗。不是，老头子，你当真不管我了？你他娘的怎么当的先生？老魔蛋！喂，听见了吗？我骂你呢！真是无情无义。好，我说全。陈平安、李保平。单镜，行，还多给了1镜。先前认你做先生，算我崔禅瞎了眼。今天起老子叫崔东山，只是陈平安的学生。啊！爹娘姐姐，我想你们了，他们太欺负人了。开不开心？意不意外？先生没来，就我孤苦伶仃一人。李怀，陈平安夸你胆子大，有担当，是条响当当的好汉。真的吗？你傻呀！小师叔会这样夸人吗？他最多就是朝你伸出大拇指。小师叔的称赞都留着给我呢。先生对宝瓶自然是最好了，特意为你抓了一条金色过山锦。他说等回乡让你大哥先帮你养着。我就奇怪了，先生那连油盐都不肯多放的吝啬脾气，到了你们这儿咋就这么不把宝贝当宝贝？他也不傻呀。别！陈平安的信很快就到了，他还叮嘱我的学生崔东山还是个大坏蛋，千万别信任他。但是遇上事情，可以找他帮忙。真正的江湖侠气，从来不在于逞一时之快。山高水流，来日方长。跟人结仇，那就先对付了仇家，再欺负人家的子孙。记住喽，修行之人报仇也好，报恩也罢，100年都不算长。好了，正事说完了。我家先生因为担心你们，这一路就没有真正静下心来，所以接下来你们就安安心心的求学，其余事情不用管。公子恕罪。坐吧，说说看为什么会出手收尾。第一是因为冲动就做了，第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把大隋剑修当作是自己武道上的磨刀石。继续。不然我来帮你说。我只要不死，以后陈平安就会觉得欠我一个人情。公子之前说我和谢谢性情跟陈平安差了10万8千里，这辈子都做不了朋友。我知道公子多半是对的，但不甘心，想试试看。只是实在没想到公子会去而复返，请公子责罚，
一举三得，做得漂亮啊！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责罚什么？公子就不怕身份泄露？以杀止杀，以恶制恶，知道吧？你们两人选一个人泄露，比如封神谢氏的谢灵月，我就以他的师门长辈现身好了。如果是你，那我就是卢氏王朝的隐蔽看门人之一，给大隋一个看似荒诞的理由，合理出手打服即可。选我吧。哟，怜香惜玉。不要以为你已经看透了我，当心一叶障目。但若能看透彻细微的最深处，也好到不能再好了。要知道，这其实就是我的大道之一。崔国师的大道之一，又岂会极小？若是有人彻底看清了这一页，以小见大，当真还会障目。得了，活动活动筋骨。那个叫蔡精神的老乌龟王八蛋，快来认祖归宗！你18代祖宗我，今天要跟你讲讲家法祖训，快点沐浴更衣，磕头听训。谁他娘的找死！老祖宗找龟孙子，不是找死。给我滚出来！乖孙儿，你快点滚进来！哪儿来的疯子？给我死！蔡精神，手脚利索，快点拿刀砍死自己，记得砍得心长一些。他娘的，谁借你的狗胆，敢欺负老子的门下弟子？如此招好，再来！你他娘的这是祖宗给你的马尿，还来不来？你个疯子！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好，总算知道孝敬你家祖宗。小子要找死，老子便送你一场！枪不错，祖宗替你收下了。最好有命拿！自量力！来而不往非礼也。老祖宗打赏，孙儿蔡精神好好接着。什么？死气法医？他娘的到底是什么人？还敢顶撞祖宗？张嘴！本大仙的名讳说出来，怕吓死你。龟孙蔡精神，乖乖听训。蔡家庙堂供一胎，香火熏出个臭酸菜。天外祖宗来，慌把门前3包赶。欲扯风雷胡门面，反用枪锋陷庙盖。实境修为七上落，恬不知耻老奸坏。若非启得祖宗来，骂人又菜又无赖，竟不知错不悔改。今日叫你得训诫，无功无德又无脸，竟还敢叫嚣在阵前。难得祖宗贤，手养身壮健，那便咒孙100遍100遍。放屁！你个聒噪小儿，休得猖狂！敖小宗，书院不管这疯子，蔡精神来帮你管，只管收身便是。我先生不多，如今就一个。师兄弟看得上眼的不多，知己朋友不多，入眼的美人不多，可我法宝多呀！今儿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孝孙！
这么欺负我儿子，干你娘的大隋！哎，齐先生，我知道规矩。那婆娘挠得我家媳妇儿满脸血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就去问候了人家祖宗，还拆了人家祖师堂，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。放心，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是来喝酒的。爹，我饱了。酒不好，齐先生对不住啊。好喝。我年轻那会儿经常喝这样的酒水，而且脾气比你可差多了。书院那边还是没有动静。毛老只说会给陛下一个交代，不曾说何时入宫。可毛老不来，寡人总不能催着书院来讨要公道啊。这股翻书风真不好请啊！大隋皇帝何在？这家伙到底有多强啊？如此胆大包天，厉害至极的九境武夫，容我去会会他。若是输了，陛下再露面即可。别输得太难看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咱家是不会借用京城龙器的。当初竟没看出阁下的深浅。互换3拳，你若赢了，就可以见到我们陛下。我先让你打上2拳便是。好。还有1拳，只管出手。但是，我也要出手了。众将士都退守城门。大宗师好气魄，我们再来。请赐教。先别急，还要一口一口吃。比起宋长敬，这磨刀石还不够沉。还不肯喊你主子出来吗？大隋皇帝，你要么继续躲着，要么就再来个能打的。实在不行，让所有人一起上。小心一点。陛下放心。龙臂阵法起！
第8境了。看来只要身处这护城大阵中，所有炼气师和武夫都要受高噬龙气压制，跌落1、2个境界。无妨。喂，乖孙子，祖宗还有很多仙奇法宝，你可别太轻易被打死啊！是以阵法将我压到8境，又用类似兵家的请神之法提升自己的修为。虽然只有1境之差，可大隋京城付出的代价要小很多。你想要觐见我们陛下，可以，但是万万不该如此托大。毕竟我们大隋朝廷是要面子的。你的意思是9境武夫的拳头还打不过你们大隋的颜面？倒是真可以这么讲。出武英殿广场者，输！成！好拳！再来！你李二的拳头破得了墙，破不了大隋的规矩。小心我们陛下得滚出去，再爬上来拜见。一个9境武夫，也敢来我大隋撒野翻天，休想！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好一个大宗师，身陷虎狼环视之地，还能如此不讲道理！我小孩这么懂事还受人欺负，都怪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。今天大隋皇帝不来见我，我就把他的大隋打碎。他怎么会重返9境？我只向大隋皇帝讨一个公道。你这拳头再硬，也打不破我大隋的天。今日得让你瞧瞧什么叫王朝颜面，什么叫王朝雷霆。大隋皇帝想见你不太容易啊！这大阵怕是……毛老，您终于来了。我心里有些话不吐不快，却又嘴笨说不明白，那就哪个明白？休得放肆！放心，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是来喝酒的。你让我想起了一个兄长朋友，他和你很像，强者拔刀向更强者。我没到，那就是强者出拳向更强者。如果9境实力打不服你们，那就破开他娘的9境！9境巅峰！你李二过境，不在生死间，拳向更高处，出心中一口气。都给我起开！好，好，好。原来齐先生早就看透了，我李二一直在走却从未自知的大道没有错，使劲的感觉舒坦，比起吃儿子剩下的鸡腿，滋味是要强上一点。你放心，我不敢说把李怀教得多有学问，但一定会让他做个好人，心性不比他爹差。齐先生，这就足够了。如果还能再和齐先生一起喝酒，就更舒坦了。大隋皇帝，你再不出来就别出来了。
个龟孙儿！呸！7圣5夫的拳头，当真了不得。我是山崖书院的副山主毛晓东，特为李怀的事情而来。不知大宗师可愿随我去觐见陛下？还要再打一场才行。哼，你们大隋如果觉得道理在自己这边，那我们就继续开打。我知道你们大隋底子厚，不怕折腾。可我李二就奇了怪了，大隋当官的如果都是这个鸟样，我儿子李怀以后就在这种地方读书，能读出个什么来？需要那些家族向李怀公开道歉吗？一群大老爷们儿跟一个孩子道歉算怎么回事？而且我也不希望我儿子在山崖书院没法安静读书。李二先生确实明理，寡人应该早早与你相见。哎，我可不是什么先生，毛老还有书院里传授李怀学问的夫子才是。我就在这等着，陛下可别故意拖着我。寡人这就去让人传话。毛老何以教我？很简单呐，让那些家族的人全都进宫，给李二低头认错。毛老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就在等今天看寡人的笑话？实不相瞒，我也不知道李怀有这么个爹。早知如此，我就早些进宫面圣了，哪里会闹出这么大动静？寡人没那么糊涂。这次李二愿意点到即止，毛老公莫大宴，寡人会让礼部加冕。不用。为何？君子之道在于以义制利，以心御物。当博学之，慎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成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这正是我山崖书院真正的学问所在。以后10年100年，我山崖书院仍会如此传道授业，教书育人，为大隋呵护培育真正的读书种子。朕为大隋社稷，先行谢过山崖书院。毛晓东为山崖书院坦然受之。毛老夫子已经给过他们惩戒，特意让他们来赔礼道歉的。哼，他们这样欺负人，一声道歉就想算了吗？我们真的错了，过而不改有什么用？我可不会再受你们欺负了！哼！你要去哪儿？继续跪着。在家有娘护着我，在外面有陈平安他们护着我，我好像一直在给别人添麻烦。他们因为我受伤，比我自己受委屈还难受。我胆子怎么就这么小呢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破门而入，有何贵干？他娘的，又来了个疯子！直径5夫，你是蔡京神，对吗？我不是。有本事再来一场！我在跟那天的白衣少年说话呢，跟你没关系。爹娘姐姐，我想你们了。儿子，儿子。爹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家怀子都瘦了，娘亲的心肝都要碎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好得很呢，我还有好多好东西呢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。走，慢点儿。怪胎年年有，
今年特别多啊。咋样？陈平安给我做的，好不好看？羡不羡慕？好，好，真好。还有这个，嘿嘿。这一路没被人欺负吧？没有，有陈平安护着我们呢。他人可好了，啥好东西都给我们。可惜李柳配不上他。林守一还凑合，也能陪爹喝点酒。你一口一个陈平安，是谁啊？家里有钱吗？哎呀，娘，过日子要看人品。就像我爹，虽然穷，但对你多好啊！你好好珍惜吧。哎，娘啊，我想去买一盒胭脂。去年不是刚买了一盒吗？你这么败家，那将来谁敢娶你啊？爹，这壶贵，你先喝。那壶便宜的，回头饭桌上再喝。嘿，娘亲就不会说你败家了。爹，我以前在家里待惯了，就觉得谁对我好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可跟陈平安一路走来，我才知道，外面的坏蛋多着呢。唉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像你这样对我娘、我姐还有我都这么好的男人，太少见了。爹，以前对不起啊。儿子，陪爹喝点儿。好难喝呀！爹，这2天就带上娘和姐姐，好好逛逛大随京城，哪怕买不起好东西，看看也好。以后等我读书有出息了，我给你们买。阿姨，我的书院过得很好，真的。儿子知道心疼爹了，高兴，比出拳破境还高兴。这么多年，爹一直在压制你的天赋根骨，如今不用再藏着掖着了。至于最后能走到哪一步，全靠你自己。神君开山造洞天，人家李怀是什么命啊？人在屋中坐，福从天上来，哪像你这个赔钱货，机缘送到手上都接不住。余禄就跟你不一样，明知不可为，却想借那老剑修当磨刀石破镜，还能让陈平安欠个大人情，说不定就成为朋友了。由于我对外称你是我的门下弟子，那么接下来，你就是卢氏王朝第一仙家府邸谢灵月，懂了吗？昆仑钉，谢谢公子。记住，以后做事要拼命，不然就找个地方上吊去啊！该如何是好呢？不如还想当我师娘，老子要被你笑死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不接受如今的自己，就算我帮你把昆仑钉取出来，你又能走多远？哎，不像我家先生心思澄澈，未来大道可期。先生大道清水，竟能让三教祖师和气机并肩而行。先生在上，受学生一拜。
老爷，给你看点好东西。好戏来了！苏仙子，可是你大有我的心头好啊！你瞅瞅，这身段，这气质。非礼勿视。只换老爷一颗蛇胆石，成吧？下雪了。人生好没意思啊！老爷，栈道那边来了一双男女，男子瞧不出什么，可女子好大的妖气，怎么办啊？哟呵，还是个狐妖！世间狐妖多姿容绝美，老爷，我这就给你抓个暖被窝的通房丫鬟。嘿嘿。雪夜赶路，我与侍女委实疲惫不堪，公子能否让我们休憩片刻？可以。老爷，我们不如……你们别乱来。我让侍女提前释放了一些妖气，算是打招呼了。公子放心，我们并无恶意。公子的武道境界不高，拳艺却很扎实，实属不易。坚持下去，只境可期。谢过先生美言。这个字知道怎么读？真是无巧不成书。公子，你这长生桥断得有些可惜了。想要修补，难如登天。不如另辟蹊径，重建一座。白老爷，您前不久刚和文生见过面，就遇到了他的弟子，难道是两边圣人的阴谋？我这次远游散心，无欲无求。如果这样还要算计于我，那我不如便攻陷那道城墙，让这座天下换一个主人。又能？你虽是妖子，却自幼生长于浩然天下。为何如此热衷介入那场人与妖的纷争？两座天下生灵涂炭，十室九空，很好玩吗？老爷饶命！我觉得不好玩，一点儿都不有趣。青樱，有些事情暂时不是你能掺和的。如果不是念在当初那点香火情，你已经死了。大妖真他娘的大呀，比天还大，还只是个侍女，那个男人岂不是更变态？不一定啊，我们家老爷就没我们厉害呀。对，傻妞，你会不会说话？陆晨敕令。白老爷，没事了，无非是井水不犯河水。好嘛，有心找你，你不露面，不抱希望了，你反而自己来了。劳烦白老爷有事没事就瞧一眼这少年。若有一天人族和妖族正式开战，请作为妖族的白老爷看过之后再做决定。
有点意思。听说你早年跌了个大跟头，修为组织不前，怎么觉得和影音陈氏的陈队联姻就能东山再起吗？曹俊，你该启程了。忘了告诉你，我曹家祖上也是从泥瓶乡里走出来的，不知道这次回乡打拼会不会呼起杀尽文营之心。夫人，去年除夕是家字，今年则是桃字，那就说出带李、桃二字的成语便少。桃李不言，嫁字成蹊。桃之夭夭，桃腮杏脸，三桃四李，头头梦里，李代桃僵。胡闹！果然，月是故乡明。我家的山，就是比别墅好看。我回来了。大爷带着傻妞跟着老爷回家喽！大爷，我厉害吧？往这儿一站，畜生动都不敢动。魏部，老爷，又来个挑事儿的。当然不是。魏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巧了，我搬到披云山做你邻居了，以后要多多照顾在下呀。你答应帮我修建的竹楼怎么样了？早就完工了，绝对没有偷工减料，而且视野开阔，风景优美，鬼鬼祟祟，一看就不是啥好鸟。以后咱们落魄山要热闹喽。落魄山不是你的。对对对，你陈平安才是主人，我只是客人，行了吧？如今小镇各大山头全都忙着开山，我本来给竹楼挑了块风水宝地，可惜啊，被落魄山的山神庙给占了去。哼，借口一套又一套，我倒要看看你这花花架子能造出什么鸟来。这是我的竹楼，当然。魏部，以后落魄山就是你的半个家，随便住。这就改口了。先前是谁说落魄山不是咱们的来着？堂堂土地爷跟我一般见识，多掉价呀！天的村主啊，老爷果然深藏不露啊！老爷，这风光可好了，以后我们能住在这里吗？就知道陈平安不是一般人。喂，老爷，接下来咱们上什么宫什么府啊？这咋直接上坟了？爹。娘，这一路发生了很多事，以后慢慢跟你们讲。不过你们肯定不信，我竟然见到顾灿他爹了。或许，老爷，
曾在书上看的，说人逝去后，魂魄或许会归于宗庙，寿祀永存。我要先去铁匠铺一趟。阮姑娘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一会儿你们见到她要喊阮姐姐。回头多给你们一颗蛇胆石。好嘞。我的岁数当他老祖宗都没问题，凭啥喊他姐姐？阮姑娘是圣人阮琼的女儿，你要找死，我可不拦着。阮琼，不会是那位风雪庙的神仙吧？哎，我对阮姐姐一定恭恭敬敬，不让老爷你难做人。老爷身边都是大人物，我哪有机会建功立业、积功讨赏啊？哎，不长眼的东西，敢觊觎我家老爷！臭婆娘，仗着自己是水妹就敢跟我比划？这些大爷只要沾着水，当真是横也无敌！抓动你！回来！老爷，这婆娘腰系屯2元，收了当丫鬟吧。松开！哦，我是龙须河新晋河神，只是按例巡查，无意冒犯各位，还望神仙手下留情。是我们冒犯了，我叫陈平安，就是本地人，远游归来，还不知道小镇何时进了山水神庙，敢问河神夫人是何方人士？山水神灵皆已斩断俗缘，陈公子以后若是有事，到河边知会一声，我定不会推脱。嘿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欺负我家老爷好说话！陈公子，我呸！克死了爹娘的小王八蛋，怎么没死在游学路上？阮姑娘，回来了呀！我擅作主张，把你邻居家的鸡崽也带回来养了，但被野猫叼走了2只。没事的，我现在手艺大涨，回头给阮姑娘炖汤喝。不能杀，不能杀，它们乖得很，我还给它们起了名字呢。我爹新收了3名弟子，那长眉少年是咱们镇上谢家的后人，谢灵。哼，瞧你这小鸡蛋，没出息！你又好到哪里去？我这叫示敌以弱，你懂个屁！哎，叔叔好，我是老爷陈平安家的婢女。聊啥呢？有说有笑的。瞅啥瞅？我可警告你，秀秀姑娘是我家老爷的老相好，你一个打铁的，要是敢动歪心思，我就一拳打得你半死。跟你说话呢，大哥你多大岁数了，咋这么厚颜无耻呢？来，别跟个木头似的，咱们过过招。阮师傅，爹，圣人老爷在上，瘦小的390扣。爹，我陪陈平安去趟小镇。马上要打铁了，过来帮忙。爹，时辰不对啊。我说了算，你别多问。那我去给你打壶酒来。你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老爷。是不是我忘给阮姑娘准备礼物了？还是觉得礼物有点拿不出手？还是我周到，早就准备好了。这是月华瓶，专门采撷日月光辉，你送给阮姑娘，
时候在如梦如幻的月光下。你个头！哎呀，老爷别走吧。阮姑娘，不知道该送你什么。外面好吃的东西倒是很多，可放不久。实在没办法，就做了这个，别嫌弃啊。我很喜欢。没有变，真好。要是在刻上“陈平安赠阮秀”，就更好了。崔次，崔明皇让你来给我当书童，可不是来当懒虫的。来了。大少爷，说是二少爷，一定会闲聊几句，还会夸我新买的头饰很漂亮。老爷，这姑娘说喜欢，有的时候不是真心的。不是说老爷送的竹简刺啊，我就是觉得宝瓶赠美人更合适。阮姑娘要是带着那些回去，难免会被阮师傅误会，误以为我居心不良。啥叫误以为居心不良啊？你这阮秀不是明摆着居心叵测吗？瞎惹什么你？哎，别，可别杀人灭口啊！我保证守口如瓶，比李宝瓶还平，比饶良瓶还平。我家宝瓶怎么了？我家老爷是李宝瓶的小师叔，所以我对他格外仰慕。你哪位啊？你就是陈平安吧？我叫李希胜，是宝瓶的大哥。宝瓶在信里一直说小师叔对他多好，我这个当哥哥的感激不尽。啊，李大哥，这是送给宝瓶的过山记。想不到先贤笔札中的神奇描绘，我竟能亲眼见到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小心饲养。等宝瓶回家了，一定会很开心。啊，听说你喜欢读书，就挑了几本藏书送你，不用着急还，慢慢看。开玩笑没关系，但是切记言多必失。世间的每一个文字都是有力量的，甚至大道就在其中。装什么蒜呢？这么好为人师，咋不去儒家书院当圣人呢？所以我得先参加科举，再一步步往上。至于以后能否成为儒家圣人，太过遥远，不敢奢望。先生，那为什么我们读书时会突然不认得某些文字了呢？因为那些文字被圣人偷偷借走了呀。先生若是不知道正确答案，就不要胡乱解惑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李大哥，别生气，他一般情况下不这样。这样才好。以后有什么问题，再来问我。如今你远游归来，却仍是陈平安，真好。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真是美好的一天呐！我刚才是不是给老爷丢脸了？哼，傻妞，想的太多了。咱俩能活着就不错了。是想问，你爹娘有没有可能跟顾灿他爹一样，死后魂魄还能留在小镇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值得。
齐静春苦心孤诣地把你藏起来，想要做什么？这桩买卖，我答应了。越是富贵之家，就越喜欢这样藏巧露拙，不知道的还真容易被骗住，是吧，傻妞？稳住，不慌不慌。陈平安一定是个有钱的主儿。傻妞，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很傻啊？你说实话，我是不是被陈平安骗了？吞了，都吞了！别说是8斤9斤，10斤都有希望！我的特别大老爷呀！老爷，真好。老爷，说好了，我只要1颗上好的蛇胆石就好。我是你的老爷，送东西还需要理由啊，赶紧收好。区区圣人奈我何？小小君子更不怕！有种来人一拳打死我呀！好啊！老爷，快来！知道是谁修好了曹家老宅吗？怎么了？房子破了不应该修吗？修得好不好且不说，但你听没听过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个说法？实话说吧，我曹俊天赋异禀，能够感知到某些珍贵的存在，例如一块剑胚。我给你点时间，你最好出个高价。这块剑胚来头不小啊！要是我没看错，这不是岁山山神手上那块吗？这么贵重啊，难怪你舍不得卖，那我就只能抢了。李大哥，送你的书上有很多我的注解和疑问，你能不看就别看，害得你曲解了本意。我记下了，接下来离远一点，看着就是了啊。道理可以好好讲，剑不要随便出鞘。可在下的道理就在剑鞘中。放心，我曹俊出剑很少杀人。原来是曹家人。你们老祖曹溪一代剑仙，很是了得。既然如此，我李希胜就听听你的道理有多大啊！先问一句，你如今的境界是？剑8、9之间。剑雄8、9境，我们完了！仗着有个好祖宗，就敢坏我规矩，不知死！师傅，要不要阻拦那个曹氏子弟？等他打伤了人，我就打死他，这才合规矩。师傅，这种恶人如何成为这么厉害的炼气师啊？你又没读过书，谈什么善恶？记住，山上不讲这一套。请。井底之蛙，你不过是中5境，我就压压境界。等你以后出了井口，就会发现，我这样的人当得起厚道2字。有点意思。陈平安，
麻烦你再后退一些，4、5丈之外最好。大敌当前，还有闲情逸致说废话？哼，欺境！姓李的，哪有你这种6境炼气士，仅用简单的道家法诀，就硬扛7境剑修的道理？传出去，曹俊岂不是要被全天下的剑修笑话？可能是你的道理还不够高，那就8境。此等宝贝不是你能拥有的，关你屁事！确实厉害。有什么防身的宝贝，就赶快使出来，省得到时候死不瞑目。这也行？你这家伙是卖树叶的？不好意思，我家小妹就爱捡这些东西。看来你这把剑的道理解得通。不管如何，好歹先分出个胜负。我朋友还急着呢。那我可就真不客气了。小小6境炼气士，任你法宝万千，神通广大，我一剑破万法。除非是3教祖师级别的谪仙转世，才能一口气驾驭这么多物件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一剑破万法，那我就用春夜、夏雷、秋风、冬雪积攒出10001法。原来如此，利用阴阳家的卜卦，算准我的进攻方向，再精准防御。否则以6境的修为，根本不可能一口气驾驭那么多的物件。那我只能破了你的10001法了。小风度，你是纹身老爷送我的，除非我送出去，否则谁也别想抢走。云霞山蔡金姐，见过宁姑娘。部长，听说有个武夫一拳打烂了大隋皇宫，闹出好些动静。天之物不但粗心，我们只管守好城池，其他事管不了。就咱这铜墙铁壁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过来。我这身为一等斥候，成天在这儿窝着，有啥奔头？哼，就庆幸吧你，真要出点大动静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老武长消消气，大不了我以后南下大隋，用军功孝敬孝敬您老人家。滚蛋！就你那么点军功，给老子塞牙缝都不够。甭废话，继续巡视。那边，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个人。
群大阵。我跟大黎国师带句话，然后我再决定这一剑落不落下。是谁？谁干的？让头知道了，我们都要掉脑袋！我看到了，是陈全，陈全他跑出去了。去把人抓回来，所有人！岁岁平安。缩头乌龟。哦，你有本事当缩头乌龟？头一次遇到比我说话还难听的人。这样吧，咱们来一场生死之战，后果自负，敢不敢？我根本就不擅长攻伐之道，所以你其实从头到尾立于不败之地。你是坦诚还是缺心眼啊？就这么泄露底细？曹俊，你老祖宗曹信那个王八蛋有话跟你讲。孙子，赶紧收手！得恼了姓李的，我可不会帮你报仇。可惜你那媳妇儿还没娶进门，不然你死了最好，我好趁虚而入。如果不打，就请让路。不打了，真没劲。那就去趟铁匠铺子，瞻仰瞻仰圣人。不愧是风雪庙出来的大圣人，脾气真差。你还真是喜欢往铁板上撞啊！等你哪天撞死了，把你媳妇儿也借我睡一睡。反正她是女的，我是母的，谁占谁便宜还不好说。哟，这出剑速度慢得跟乌龟似的。当年你的心湖被人搅成一滩烂泥，坏了心境，如今还不剑走偏锋，怎成大事？怎么，想一辈子当南浦苏州的笑柄吗？我认真跟你说，那块剑胚品质极高，连我都眼馋。你不过吃点小亏就放弃了？老爷，放我去落魄山修行吧，就算在落魄山吃草根嚼烂泥我都干。你认识回去的路？都啥情况了，不认识也得装着认识啊！曹俊之流，终究是极少数，不用太紧张。李大哥啊，没事吧？头一回打架就遇上了剑修，其实心里挺慌的，但结果还不错。陈平安，有些事情若遇到了瓶颈，不妨先退一步，然后再登高，方见更广。先生去学蜀了，去和人打了一架。啊，打架？那先生是赢了还是输了？没赢也没输，
但是很痛快。那先生，下次可不可以带上我呀？嘿，哼，你呀，要是读书有这个劲头就好了。你弟回来了。都怪娘没能护好你，让你吃了这么大苦头。宝珍，京城那摊论据咱不掺和了啊。你的那位靠山已经逝世，被罚去睫毛修行了。哎呀，害得我儿子受委屈了。娘，不坏，我还算不上被打回原形，就当领教大离京城的云波诡谲了。若是能被那位国师大人相中，便是因祸得福。国师大人，那位绣虎。娘，我和大哥单独说几句吧。宝珍，你让朱露在枕头驿行凶一事，做得不对。就知道你要说这事。你向来心比天高，爹知道他的话你听不进去，所以让我来劝你。陈平安一路护送宝平求学，有恩于我们李家，你却为了自己的仕途加害于他，不厚道。富贵险中求，有何不可？小心命也在险中丢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哥，你一个眼中只看美好的人，哪里懂世俗人间的规则？你呀，还是专心科举取士就好，我的事情就别操心了。我不求你道歉，但我希望你这次回来，不要去找陈平安麻烦。哼，我如今这般落魄，还能找谁麻烦？但是哥，你如此向着一个泥腿子，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哥？更何况靠脑子拼手腕的事，我从小就没说过。聪明人太多了，也不好啊。伤亡如何？回禀陛下，无人伤亡。北距泸州的真君谢石，为何如此高调行事？崔国师，10年前，离珠洞天有座龙窑出了纰漏，碎了一只本命瓷。不过是一桩已经盖棺定论的芝麻小事，但看来某些人想要以此为借口，旧事重提。北距泸州剑修遍地，道家式微，道教派系属谢石一家独大。北距泸州的某些大人物，在我大离南下之时，让谢石出面，目的显而易见。想以我大理北境作为条件。陛下放心，我会亲自主持这场谈判，绝不会对南下大业造成丝毫影响。有崔国师这句话，朕放心了。事在人为，这次谈判，我想和陛下借一人。大仙何须运用神通，喊我一声便是。你马上散去一半金身，融入河水，增加水性的阴沉分量，好让卵石尽快铸剑。大仙，要出什么大事了吗？不该问的别问。但做成了，我可以帮你讨一座河神庙。要是不想做，我便打烂你整个金身，效果更好。铸剑一事，我可没有跟你做买卖的想法。你女儿的真实身份，我可以帮忙遮掩30年。只要你能尽快打造出那把剑，最好赶在正月15以前。这才是我要做的买卖。看来杨老前辈对这场谈判不乐观呢。我猜送剑的人选也是陈平安吧，想让他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既然杨老前辈如此压住陈平安，那当年为何没有收拢他父母的魂魄？
小赌怡情而已。更何况，两个凡夫俗子的魂魄收拢了有何用？还有，偷听别人说话，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只要是在小镇出生的人，龙瑶都会烧出一件本命瓷器。除了勘验未来的大道成就，也是一种无形的枷锁。即使是有望成为道教天君的谢石，只要本命瓷被人掌控，一样被人拿捏。陈平安的父母不过是小镇的寻常百姓，怎么可能知道本命瓷的玄妙？显然是有人故意道破天机。所以，陈平安的本命瓷到底是什么资质？倪萍相出身的孩子，资质不会太低，但也不会太高。毕竟倪萍相已经出过一位剑仙曹溪了。老谢啊！哎呀，我好不容易回趟家，怎么还撞上你了？大壶好酒来。哎，没事，我有好酒。丫头，给我们满上。丫头啊，有相好的没有啊？害羞什么呀？哎。你呀，要是想跟哪个小子山盟海誓，啊，找他，他可是山大王，管制好些大山，其中就有山盟。哎，找我也行啊，我家就在镇海楼附近，听说过没有啊？没听说过可不行啊。那我给你说道说道。这人世间呐，有9座气运大楼，不知道由谁建造，分别是镇山、镇国、镇海、镇魔、镇妖、镇仙、镇剑、镇龙，唯独最后一座是3个字，最为古怪。你猜叫什么？曹溪，有完没完？可惜你没山盟海誓的机会了。咱俩是异乡人，我从小就爱惹是生非，坏事歹事没少做。你谢石从小就正气凛然，如今更快成了享誉一州的道教天君，连这样的黑心丫头都不忍心杀。但如今却因为一件芝麻大小的破瓷器就要祸害故里，窝不窝囊？买了你本命瓷的家伙，就那么好说话？难道你没听说，我家曹俊刚跟纯如陈氏的嫡系女子订婚了？那女子之前来过小镇，带走了个叫刘宪阳的家伙，不知道见了啥，就对小镇无比上心。我倒是听说，小镇陈氏祖坟上长出了一棵阶树，这是要出大圣人的气象。所以你谢石昧着良心而来，就是为了这事儿。买了你本命瓷的纯如陈氏让你走这一趟，就是为了拦下我。你拦得住吗？你以为来的人只有我吗？是齐先生救了你。去小镇前，恩师帮我算了一卦，得了个8字谶语，破而后立，有如神助。如今想来，那场生死劫难，才是我蔡军简
从离珠洞天得来的机缘。我出手打断了那个少年的长生桥，你不恨我？那是你和陈平安的恩怨，他已经杀过你一回了。种种福祸相依，都源于那场狭路相逢。当时在小巷，齐先生以莫大神通，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命悬一线，最终大难不死，心境也不一样。先生，为何愿意救下我这种人？救你不合此方天地规矩，却是我齐景春个人的私心。洞天即将破碎，先生何时离开？恩师当年告诫我，人生难得君子不救，但陈平安给我解了惑。想要在末路中寻得变数的，唯有人心坚韧，自强不息。世道好，独善其身，书斋治学；世道没那么好，就兼济天下，当仁不让。蔡仙子，我有一事相求，答应与否不强求。先生尽管吩咐。如果托你将这幅画卷送往剑气长城，会不会画蛇添足，反而不美？原来这世间也有先生不懂的事。世间男女之事，我为17窍通了6窍，1窍不通是也。想笑就笑吧。若本就不喜欢，做这些未必有用；但若是原本就有些喜欢，看了这些，说不定会更加喜欢。我明白，齐先生之所以救我，是不想让因果报应落在那少年头上。先生对他像是长辈在维护晚辈，甚至可以不理睬规矩。姑娘放心，我不会去找那少年寻仇。这次来见你，是受齐先生所托。齐先生，他要我将此物送给你。老爷，你怎么了？这些是我爹亲手打碎的本命瓷碎片，在那之后，娘亲很快就病逝了。当年拿到它们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，光顾着伤心了。傻妞，没看见老爷有心事。我知道你不甘心，看不上我，但是没办法，在我死之前，你哪里都不能去。爹，我虚岁5岁，是大人了。以后爹不在了，娘亲就交给你照顾。拿走。求神仙们保佑我爹，救救我娘。爹，娘，我现在足5岁，是大人了，我肯定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姚师傅，给他口饭吃就行，让他试试吧。可以，但是只要敢偷1次懒，
就给我滚出龙窑！跳刀这门手艺，想要做到最好，心要定，手才能稳。榆木疙瘩，朽木难雕。哎呀，多吃些，多吃些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让我跟您上山找土吧，我吃得住苦。不管是摔断腿了还是怎么，你只要敢当着我的面哭一次，以后就别想再进山。100年前也曾兴旺过，你这一只虽落魄，你又命途多舛。但记住，天命虽不可违，不该是你的，想都别想；但该是你的，就拿好，别丢。为什么不放手？是不是舍不得？这是我的，死都不放！那就别死！天边，我也会把你抓回来。齐先生，宁姑娘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恳请宁姑娘考虑。这样的陈平安会善待世人，那就请宁姑娘善待陈平安。若是最后宁姑娘仍是不喜欢陈平安，没有关系，只请莫要让我的小师弟在情之一字上太过伤心。齐敬春在此拜谢。
你还不服气，刚放你进去的话，你会被那股剑气视为敌人。你死不死先不说，耽误了老爷的正道契机，说不定会害死他。我不管，这下你开心了，我不傻，你就是贪图老爷的手胆师，你太没良心了。老爷对我们这么好，哎呀，就你那点道行，抽了个屁！老爷。哎，出来混江湖要讲点道理，这是老子一直恪守的江湖规矩。半点不讲的话，就是条真龙，迟早也得淹死在江湖里。老爷没事了，真的睡着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小水蛇，你没动杀心，我很意外。老子当初没干你娘，我很后悔。调皮。外向沉稳，是个好兆头。就是不知道那名剑客是否会善罢甘休。可怜的婉儿，就连跟老天爷掰手腕的心气都没有了。老曹说的对，小镇要生变数了，一静不宜动。不过那家伙心性不错，竟给他找到了破局的法门，类似佛家的拴马柱，帮着神魂起到传毛的作用。但想要降服那块剑胚还不够。陈氏祖坟上长出的那棵阶树，确实是圣人出世的祥瑞气象，但当真是这少年。不过他身躯破败，能走到这一步，殊为不易。曹军，说不定今日的经历会让你有些启发。夹着尾巴做人吗？养不熟的小王八蛋！好心提醒你，怎么还骂人呢？听说你有个妹妹叫青樱，跟你都是狐族老祖之一，有望生出第9条尾巴。老曹垂涎她的美貌很多年了，真的很漂亮吗？漂亮个屁！就曹曦那老王八蛋的眼光，哪怕是头母猪，只要是腚大的，都觉得美若天仙。听说她在那座雄镇楼附近徘徊100年，难道是想当她的侍妾？白老爷会看上她，笑死我了！你们三教圣人待我们白老爷不公，要不是白老爷帮着人族编写搜山图，泄露大妖真名交给李胜，后婆就找死，还不闭嘴！找死就往阮琼的剑炉里一跳，别连累我曹氏跟你一起陪葬。你的话，三教祖师可以不计较，可他们左下的弟子门生们，不说其他，只说道玄山的主人脾气如何，你不知道？你个败家娘们儿！差不多行了，没有他，就没有你曹曦的今天。做恶人也得讲点良心。去查查陈平安，听说那小子时来运转了。老爷不会傻？别说话。我要下山给爹娘修坟，你我暂时休战如何？过后我任你大显神通。老爷，老爷你怎么样了？老爷，你没事吧？
我没事。我想问问你们，这栋竹楼如果贴对联，会不会很难看？当然难看，红配绿，俗不可耐。老爷，这件事我坚决不答应。不过只要老爷你送我一颗蛇胆石，俗一点我也忍啊。竹楼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贴满都没问题。我谢谢你。绰绰可真阔呀，不愧是阮师傅的闺女。我可听说呀，背后的金主另有其人，只是用了阮姑娘的名义。啊，对对对，倪平校那家叫陈平安，听说他名下有5座山头，哎，都还没有开山呢。哎呦，那不是明晃晃的钱袋子吗？就是啊。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哎呀，双方雄伟对峙，风景绝美壮观。没啥山峰啊。哎，你还小嘛。要不是阮姑娘，咱那人傻钱多的老爷早就羊入虎口喽。所以咱们也得帮老爷看着点儿。娘，要过年了，爹好像从来没有喝过酒，你就让他喝一回吧。爹，如果喝不惯或是惹娘不高兴了，就托个梦给我。下回我就不带了。你们不说话，那我就当你们答应了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身上这字写的真好啊！你看这北方，他就是陈平安。给我写一个，哎，我也写一个。对，就是他。哎，你看，就他呀，5座山头的主人，老有钱了，肯定是拍上了阮秀姑娘。陈平安，或许当你真正开始认识这个世界，看过了大山大河，看过了人间风流，看过了异国威严铁骑阵阵，看过了昔日朋友变得陌生，愈行愈远，无可奈何，便会在某一刻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。这种感觉便是孤单吧。悲伤很难感同身受，快乐也总是一闪而逝。平安，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场告别，所以不要畏惧这个世界，害怕心一动便生出杂念，嫉妒、怨恨、质疑、求死。但你知不知道，如此执拗的追求心定，走了极端，便也是死了。陈平安真不是跟你吹牛，这点苦头屁都不算。来，看看你有什么能耐！哎呦，陈先生，陈先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之前我们见过的，记得我吗？这是怎么了？陈先生，好歹没白白遭罪，总算快要3进了。没有。
最少还要个3、5年。难聊。给那条黑蛇的压岁钱，一定送到，绝不贪墨。知道吗？你现在就是年夜饭上的那道大菜，大家都眼红着呢。我知道他们惦记着什么，但我一点都不懂。开山需要很多钱吗？有大手笔，也有小算盘。这真金白银怎么花，如何花，深究起来，比修行还难。什么层次啊？跟我老爷装！魏伯，你如今是山神了吗？陈平安，我一直在等你问这个问题。我还有一个统御大江的水神兄弟呢。我如今暂时是披云山的山神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披云山将会是大黎的北岳。所以陈平安，开山一事，我带你开开眼。开山路为先，那是开路禅，肚皮如铁，破土凿山。这是吞江蛤蟆，能纳万斤江河水。其次便是人，墨家子弟与阴阳家术士，是开山立派、打造神仙府邸的关键人物。当然，还有绕不开的道家福禄派修士。这里将来会成为一座渡口，然后还能开到山上来。山下百姓乘舟泛水，山上修士们有船自天上来。仙师，仙师。此处既是典当行，又是古玩店。最早是个背着包袱的穷酸野修，跋山涉水，倒买倒卖，赚取差价。飞黄腾达之后，便取名包袱斋。这是青瓷诗文观，篆刻道家典籍的青瓷文章。据说里头装有天下100大名泉之水，最适宜煮茶待客。这座画卷屏风上面会有12位绝色美人，出自丹青圣手笔下。农家炼器士培植灵谱，能够留住山水气韵，历来被仙家势力所青睐。这只是入门，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有钱。虎山大阵，没错。牛角山的阵法出自著名的气蒸云梦泽，原本是一位儒家圣人的山水画，后来被人不断推演完善，最终变成了一幅阵图，庇护山头，抵挡邪混。如何？真厉害！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太穷了？没觉得穷，只是觉得这些离我太远了。老爷，魏山神，坐。有些事说远很远，说近很近。比如你跟那块剑胚的意气之争，形势险峻，远超你的想象。剑修有2件事：
练剑与练剑。练习的是剑术剑法，炼化的是佩剑本身和本命飞剑。你想炼化它，并非易事。我带你走了一趟山头，是要你明白一件事：世间很多道理一通百通。你能吃苦，这是下限，很好；但上限，则是心与眼。你走过多少路，看过多大的风景，见过多大的世界，才最终决定了你能走多远。修行也如此。我接下来要跟你说一些密事，陈平安，希望你不要随便说出去。你听过道玄山吗？道玄山出自道祖座下3位弟子之一的天大手笔，可以说是世间最大的一座山字印，以磅礴道法加持，坚不可摧。此地是浩然天下和蛮荒天下的交界处，是第一座雄关险隘，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座。为何是最后一座？每逢妖族作乱，掀起战事，天下剑修都会应召前往道玄山，过山入场。在那堵高墙之上，于生死之间砥砺剑道。若斩了一头飞升境大妖，便可在剑气长城刻一个字。蛮荒是恶劣之地，妖族肉身强横，精于厮杀，以强者为尊。在他们眼中，浩然天下就是一块大肥肉，如何能不垂涎3尺？说到底，一个为了自身生存和扩展，一个为了守卫家门，誓死捍卫边界。据说之前有场惨绝人寰的大战，10数位大妖联袂来到剑气长城下，希望换取道玄山附近一块东保平州大小的土地，作为停战条件。当然不会答应，得寸进尺，小孩子都懂的道理。因此，有了一场赌战，13对13。妖族和剑气长城各自派遣出13位强者，13局7胜。妖族若是赢了，便可一兵不发占据那座剑气长城；若是我们赢了，就可以获得妖族天下的所有剑气。打！为何不敢打这13场架？知道吗？仅是双方出战次序一时，我们浩然天下就矫健脑之。号称阴阳家半壁江山的中土陆氏，有一位老祖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，才大致推算出妖族高手的出战顺序。这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巅峰大战，因此双方排除掉各自的前3强，以免打得忘乎所以，令天地紊乱，得不偿失。就这样，剑气长城连赢6场。稳操胜券的大好局面下，第7场输了，而且那名女子剑仙成为第1位被妖族阵斩于沙场上的人。之后就是兵败如山倒，一直输到了第12场，而那一场，剑气长城本认为会必胜。因为那名大剑仙公认战力卓绝，身经百战，从无败绩。可是他还是输了，成为第2位战死的剑修。在那之后，我们浩然天下有些绝望了，因为所有人都觉得必败。不是剑气长城最后一位出战的剑修不够强大，恰恰相反，他很强大。强大到让人觉得无敌，但是妖族最后一位是那座天下万年以来公认杀力前3的强者。这不是耍赖吗？只因他刚刚走出生死关，之前闭关1000年，所以不在那前3甲之列。如此一来，阴
杨家陆氏高人拼了性命，也未能算到这一点。显而易见，妖族注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来遮蔽这桩天机。而且那尊大妖是剑修，飞升境巅峰的剑修。历史上，妖族无数次攻城之战，他多次第一个杀上城头，最后一个退出城头。但是我们赢了。宰掉那只剑修大妖的男人，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只知道他在剑气长城杀了最多的妖族。他就叫阿良。啊，老爷，如果是你的话，斩杀到飞升境的大妖，做了阿良那样出尽风头的事，会在剑气长城刻一个什么字啊？我那个字，铁画银钩，天下无双，比什么浩然、雷池好上太多。这便是让男人敬仰，女人腿软，天地都震颤的猛。你以后没有本事在那里刻下2、3个字的话，看我不羞！魏山神说，阿良一直在找能配得上他的剑。他若真能找到，会是怎样的阿良？是，那会是怎样的阿良？我叫阿良，善良的良。对对对，我是一名剑客。就这么定了。多傻呀，阿良。听好了，我是一名剑客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有个人晚上要睡不着了。陈平安愿意出飞剑了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打你的铁拳！哎呀，大过年的，还真是闹的。干嘛？你们飞剑也讲究逢年过节登门拜礼？给我回来！老爷，遭贼了！说什么呢？正月初1，
扫帚倒立。今天好好休息。点火放炮了！哎，那。不用太过拘谨，这趟出行我只是保驾护航而已，你才是这座小天地的主人。他娘的，真丢人呐！当年把老子吓得半死的家伙，竟然是个小丫头片子。要不是姑娘，我当年早就被洪水冲走了。讨业向谢石，感谢姑娘的救命之恩。当初我往井下撒尿，水一下子就漫到了脚边，吓得我连夜往铁索井里倒了大半桶的黑狗血呀！天生坏种，就该把你淹死。谢真君不如长话短说，直奔主题。那件被打碎的本命瓷，我们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我要跟你们大黎讨要3个人。我记得本命瓷破碎一事已经盖棺定论，而且陈平安的资质并无特殊，属下中下之资，所以既往不咎，站不住脚。买瓷人当然没资格胡搅蛮缠，可是他身后的势力就有资格不讲道理。如果大黎不答应呢？那就小心后院起火。大黎铁骑想要跨海南下征伐，至少北方国境得安稳才行。你们北距泸州的大人物，真是咄咄逼人呢。山上人不讲道理的时候，跟小孩子过家家差不多，容易上头，很吓人的，是不是啊，谢真君？罢了，你想要带走哪3个人呢？贺小良、马苦玄，还有李希胜。大黎能交出几人，就能拿到几份回报。回报？是雷霆震怒才对吧？马苦玄已是真武山弟子，短短1年时间连破3境，名声鹊起。贺小良更是神告宗得意门生，天资福源极为惊人。2人皆是师门希望所在，一个兵家祖庭之一，一个道家圣地。我大黎若交出2人去往北距泸州，便是与其宗门交恶。至于最后这位最好商量的儒生李希胜，是为何呢？名字先后，即为重要次序。怎么看都是笔亏本的买卖啊！我觉得没得谈。更何况王珠与你有2次救命之恩，你谢石要如何偿还？国师不妨听听我能给出的承诺。若大黎答应，我会带人去往靠近观湖书院的避暑山，帮大黎震慑整个南方势力，并会额外收王珠姑娘为嫡传弟子，重点栽培。若不答应，我们北距泸州修士南下攻打大黎北境，绝不是开玩笑。那么你们大黎只要点头，同样不会让你们吃半点亏。这是北距泸州几位顶尖修士的承诺，也包括我谢石在内。国师觉得如何呀？原来是这么大一个赌局，真的有点出乎意料。先生，我听说天底下有9座凶镇楼，为何最后一座名字不一样呢？你是说镇白泽？所谓镇白泽的那个白泽，真的是大妖之祖吗？记住，无论何时，
都不能直言他的名讳。先生，我们这一大早就进山，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有些人一错再错，我得弥补弥补。陈平安，李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可能要离开小镇，所以赶紧过来送你一样东西。我弟弟李宝珍，你知道吧？哦。暗中指使朱露在枕头驿行凶一事，他当然是错的。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阻拦，但李宝珍从小就不愿认错。既然是一家人，他做错了事，我便想着替他来弥补。李大哥不用送我东西，我答应你，以后遇上李宝珍会视情况而定。你务必要小心李宝珍，如果将来你占据上风，我恳请你能够给他一次活命的机会，一次，就一次。当然，若是你死我亡的险峻形势，便不用手下留情。我会的。能否单独聊？知道福禄街和桃叶巷的寓意吗？只知道里面住的都是有钱人。我曾做过一个古怪的梦，似乎跟谁下了一盘棋，就记住了桃符的内幕。福禄是福禄的谐音，桃叶则是桃符之桃。这枚桃符是小镇的一桩相当大的机缘。你真不要啊？挂在这里很搭的，挂在这边更搭呀。不行不行，良心难安，我不能就这么离开。把行囊拿上来，我现在要用。好嘞，先生等着。所谓下笔如有神，和练拳一样，神不到，拳不妙。而神到之前，是一个勤字，熟能生巧，巧出玄妙，便能一法通，万法通，万法皆成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我便拿出点看家本领来。接下来，我会在这些竹片上教你画符。放心，不会留下任何一个肉眼可见的文字。你什么时候抓住那点意思了，我便停笔。我比较笨，李大哥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与人为善，勤勉坚韧，难道是笨？我希望你继续坚持这种不聪明。陈平安，看好了，一点真气灌注笔尖，然后一气呵成，如藕断丝连，字可断，神意不可断，必须遥遥呼应，如两座大山之巅，相互高喊，必有回响。写的啥？看得懂字，看不明白意思，太大了。如何？没事，继续。不对，这就对了。送给你了，我相信你不会辱没了它。可是我无法修行，做不成炼气师。画符是需要灵气支撑的。武夫也有真气嘛，你要以最快的速度、最稳的凝气写完，否则前功尽弃。只要你肯坚持，会对你的神魂体魄增益极大。明白了。陈平安，你就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小妹叫李宝平，我二弟叫李宝珍，而唯独我的名字与他们不一样吗？哦。其实我送你东西，也不单单是为了弥补我二弟的过错，更是为了你我之间那桩沉甸甸的因果。原来世间真正的文字是这般沉重。李希圣，你
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谢石作为北距泸州的真君，马上又要成为道家天君，整个北距泸州就属他一家独大。但如今偏偏你选择跟大黎站在同一个阵营，你一介野修，惹得起吗？好兆头。如果谢石真愿意带人死守避暑山，相当于断了大隋半条命。小谈判变大赌局，国师大人想改日再议，倒也合情合理。你说谢石如今昧着良心去做一件亏心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背后当真没有文章？曹老先生怎么看？故弄玄虚，掩人耳目。你们信不信，对方正是为了那颗陈家基数而来？陈家上下均无大气运之人，那陈平安我也查过了，也仅仅只是时来运转。说穿了，还是陋室一间。所谓的圣人出世，究竟是谁呢？也可能是一出灯下黑呢。山上人不就喜欢藏来掩去的吗？总之，谈拢了和我便没关系了，谈崩了和我的关系就大了。许大人，依我看，不如打死谢石好了。我、你加上阮大圣人，3人联手。可这座破碎下坠的离珠洞天给彻底打没了，我们大黎怎么办？打死一个谢石，敲山震虎的效果，不比打造出一个白玉京差。南婆娑州的纯如陈氏，是当年中土神州的分支之一。真正的陈氏本家跟道家一直不对付，打死一个谢石，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彩礼。别说是把纯如陈氏的嫡系女子嫁给曹俊，就是中土本家再嫁一个女子给你曹溪都无妨。你个碎碎婆姨！你们大理不是马上要南下吗？打死谢石之后，你看看大隋境内的石境和上武境的老王八，到时候还能剩下几只？我敢打赌，绝对不会超出1只手。我曹溪如果输了，多出的老王八全部交给我来解决，如何？你跟谢石有深仇大恨？哎，怎么会呢？我俩可是地道的老乡。俗话说得好，甜还是家乡水，亲还是异乡人嘛。哎呀，就是，都是老乡，一家人。哎呀，秀秀姑娘也来了呀！黄振，快给秀秀姐姐拜年。你们去铺子白吃白喝就算了，怎么还来陈平安家里呢？哎呦，秀秀姑娘，你这话说的怎么能算闹呢？就是啊，这大过年的嘛，当年要不是我们帮衬着，他早就饿死了，哪有今天的大富大贵呀？按说小平安还得喊我一声二婶儿嘞。不说其他，光是他爹娘2场赠礼，我们谁不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呀？对啊，又不是要几千两银子，就是娃儿们向小平安这个当哥哥的要点压岁钱，不过分吧？陈平安不是给过你们东西吗？哎呦，秀秀啊，你看孩子瘦瘦弱弱的，一点不比小平安当年好啊！哎呀，你怎么忍心呢？陈平安小时候还偷过我家菜呢。我忍心？哼，咱不跟他聊，就找陈平安。他要是抠抠搜搜，我们就戳他脊梁骨。对，陈平安呐，最怕别人说他爹娘不好了。陈平安，出来！陈平安，你出来！陈平安呀！陈平安，把门打开！陈平安，这些人白拿你东西，你怎么还送他们礼啊？啊，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这些邻居没少帮我，所以还是要报恩的。那为啥不一口气多送点银子，还能让那些人感恩？不行的，对于人性和世道，我还是懂一些的。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，其实最消磨善心。我准备的这些东西，能吃能穿，真要急需用钱，还能折算成银子，送给手头宽裕的家庭，人家会高兴；送给困难的农户，更会珍惜。陈平安，滚！再来，我饶不了你们！什么东西？
哎，还是小镇有年味儿，落魄山太冷清了。你就不怕又说错了话，拍错了肩，得罪了人？老爷，大过年的，哪有那么多凶神恶煞？有种遇到一拳能打死我的，否则我还真不怕。你们先回铺子吧，回头我找你们。新收的书童丫鬟，你看我像是做老爷的人吗？宋吉星没有回来。宋吉星改名字了，现在叫宋木，比你高这么多了。哦。齐静，齐先生学塾那边贴春联了吗？我决定了，今年一定要勤加修行。到了年底，在小镇横着走，让老爷和傻妞刮目相看。所以，新年第一天得开个好头啊！老爷，我觉得一颗上好的蛇胆石就不错。到时候老爷带着我上街去欺男霸女，哈哈，想想就乐呵。你开心就好。拿着，老爷给你们的压岁钱。老爷，你就不怕我修为暴涨？你这辈子都赶不上我。如果你朋友过得好，你高不高兴？当然高兴，还是发自肺腑的那种。那如果你的朋友过得比你好很多，你还会高兴吗？我会更高兴。哎，你，陈平安。啊，贺仙子，又见面了。陈平安，你放心，我这次来是受陆道长所托。陆道长，他还好吗？他不方便见你，要我来取回一张药方，还要我还给你一颗蛇胆石。他说日后若有机会再相见，可以坐下来，桃李春风一杯酒。从此之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他走他的独木桥。是陆道长的口吻。我觉得你这样偷听不好哎。哎呀，傻丫头，你懂啥？这可是宝平州道统玉女贺小良哎，是小爷我最仰慕倾心的仙子，比起正阳山的苏家还要喜欢。要是有机会给我摸一下贺仙子的小玉手，便是折寿100年都值了。当徒子。好了，公事已了，接下来就是私事了。还有私事你有没有听说，我已经离开神告宗了？没有。看来还是道行太浅，名气太小。贺仙子，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你离开离珠洞天以后，福缘不断，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何？为何？因为那颗蛇胆石，你分走了我一半的福缘。贺仙子，你的话我听不太懂。你家孩子取名了没？啊！你家孩子取名了没？哎呀！老头儿，我儿子还没取名，你给取个呗。我来取，我来取，我一定取个好名字。再给我取！哎呦！
给我上！名字，找死！取名字。和尚，你救我，让我清醒着见到我孙儿一面，要不然我死不瞑目。我要跟他说一声对不起，是爷爷对不起他。我要给你当牛做马，我这就给你磕头，给你当徒弟。众生皆苦，如何都放不下执念。放不下，这辈子都放不下。既然放不下，那就先拿起来。如何拿？你孙儿的先生在大理龙泉县。不，我不要见文生，我不要见他。你孙儿已经另拜他人了。秃驴，莫要跟老子打机锋！你若想害我，打死我便是；你若想害我孙儿，我一拳打烂你的金身。便是你家佛祖来了，我一样出拳。佛观一钵水，48000重。你家孙子很有意思，他的事功学说，同样也看到了效。一叶障目，如果真能看透彻所有脉络，便能看见大千世界，观清楚十方六道众生。以小见大，贫僧觉得可以跟他的先生说道说道。我家孙儿的先生，他是谁？大理龙泉县陈平安。去往此地，必须去往此地，去见我家孙儿的先生陈平安。只看不说，不问不做。贺仙子，你的话我听不太懂。这一步是契合大道逆流而上，从此破镜重圆，还是跨入万丈悬崖，粉身碎骨，再无回头之路？斩断赤龙的那一天起，师父看我的眼神就变了，那是种令人不舒服的眼神，男人看待女人的眼神。贺小良，你是唯一能继承我衣钵之人，与我结为道侣是顺应天意。若你愿意，我们可以远离宗门，做一对逍遥快活的野鸳鸯。恩师所选的大道太险太偏，之后我脱离神告宗，卸任玉女，害得神告宗失去了金童玉女聚在一宗的大好局面。恩师勃然大怒，扬言要清理门户。纵使那一刻我的斗心都未曾动摇，直到我遇见了那个人。贺小良，贫道给你一个成为我座下弟子的机会，不过你得先去见一个人。那人与你红线相连，气数绑定，福祸更是一同分担，简直是天赐良缘。初见陈平安，我只觉缘起，为何如今才看，却缘深如海，仿佛天作之合？难道这都是陆晨的算计？陈平安气运否极泰来，一半是靠他命硬，熬到了大局落定，得到了天道补偿；另外一半就是我陆晨的手笔。齐敬春乱点鸳鸯谱，那贫道也干脆当回牵红线的月老，借那颗蛇胆石在你们之间牵了红线，从此福祸相依，一起分担。若寻常人接纳了这份机缘，说不定早就暴毙了，但陈平安是个例外。至于他会不会被撑死，因福生祸，贫道无所谓，无非是证明他齐敬春看错了人而已。陆小师叔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贺小良，贫道又有疑问。既然你心向大道，那需要你扪心自问，要不要斩草除根，将眼前这个不知缘是善恶的人一掌拍死，以免坏了将来的大道根本。贺仙子，你怎么了？贺仙子，你没事吧？我也没欺负他呀，怎么回事？别过来！啊，沙野，
何仙子，这把飞剑刚刚现世，完全不听我使唤。真没想到，你连飞剑都有了。男女之情终究是小事，我贺小良只重大道。陈平安，我不会杀你，但等到你哪天死了，就会是我贺小良的郎君。啊？你说啥？是不是我听错了？不然你再说一遍。这贺仙子真不是狐妖变的。潺潺的先生呢？我家潺潺的先生呢？去往此地，必须去往此地，只看不说，不问不做。你不是我孙子，我孙子呢？我要见我孙子。我孙子在哪里？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？快把婵儿还给我！我家婵儿是天底下最聪明的读书种子，只可惜遇上我这个爷爷。是爷爷取名字不好，是爷爷害了你啊！他如今已经换了名字。换了什么名字？不行，我要给我孙子改名字，改个更好的名字。你让开，别耽误我找婵儿，我要找他先生，问他我新取的名字到底好不好。去往此地，必须去往此地。我家婵儿的先生在那里。恍若隔世，不是恍若，分明就是隔世啊！爹，铸剑这事儿为什么不让我帮忙？知道爹为什么答应那位少女给他打造这把剑吗？知道啊，他送给咱们那么大一块斩龙台，足够买把好剑了。不止如此，这是我阮琼开宗立派的第一把剑，不管为谁铸造，都能够一鸣惊人。但以你如今的境界，爹怕万一你打出真火来，太吓人。不就打个铁吗？还能打出块桃花膏啊？哼，真是这样，爹倒是省心了。秀秀，现在小镇鱼龙混杂，稍有风吹草动，转眼半个宝平州全都知道了。哼，你等着看吧，等剑铸好，那臭小子怕不是争着抢着要给宁瑶送过去。他连宝平州距离到玄山到底有多远都没问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喜欢一个姑娘而已，还讲究门当户对，又不是结婚成亲，到那个时候讲究出身还勉强有点道理。如今只是喜欢谁，天不管地不管的。你知道他喜欢宁瑶？知道啊，我又不瞎。而且爹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看得到人心。陈平安只会喜欢一个姑娘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妈了个巴子！小的时候，觉得家门上如果有门神，门楣上如果有春字，就很幸福了。宁姑娘，你的家乡也有这种讲究吗？我的家乡，你不会喜欢的。那个连剑仙死了都没坟墓可躺的地方，怎么会有春联门神和那年味儿？几乎所有生长在这里的人都恪守祖训，一辈子不曾去往这座太平的浩然天下。这里的女子都希望嫁给剑术比自己高的男子，若是男子战死，她便随后，子女再后。在这里，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剑仙的故事是有美满结局的。那你们要怎么祭奠逝去的亲人？把他们记在心里，一笔一画，刻在心中。不知道阮师傅的剑铸得如何了？到时候，他就有了趁手的佩剑，我也有了一把怀木剑。宁姑娘和我的剑，可以叫降妖与除魔。你的话，虽然叫小丰都，但我觉得不如叫初一或者是早上更好。毕竟你是在正月初一的大早上，
第一次以飞剑之姿来到这个世界。任何意见，名字不改。给我！快别闹了！你是不是叫陈平安？老先生找我有事吗？我是崔婵婵，我是崔婵的爷爷，你可是我家婵婵的先生。算是。他如今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被人欺负？他不欺负别人，就算好的了。嗯。虽然你是我孙儿的先生，我应当敬你。可一个3境不到的纯粹武夫，如何做我孙儿的授业恩师？以后他遇到了麻烦，你这个做先生的就在远处看戏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快带我去个安全的地方，我要帮你一把。老先生，你一脸来者不善的样子，下手还不顾人死活，傻子才让你帮啊！快说，我最多清醒1炷香的时间，再磨磨唧唧，老夫一拳打断你手脚。小娃有点门道，不错不错，是块好料。落在别的狗屁宗师手里，再花心思雕琢，你都成不了大气候。但我不一样。不妨带着这位老先生去竹楼，如果你答应，我来带路。哼，好久没见着这么人模狗样的山神了。等老夫恢复一些气力，找你切磋切磋。老先生放过我吧，你光是帮他打磨武道境界，就够忙活的了。哼，这就是你的地盘。呀！好地方，真是好地方！一天最少能够清醒个把时辰，半点不输给洞天福地，总算有点我家婵婵先生的气度了。好，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。世间之说，武道有9境，不知9境之上大有风光。你暂时才摸着3境门槛，若是老夫再不出现，恐怕就要坏了未来9境的根本。武道一途容不得半点花里胡哨。你先前做的还算不错，但是远远不够，特别是第1境的散气，差远了。收效了，陈平安，你能不能吃苦？老爷，你别答应他，由着他说完走了就行。扭扭捏捏像个小娘们似的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多大的事儿？能吃。好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辈武夫要想往上走，在登顶之前，就要去当一条路边刨食求活的野狗。要告诉自己，要想痛痛快快活着，就必须跟天地大道争，跟狗屁神仙争，跟同辈武夫争，最后还要跟自己争，争那一口气。一口气吐出之时，要叫天地变色，要叫神仙跪地磕头，要叫世间所有武夫见我一拳，惊觉苍天在上。好一个纯粹武夫，纯纯粹粹的要跟天地较上一劲。
李希圣见过杨老先生。我需要你帮忙，为陈平安算上一卦，可否？事后我自有回报。当然没问题。大道直行，有山开山，有水过水，一速速远游，利在南方。我信得过你。先生，你真的要离开宝平州远游啊？能不能带上我？可以啊，因为有人想要你跟随我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。先生，其实我一直都想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。这可不容易。其实我连我自己从哪里来也想不明白。既然如此，不妨先想清楚往何处去吧。好，那先生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还记得宝平小时候去龙须溪那边捡取石头往家里搬，咱俩拦不住，就帮着出谋划策，才有了这座有模有样的水池。是啊，谁让宝平叮嘱你们两个好好相处，不许打架。我以前觉得大哥你每天就知道躲在书斋里看书，对谁都和和气气的。我就担心你去了那剑修如云的北距泸州，会不会沦为待宰羔羊？哼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我听说离珠洞天之前术法尽绝，炼气是修行极难。如今洞天破碎才1年功夫，你就已经跻身到中武境了。我要是有你这般大气运缠身，还至于想要什么都得付出100倍气力去夺吗？宝珍，在错误的路上奋力争夺，与在正确的道路上重新行之，两者对家族未来的30年不言而喻。我希望你能多以阳谋行事，若处处兵行险招，只会害人害己。大哥，你知道我不爱听道理，你算卦不是一向很准吗？不如帮我起一卦，看看我能否否极泰来，让咱们李家光耀门楣。本心难移，起卦又有何用？这张日夜游神真身符箓品质极高，算是我的临别赠礼。还是那句话，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这个当弟弟的就来念那难念的经。好读的书，大哥去读便是。我父亲是个酒鬼，整天不务正事。有天我娘在我手心里塞了1枚铜钱，要我藏好，别被爹发现了。结果就是这枚小小的铜钱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男人发起酒疯来，下手没轻没重。做娘亲的没能享着半点福，可只要儿子出息了，便是没关系的。那时候我就发誓，以后飞黄腾达了，一定要让娘亲睡在金山银山里。没想到啊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如今成了山上人，屋里却连个人气儿都没了。娘亲啊，我的傻娘亲啊！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干嘛？老祖宗，你要是渴了就去打水，接雨水做甚？按照小镇老一辈的说法，祖上积德赏下100粒米饭，子孙用大碗去接，就算接住祖印了。福禄街李家2公子来泥平巷做什么？曹老先生，晚辈李宝珍特来拜见。这次国师大人微服私访，带来了墨家许若，还从纯如陈氏那里请来了曹老先生您，用意再明显不过，围杀天君谢石已成定局。围杀谢石？你小子说的倒轻巧，
真动起手来，别说李家，整个小镇也在劫难逃。晚辈有方法，既能让曹老先生完成纯如尘世的约定，又能避免跟道教天君谢石硬碰硬，舒舒服服隔岸观火。你想和我做买卖，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大黎国师钦定的绿波亭宝平州东南的全权掌舵人。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大黎谍报机构的本钱够不够看。曹老先生一直在查陈平安的祖籍，可是收效甚微。其实小镇原有2只陈氏，一只全部搬迁，还有1只留在了小镇。留下来的无锡陈氏几百年来为奴为婢，只剩下一个陈平安。如果不是本命词破碎，他本应是小镇陈氏气运的唯一受益者。可陈平安却混得如此凄惨，那么这些气运都跑到哪里去了？这些内幕你怎么知道？晚辈只是身处局外，又碰巧知晓些自家内幕而已。说说看，你要只是金玉其外，我便送你一件。黎州洞天出身的孩子都有本命词，想必曹老前辈比谁都清楚。有趣的是，我家大哥李希胜却并无这种东西，又或者，他根本不是我李家的人。傻妞，还不快逃！那老头一掌能拍死咱俩。可他不是崔东山的爷爷吗？对呀，那不是更要跑啦？来来来，老夫就将境界压制在3境上，你使出全部气力往这里打，能把老夫打得挪动半步，就算你赢。要你打就打，怎么还要老夫跪下来求你？我出拳不会留手的。小娘们儿，少废话，裤裆里带没带把？你爹娘生出了你这么个怂包。出拳跟挠痒痒似的，老夫要是你爹娘，得活活气死。哦，怎么，你爹娘已经死了？那更好，正好被你气活过来。聪明人会知难而退，你小子可差远了。但是不聪明就对了，想当纯粹武夫，就不需要太聪明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啊，这是什么拳法？汉山！哈，不错。为此，老夫就赏你一脚。失望至极，你的武道底子我已经摸透了。方才是开胃小菜，接下来才是真苦头。你们去准备好药缸，还有最好的金疮药，当然。最好也准备好一副棺材。
花了不少钱吧？不贵，也就8万两大黎纹银。陈哲文、傅玄武，宁姑娘果然没骗我。钱的事你放心，我先帮你垫着。不过朋友归朋友，在商言商嘛，利息还是要收一点的。一颗普通的蛇胆石，给你换1万两银子，换不换？老爷，你看不起我啊？那就11000两。老爷，我家底儿厚着呢。我那玉江水神兄弟，平时花钱那叫大手大脚，可就这都够他用好一阵子了。老爷，是不是很疼啊？这样花钱如流水，不疼才怪。我在玉江叱咤江湖数百年，为什么到这里就处处碰壁？连撒泡尿都担心会不会见到哪路神仙把人一拳打死。走江湖就应该大杀四方才对啊！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昨天只是帮你散气，接下来淬炼体魄神魂，必须要坚持到底，否则前功尽弃。老夫会注意每次出手的力道，不会让你一开始就难以承受。不过到最后的滋味，哈哈，你自行体会。相传远古时代，雷神驾车雷鼓，震慑天下邪祟，激浊扬清。老夫年轻时远游四方，曾观天师雷响报春鼓，有所感悟，悟出了这一式，名为神人雷鼓式。小子，站稳了，先吃上一拳。是不是觉得这几拳软绵绵的，不够力道？放心，老夫用了巧劲儿，锤在了你的魂魄之上。咬咬牙，10拳熬得过去。嘿，滋味不错吧？此拳精髓在于拳势能够次次翻倍累加，只要出拳够快，次数够多，便是大罗金仙一样能锤得粉碎。哼，老夫很想知道，若是那道祖佛陀愿意不还手，在老夫这一式不断累积下，能够支撑几百拳。哼，看来10拳还行，那就吃下15拳再说。不好，武道也是大道。那群练气士鼻孔朝天，视我等为莽夫。啊！说什么只能走到实际的断头路？笑话！哈哈！老头子彻底疯了。可我偏不信邪，就去遍观百家典籍。书上说有一位女子与世，心系苍生，违反天条，擅自降下甘霖。他的金身便被拘押在一座大神台上，日日夜夜承受那天地申斥的诏书当中。老夫当场就拍案而起，大骂那狗屁天地混账！那日心头怒火烧天，一拳轰出，正是大雨倾盆。那雨幕被我一拳打得退出10丈之外，这一拳名为云蒸大泽式。起来！老夫的拳头还没尽兴，你怎敢趴下？老爷，老前辈，快住手啊！哈哈哈哈！起不来，躺着便是，我照样能把你送进阎王殿。好，这才像话。武道起始这口气既然找到了，拿来当摆设的吗？你要是敢浪费老夫的拳头，我亲手打碎它！给我！
身碎、骨裂、魂残都无妨，但唯有这口气不能断，不能坠。断了就是废人，坠了就是死狗。魏山神，老爷真的没事吗？如果坚持到最后就没事，但如果半途而废，不单单功亏一篑，恐怕还会留下诸多后遗症。连老爷这么能忍的人都叫出声了，那得有多疼啊！起先是钝刀子割肉，喝罡风吃刀子的感觉，这次大概是被人一刀刀骨头带肉剁碎。更难得的是，他是在老前辈疯魔状态下硬生生舔过来的，换了别人怕是早已魂飞魄散。如此打磨出来的三境体魄，底子有多雄厚，我可是一点儿也想象不出来。陈平安，上来享福。我今天心情好，决定打断你所有的骨头。老夫曾在山巅观看两军对垒，仿佛龙象斗力，精彩至极。龙为水中气力最大者，象为陆地气力最大者。那一战可谓沙场100年之绝唱，因此我便物有一拳，名叫天地早阵势。老夫只想问你一句，想不想跻身3境，并且是天底下数1数2的3境？那就拿出吃奶的劲儿，朝这里打，打得有些气势，老夫就扶你一把，让你亲身体会一下3境的风采。你说老爷会不会慢慢习惯了就不疼了？3天锤炼神魂，1天捶打体魄，那老人每次出手都力求让老爷更加遭罪，根本别想着能适应那份痛苦。我是不是也要开始修行了？之前我帮你淬炼体魄，清洗经脉，拔髓生骨，随后则是壮其胆，雄其魂。我最考验的还是锥心，哈哈哈哈！就像一根大锥子，死死钉进自己心头的柔软处，那滋味妙不可言。今天索性不练拳了，今天卸甲抽筋，你自己亲手去做。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疯！老夫就没清醒过，听不懂吗？要你自己撕开皮肤，掀起指甲盖，抽动筋脉，别墨迹，不然就是我来动手了。不够，你就这点能耐吗？你爹妈白养你了！给我闭嘴！哈哈哈哈！你小子暮气沉沉，就该被打活过来。继续骂，骂爽了，老夫再赏你一脚。那2个小家伙说你已经很久没有开口说话了，他们很担心你啊。魏博，帮我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。
就是真的太疼了，真的忍不住。你怎么不自己去说？我怕说了，明天就会撑不下去。放心吧，我会帮你说的，他们也会体谅的。阿良，有没有酒喝？酒有的是，但我告诉你啊，伤心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，容易变成烂酒鬼。快意的时候喝酒，说不定就能成为酒仙。微波，有没有酒？怎么，想大醉一场？喝酒就喝酒，练拳就练拳，酒真难喝。书上说，美人赠我金锉刀，何以报之英琼瑶？酒是不好喝，但是这句话真是美极了。喂，你听到了吗？有点气势。来，开始降服。练拳苦不苦啊？苦死了。修行路上，一步慢，步步慢。你练这么长时间，才一只脚踩在3境门槛上，就不着急？会着急，但急也没用。对我来说，只要埋头做事，就能越做越好。我就都不怕。你怀木剑里的小家伙，如今已经归我了。作为报酬，我会护着你一次。等阮琼铸剑成功，你立即南下远游，不要耽搁。总之，5年之内不要回来了。杨老前辈，那如果不走，会如何？死翘翘。神仙打架，殃及池鱼。到时候你分山头，我拿剑陪他养蛇蟒，皆大欢喜。至于你，让人收尸都难。杨老先生之前说过，小镇之大不是我能够想象的。我多嘴问一句，小镇到底有多大？巴掌大。但天底下没有哪儿能比这更能唬人了。当年屠龙一役，3教1家4位圣人，就是在那座螃蟹牌坊签订的盟约。但其实，那牌坊楼的前身曾是一处飞升台，帮助人族地仙飞升成为神道真灵。哎，都是老黄历了，多说无益。过去已过去，未来还未来。记得那座小庙吧？
在里头写上名字的孩子，如今大多陨落，但是活下来的，无一例外都是一方枭雄豪杰。而你们小镇的年轻一辈，各有各的香火起伏、机缘得失。我呢，就是个押注收租的，年复一年，只要盯着这里的收成就行。杨老前辈说的我已经听不懂了。那既然5年之内不能回来，我应该去哪儿呢？你不是认识那个叫宁瑶的小丫头吗？我不妨告诉你，她来自剑气长城。你有没有胆量去那边走一趟，帮她送一次剑？剑气长城。接下来你独自南下，无依无靠，没有一点真正傍身的东西，走不远的。这根簪子虽然普通，但我很喜欢上边的字，所以我准备跟你做笔小买卖，用一样方寸物与你换。那以后我能把簪子赎回来吗？别人多半不行，你陈平安帮着我赚了那么多次，可以小小破例一回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到时候可就不是一件方寸物可以赎回去的了。你给那剑胚取名初一，不错，是个好兆头。说来凑巧，这柄袖珍飞剑名为15，能当方寸物使用，哪怕只是2进5夫也可以驾驭。很珍贵吧？哎，只管收下，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？我教你2套驾驭15的口诀，一套温养剑元，一套用来御使方寸物。虚实开合，皆得其法。稳住！同时有2把飞剑温养，难免会起冲突。试着御使飞剑看看。哎。15的历代主人，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？如今怎么碰到了你这般憨笨的主人？知道为何15愿意认你为主吗？因为你悟出了一个快字。15的剑意根本就是快，快到让对手措手不及，占尽先机。15，我一定勤加练习，下次出剑争取能漂亮点。脚下可以，别动手啊！真是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15啊！家乡有小虫，名为皮蝠，终其一生亦与别处同类，皆在搬运山石入水。哎，你听听这话，土腥味十足。还有这句，分生死不分胜负，重权益不重招式。知道为啥这么写吗？因为分胜负总是输嘛，大不了一死了之。我看呀，干脆改名将中全得了。人死了，嘴都是硬的。老前辈，既然拳谱如此不堪，你还是还我吧。咦，当我稀罕？练拳之前，老夫问你一个问题，答对了，老夫有赏；答错了，嘿嘿。这本拳谱里，抛开全招全架，你最喜欢哪句话？说。后世喜我撼山拳之人，哪怕迎敌3教祖师，切记我辈拳法可以入，争胜之时可以输，唯独一身拳意，绝不可退。好，练拳。佛祖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让小道这趟重返小镇和气生财，一定要和气生财呀！此行见了陈平安，感觉如何？
陆小师叔就不怕我真杀了陈平安？你杀也好，贫道会拦住；不杀也罢，贫道也不强求。可你偏偏拿不起又放不下，还差点做了最坏的打算，竟想杀了陈平安与之冥婚，真是可笑之极。如此功利手段，真能助你通向山巅？陆小师叔，你到底是何人？这个问题，你该问你那名叫周礼的师叔。他说陆小师叔你，正是齐敬春当初的死结所在。对，也不对。这次谢石跟大李讨要的3人，李希胜且不去说他，马虎玄是我20兄挑中之人，而你贺小良是贫道看中的人选。因为你的道心与贫道当初的修行历程很像，破开迷障，直指本心。罢了，既然贫道想收你为徒，就先送你一份见面礼。这份礼可不小，我从清明天下下来之前，好不容易从师傅那儿得来的1点道。光阴长河，竟在逆转。拥有此等神通，陆小师叔莫非是？跟在贫道身后，随我逆走光阴长河，我带你见2个人。落魄山竟有此竹楼。老头儿瞅啥呀？我家老爷不待客，你请回吧。不找你家老爷，我找你找茬儿是吧？来，你有本事打死我！你打死我就可以从我身上跨过去。想死，对吧？你等一下，你别动啊！崔爷爷，有人来找死！哦，你完了啊！崔爷爷一睡醒就杀人，这动静是马上就醒了。巧了，我也姓崔，名禅，就找你那位2楼的崔爷爷。你崔国师，您请进。现在我可以跨过去。行。大人不计小人，共有3仙洞里南传传，悄悄何时的宝宝，这怎么能是？你怎么这么老了？20岁离家，云游天下，去往中土神州，之后100余年间大起大落。叛出师门后浪荡30余载，才在大理王朝待了这么多年。我不再是那个被锁在阁楼读圣贤书的我，你也不是当年一身书卷气的崔氏家族，我们都不年轻了。禅禅，你不该变成这样。我是崔禅，从离家的那一刻起便是如此。至于那个少年皮囊的我，倒是选择了一个跟山有关的新名字——崔东山。还真是山水不分家，山水有重逢啊！那个我不但是少年模样，还带着幼稚的少年心性，你会喜欢的。这不是我印象中的禅禅。爷爷，你从来都是这样。什么都是我觉得，好像天底下所有人和道理都在围绕着你转。禅禅小时候不会说这样的话，他会说别人的坏话，但最后都会加上一句人家的好，对家里人好，诗词是真的好。够了，陈年旧账，翻来覆去全是灰尘。不愧是当了大理国师，掌握半州走势的大人物，跟爷爷说话都这么放肆了，不仔细看，都快认不出你来了。人心似水，若是不动，就是死水了。我看得出来，除去你身边的墨家剑客，
小镇那边还有2个厉害的人物。怎么，需不需要我做什么？那得看你敢不敢宰掉一位北距泸州的道教天君。哼，有何不敢？想我什么时候动手？不急，人无笑脸莫开店。谢时要敢在此处掀桌，爷爷你大大方方出手便是。出来！这也能听得见？在肚子里骂几句娘都不行啊！神告宗贺小良，真武山马苦玄，小镇李希胜。我倒要看看你们大黎能交出几个。好一个李希胜啊！原来抢了人家那么大一份祖荫机缘。谢时啊，谢时，你们道家这般隐瞒，还有脸来谈条件？许大人若是谈崩了，可杀！崔氏莫席供奉，孙书坚拜见大黎国师，拜见老祖宗。我先前懒得理你，可你竟敢跟到这里！崔氏祖宅专门设人盯护老祖，10年一更替，以防有人暗中加害。这10年正是在下。所以你这是跟我讨赏来了？不敢，我孙书坚只愿向老祖学拳。小子，你先命长！晚辈自有耳闻老祖盛名，昔年在东保平州，您是那唯一的10进武夫，巅峰之时只凭一双拳头纵横3州之地。即便孙某天赋愚笨，但若能学得老祖拳法1、2，死而无憾。瞧着是野路子出身的6进，我猜你选择自愿贬谪到我身边，烧个闲了100年的冷灶，也是你孙书坚的私心谋划，对不对？确实是我心存侥幸，希冀着借助老祖的青睐，一步登天。哼，忘恩负义的玩意儿！好，那就看你敢不敢接下这一拳了。接下来，八境就是你的囊中之物。要是接不住，就没有第2拳的事情了。敢问老祖，是以几境出拳？倒是个真小人！哼，老夫从不欺负人，以5境赏你1拳，如何？请老祖出拳！呀！这竟是5境的拳头！你这种人，根本不配学我拳法。那你又为何杀他？给楼下那个家伙看。还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打心里觉得这种隐忍之徒有点当棋子的价值。我会帮你下葬的。若以后知道你的家乡，尽量帮你落叶归根。怎么，你小子是嫌弃老夫滥杀无辜，要为那个死不瞑目的家伙跟老夫讨公道？世上好人千千万，我这般的纯粹武夫屈指可数。你以为登顶之人会分什么好坏善恶？陈平安，你跟老夫是学练拳，还是学做人？只学拳。好，好，好，滚上来挨揍！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以前在离珠洞天，属你陈平安最可怜，气运单薄。如今没了禁制，就好好接住，死死咬住，哪怕粉身碎骨，也要拼着最后一口气去争取。这些话是听那个老家伙说给你听的，他从来就不喜欢好好说话，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一副天经地义的德行，挺讨人厌的。如果是我，根本不会来见你。你得感谢齐景春，
你知道你这辈子最凶险的时候是哪一次吗？是当年某位算尽天事的好心人送你的那串蓄谋已久的糖葫芦。看到那个卖糖葫芦的汉子了吗？娘，我也要糖葫芦。要什么药啊？我要，听话，我要吃。好。设身处地，你觉得这孩子此刻在想什么，才算人之常情？想着，若是能够吃了糖葫芦，而不用花钱就好了。给你，不收钱。邹子谈天，陆氏说地。那谈天的邹子就是此人，14境大修士，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够抗衡整个阴阳家陆氏，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怪人。这些都不是关键，接下来的才是。让让。这些陈平安好像都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。想明白什么了吗？唯有守信，方是一日。夫生无量天尊，贺小良，即刻起，你已入贫道陆沉门下，为嫡传弟子第6，可在北距泸州开宗立派。弟子贺小良，拜见师父。世事人心看似复杂，皆有脉络可循。当时如果你接下了那串糖葫芦，万事皆空。不得不承认，洞察人心这一点，我的眼光比杨老头要好，但是比齐敬春要差。世人皆有2根心弦，一善一恶。你从小善恶2条线就很接近，杀人往往只在一念之间。你就没想过，万一你走错了一步，会是什么光景？你从益州道统的玉女，一跃成为道家一教教主的嫡传弟子，无异于鲤鱼跳龙门，山鸡变凤凰了。希望终有一日，弟子贺小良能够与师父同席而坐，坐而论道。你这弟子，连出自自家师父的道法通天都瞧不出，有点难啊。陆沉道法不过尔尔。老爷，老爷，有你的信。君子可期以其风。好一个不做圣贤，做君子。师父说要见2个人，另一位是……这不就来了？修行路上，你会遇见很多人，但有些人一生见1次就够了。就比如这位大黎国师，浩然秀虎。大哥呀，大哥，你如此善待陈平安，就这么想弥补心中的愧疚与亏欠吗？
么会这么巧？看来今天是福是祸，都躲不过了。陈平安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吧？我叫李宝珍，李希胜的弟弟，李保平的二哥。如果你就然死在这里，会后悔吗？陈平安，我就是一介书生，经不起你一拳。这次你放过我，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如何？你还没回答我。哼，当然会后悔，肠子都得悔青了。在红烛镇，你用一纸告密让朱露杀我，那是我头一次感受到人心如此险恶。人心险恶？你该庆幸朱露那蠢丫头手脚不够利落，否则你哪还能站在这儿和我放狠话？朱露那条白养的狗和那个没用的爹，来京城投奔我，哭得稀里哗啦，我都快心疼死了，差点没一巴掌拍死他。就这么点小事，怎么就办不好呢？害得我被娘娘责罚，差点葬送了官场前途。你说，他是不是害人又害己？我们之间没有过节，你为何一心要置我于死地？哼，知道了又能如何？难不成你还会放我一马？问清楚了，以后面对李大哥和宝平，我才能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？你和我大哥都想求一个问心无愧，可若不是心中有愧，又怎会扪心自问？陈平安，从一开始，你和我李家就做不成朋友。你当真不知道我大哥从你身上夺走了什么吗？我可以等，等你们大理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这算什么？这就是你们大理的待客之道。大理待客如何？无需我许若多说什么。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大理做的不算差。老谢啊，这三人之中究竟藏着什么文章，让你如此昧着良心行事？你什么意思？既然要谈，得摸清底牌，不是？所有在离珠洞天出生的孩子都会有本命词，本命词品阶对应未来的修行资质，从无遗漏。可这些年来，却唯独少了3个人。徐大人猜猜，是哪3个？陈平安自幼本命词破碎，故没有记录。而大理皇子宋吉新并非小镇出身，也没有本命词。这最后一个，老谢，这李希胜，你恐怕带不走。大哥对我不错，可我一直不太喜欢他，古板、迂腐。我小时候就发现，母亲对大哥的态度有些奇怪，说不出的生疏与礼敬，不像是母子之间该有的样子。后来，母亲常往别州寄信，但那些信都被父亲悄悄拦下，一封也没有寄出去。我打小就聪明，过目不忘，自然也记下了地址。离开离珠洞天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往北距泸州一处偏远小国。青蒿国洞仙街住着一户陈姓人家，他家的长子比我稍大几岁，名叫陈宝周。谢氏背后之人是你？不错，贫道可是亲自帮你们请来了宝平州道统玉女贺小良，免得你们大理与神告宗交恶。还剩下2人，就要看崔国师的诚意了。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想要的人只有一个。宝周，宝周，宝周、宝珍、宝平，见到他的一瞬间，仅仅是一眼，我就明白了一切。我大哥李希胜根本不是我李家人，
他姓陈，真名陈锡生。你来是想和我做买卖？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心。自古诗词语句，好像桃李从来相离。这一首瞒天过海的李代桃僵，我至今不明白是谁的水。直到陈氏祖坟生出皆树，而你陈平安，小镇唯一的陈氏，又是个本命词破碎、接不住气运的落魄户。现在你知道，我大哥从你身上夺走了什么吗？王一福，截拳！飞剑！哼，小杂种，离开了离珠洞天，时来运转了呀！杀了他！把你送出小镇，但不用护你周全，这是国师大人的命令。那红烛镇杀不死你，今天我一样可以再试试，让你尝尝什么叫煌煌天威。看！糟了，那不是寻常符箓。这张日夜游神真身符，浩然天下早已失传，精髓就在真身二字，能勾连神奇本尊，召唤神性法相。可惜我道行太浅，仅能唤出1寸，但对付你够了。陈平安，你一泥平巷的孤儿，请来的一条贱命，你真当自己能踩在我李宝珍头上？休！哼！你问我为何要杀你，我回答：杀你不光是娘娘授意，更是为我李家永绝后患。所以你们这趟来，是要我谢石的脑袋？生意嘛，心不成，道理就讲不通，道理讲不通，不得动手啊！哼，真要打起来，大理得先掂量一下后果，扛不扛得起小镇山崩地裂？当真要出手，不曾完整递出一剑，已经假此光阴。为此温养了2、3剑，请天君接剑。隔岸观火多没意思啊！老谢，我也来帮你添把火。好一个半仙兵！以为吃定我了？在小镇动手，太不把我阮琼的规矩放在眼里了。陈平安，你不是很会打架吗？不过是吃了狗屎运，撞上个愿意教你拳的师傅，你便真的以为是你自己挣来的？铁骑走阵！我李宝珍读书修行，靠的是家世底蕴，是宗族积累，是10年寒窗苦读。你陈平安呢？凭我现在的权益，无法击破神灵精神。但若能找准空隙，以神人擂鼓式拳拳叠加，
你一泥平巷的孤儿，捡来的一条贱命，真当自己能踩在我李宝珍头上？你真以为我看不透？你一路走来，哪一步不是靠着机缘撞出来的？哪一样不是别人赏你的？宝平那丫头把你当宝贝，连我大哥都对你青眼有加，凭什么？知道家乡那座碎瓷山是怎么堆成的？都是在大道之争中化为齑粉的可怜弃子，就像你一样。小镇惜言自然的匾额，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清明天下白玉京大掌教寇明。当年他一气化三清，要以3种身份融合3教根旗，而李希胜是他在浩然天下布下的那一道儒家分身，只是他没有算到3教合一这条大道，有人比他走得更远。齐敬春为何必须死，你我都清楚。齐敬春在离珠洞天闭关一甲子，遍览3教典籍，世人都说他有望立教称祖。立的什么教，称的什么祖？当年你来离珠洞天，就是为了逼死齐敬春，替你那位未来的师兄永绝后患。齐敬春的死，你我都有份，可我终究没有对他下死手，只是顺势推演出了齐敬春真正的后手，给那个少年送了点顺水人情。看似是好心的善举，未必是好人好事。你用2颗蛇胆石和1张药方，把陈平安和贺小良绑在一起，福祸相依。他离开小镇之后，气运否极泰来，有你1半的功劳。可他会不会因福生祸，你根本不在乎。无非事后证明，齐敬春看错了人。你对陈平安的算计，真以为齐敬春没看透？我以前就喜欢独自一人爬上老慈山，那感觉就像是踩着累累白骨登顶，真好。老夫此生杀人无数，唯一敬重的人，是一名忘了名字的8境武夫。他在力竭濒死之际，毅然抬起拳头，向老夫递出了生平最后一拳。那一拳比志同还要孱弱，却是我辈武夫真正的神意所在。是饭吗？我李宝珍费尽心力才得国师青睐，如今东山再起，怎能栽在你手里？你给我死！我辈武夫要想往上走，在登顶之前，就要去当一条路边刨食求活的野狗。要想痛痛快快的活着，就必须跟天地大道争，跟狗屁神仙争，跟同辈武夫争，最后还要跟自己争，争那一口气。这是什么路数？全世尽在不断累加，不自量力，再试多少次都没有用。
当这一口气吐出之时，要将天地色变，要将神形跪地磕头，要将世间所有武夫倾我一拳，如决苍天在上。臭小子，你知不知道，自己已经走上了真正的武道之路？怎么可能？别管，今天你要是杀了我，就是和李全结下死仇。以后怎么面对我小妹？不过如此。不曾想，我李宝珍还有这么一天。好吃！你说啥？听不清，大点声！味道不错。你是不是觉得比吃屎容易多了？陈平安，为何不直接杀了我？我答应过你大哥，要放你一次。陈家本该属于你的契约，被我大哥夺走了。若不是他，这些气数福分本该落在你头上。一生命运多舛，父母早亡，或许就是源自于此。陈平安，你个杂碎，别真把别人施舍的机缘当成了你自己的能耐。这些机缘你抓不住。谢了，是你杀我在先，杀你一次是手谕，从此以后你李宝珍是李宝珍，恩怨与宝平和李大哥无关，我们谁都无错，谁都可以生死自负。这种眼神，就是这种眼神。我等着你变成我这种人，我很期待那一天。是吗？陈平安，我会杀了你。不是现在，但下一次，我会把你大卸8块，慢慢抓。是吗？那你崔禅呢？何尝不是自欺欺人？你们大理伪造白玉京，贫道就不追究了。你那一手李代桃僵漂亮的很，哼！我后来才知道，李保平与保平州休戚与共，福祸相依。你让李希胜与他成为兄妹，还让他欠陈平安这么大一个人情，到底在谋一个什么局？何必明知故问？我来是为大师兄护道，斩却你给他种下的因果。巧了，最后一子，我也要落下了。许若，你不要跟老夫抢，届时是吧？来跟老夫练练手，正好助老夫重返武道实境。这是世界巅峰的武夫气质。狗急了也会跳墙，届时敢一个人来小镇，自然有你给的后手。齐庆春以死换来的小镇，你就让他毁掉？这一局，谁也别想脱身。真要逼我动手！在小镇动手，太不把我阮村的规矩放在眼里了。你敢山河破碎，我就还你一场天崩地裂！
然寇明要一气化三清，自诩为三教合一之人，那李希圣作为儒家分身，总不能绕过家族之礼与亲人之情。那么李希圣，是舍是利，是弃是忘。你布下这么大一个局，就是为了看李希圣如何选择。你们亲临天下请齐敬春入局，我拿你师兄落子，礼尚往来罢了。既然此事因我而起，就当是一报还一报。遥想当年，我见师尊骑牛而来，他说：“道之所行，唯有一念而已。”散！聪明人太多了，也不好啊。散去本属于自己的道行，反哺此方天地。师兄，你心里的这道坎儿，怎么就过不去？这次我赌对了。当真要到这般地步，不如来谈一场正经买卖。陈平安，我会杀了你！不是现在，但下一次我会把你大卸8块，慢慢折磨死你。下次见面，你就是死人了。陈平安，谢谢你。留他一命。叫。陈平安，有些事情本不该如此。我这个人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，直到洞天破碎后，才慢慢记起了一些事。那份原本属于你的气运，落在了我身上，哪怕我至今还看不清是何人的算计，但既然知道了，就不能坦然受之。这枚桃符对我很重要，我得了你的那份大道根本，就该以自己的大道根本还给你，这才是真正的有一还一，天经地义。李大哥，收回去吧。其实我根本不恨你，就算没有你那份气运，我也接不住。刚才差一点，我差一点就杀了他。游学路上，我经历的事越多，越发现这个世道有太多不对的事情。有好几次，要不是当着宝平他们的面，我真的会动手。但你没有。我也有我觉得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就像我相信爹娘是好人，相信齐先生，相信道理就是道理，不是有用时拿来用，无用时就束之高阁。但我也怕自己根本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人，担心这样的自己会让齐先生失望。自认心有思念，却能始终行善。陈平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便是我们儒家圣贤心心念念的“慎其独也，
克己复礼。但道理只是纸上话。陈平安，我们都需要去看看这个世界。也许你会发现，世间没那么多对错分明，也没那么多人在意你是不是好人。但唯有看过更大的天地，你仍愿意一拳拳打下去，那才是你自己，才算真正看清楚了自己。你当真要出手？不曾完整递出一剑，已经甲子光阴，为此温养了2、3剑，请天君接剑。来！恭迎掌教。出门在外，和气生财嘛，打生打死，多不好啊！是我谢氏诚意不够，没有强买强卖的道理。要的3个人，我来给个说法。诸位，意下如何？此剑是我阮琼开炉铸造的第1剑。到了那座剑气长城，随那丫头镇杀万妖，半点不埋汰。劳烦你了，杨老前辈已经遮蔽天机，应该不会有意外。爹，真不会有事吧？剑在被开封前不会现出丝毫峥嵘，但如果遇上大妖，还是会露出马脚。南下送剑，让那小子自己小心。知道了。秀秀，陈平安接下了这趟送剑之旅，便是卷入了剑气长城与蛮荒天下的因果之中。那时候，你担心也晚了。你们就在落魄山好好修行，遇事情别冲动。我跟魏山神打过招呼了，老前辈也会帮忙护着，不会有事的。老爷，放心吧，族长那边就交给我。陈平安，在那边见到了宁姑娘，替我问声好。阮姑娘，保重啊。差不多了，要不要跟老前辈告别一下？好，既然来了个更能打的，就与老夫酣畅淋漓，温泉一场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样子，龙泉郡那边你们谈得不错，以谢石坐镇，换来一纸东山盟约。大隋只能老老实实割地求和，眼看着大理铁骑一路南下，大隋这次算是栽喽。大隋高氏今日的隐忍，未必不会是后来者居上的第一步。无妨，反正南下的路都已铺好，大局已定。不错，如今黄庭国的洪势也算消停了。你利用余路让灵运派和陈平安结下死仇，再向先生借镜清算大水府，这算盘打得够响。既是为大黎南下清障，也顺道给我家先生新晋除除尘罢了。陈平安不还差点弄死你了？这么为他好，先生用剑气给我洗个头罢了。怎么看不惯我家先生大道可期啊？小兔崽子，偷偷传信给陈平安，让他去渡李宝珍，以为我会不知道？呸！老王八蛋！你利用李宝珍点破那场李代桃僵，不也是想借他之手
坏掉陈平安的心情。你害我家先生，就别怪老子反咬你一口。陈平安曾经答应过李希胜，会放过李宝珍一次，在那之后生死自负。对，都是我算计好的。如今李宝珍太嫩，香有大用，还得吃点苦头。哎呦，老崔呀，不愧是自己人，这次是我错怪了你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看你这副模样，我才明白当年为何会止步于炼气士第12境。切，自己骂自己有意思吗？你和陆晨就这么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吗？不打不骂不掀桌子。哎呦！你居然没拿棋子砸他那张脸！我和陆晨各退一步，他放大李一马，不带走马苦玄；我则放行李希胜，默许他游历浩然天下修行治学。不过李希胜欠下陈平安这么大一笔人情债，将来总归要还的。哼，算来算去，还不是算到我家先生头上。不对呀，这事太顺了，老三真的收手了？你别告诉我，他已经去找爷爷了。这场架是爷爷执意要打的，所以陆晨去见他，顺其自然。你谁呀？咋不打声招呼就闯进来了？晓不晓得附近有条大黑蛇？要不是大爷我劝他今日吃斋，你早死翘翘了。这样啊，那贫道托你的福逃过了一劫。哼，小道挺机灵啊。我家老爷不在，这里我做主。以后你有啥事儿就报我的名号。你是？记好了，落魄山小龙王。那便仰仗龙王大人。好说好说，都是兄弟。小水蛇，你胆儿挺肥呀，什么人都敢招呼进来。你难道是10境11境的神仙？这才对呢。还不让开！老爷子，这小道是我刚结交的兄弟，给个面子。你眼前的这位是清明天下道祖座下3弟子，道家3掌教，俗名陆晨。以后够你吹嘘一辈子了。你想找我打架？老夫生平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想知道5符10境的道，与炼气士14境的道。什么？孰高孰低？还望陆掌教赐教1二。好说好说，只是1二，讨教3、4、5、6的话，贫道还真为难。毕竟身在你们浩然天下，走得不快，蹦得不高。请吧。14境。陆晨在浩然天下，怎么也得遵守文庙的规矩吧？撑死了也就13境。陆晨耍了一点小手段，将他带入一处洞天。如此一来，战场就不在浩然天下，陆晨也将恢复14境修为。既然在此洞天，浩然天下文庙的规矩就管不得贫道，放手出拳便是。哈哈，陆掌教真乃性情中人。贫道早年逍遥游于浩然，从各处洞天福地收集了10位止境武夫，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市井百姓皆有。该由谁来替贫道出这一拳呢？不然，一起上！
好，好，好，识人皆止敬，功夫我崔真百年武道，酣畅淋漓。呀！世人皆言，武道是断头路，岂知纯粹武夫正是早年的半条成神之途。不行！这一拳爷爷绝不会退。爷爷出拳必死，但如果侥幸能活下来，或许有一丝机会能跻身那虚无缥缈的武道11境。痛快！再来！看来崔老夫子还没尽兴，那就武道成神之路最是直截了当，3万年前就属于清流正途，相反，炼气成仙才是浊流偏门。万物本齐同，有见便有求。远征大则是。自负者，非绳非枷，乃心直是非。误我得失之境，自困于方寸之王。执念化界，心有所执，故有界限；意有所至，故有迷障。你这一生酣畅出拳，拳头落得很重，但你可曾回过头看过身后是谁被你一并打碎？贫道以梦入道，今日便赐你一梦，如何？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。老先生此举为何？画地为牢罢了。老先生每次画拳，都在稍稍往外拓展，何不干脆一步跨出去？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。一步踏出，坏了规矩，那可不行。从来都是这样，什么都是我觉得，好像天底下所有人和道理都在围着你转。我罚你禁思7日，醒过错，息狂性。有种，你诓我一辈子！我给你取名为崔禅禅，禅为水生，禅则为雄山峻岭。我要你品德道行与学问兼具名山大川之美，治人两全，跻身君子贤人之列。君子贤人，都是你这样的。走。
了你就不要回来！不许辱我孙儿！呀！痛我一辈子！我要你举人两拳，跻身君子贤人之列。走，走了你就不要回来。我们与这个世道相处，这个圈便是边界，圈内是自己，圈外是这个世道。有了规矩，才能分清界限。若人人都一步跨出去，强者自由横行，出拳出剑，毫无边界，那这个世道，再好的道理也讲不通了。儒家的规矩并非至善至美，但规矩不是死的，万事皆可周旋。我们与自己周旋，与这个世道周旋，就是在一点点扩宽边界。莫非先生是亚圣？梦醒了，这一梦可还算合心意。本以为我早已无梦。崔老夫子这般执拗，怎么会没有梦？只是压在心底，不肯承认罢了。心梦皆幻，何辨真我？无我无物，方见了真。老夫名为崔成，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出身。7年行走江湖，只觉得心有魔道，万古不损。这300年的人生，老夫见过很多人，他们说一套做一套，言行矛盾，没有半点道理。那陈平安，问题来了，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没有半点道理的世道？一种是活得很聪明，怎么省心省力怎么来，在合情合理之间选择合自己的情，不合世间的理。规矩2字，就是用来钻漏洞的吗？还一种，是我拳头很硬，剑术很强，天地有规矩约束，我便一拳打破。世间有大道压我，我有一剑破万法。老夫便是这类人。你陈平安是哪种人？哈哈哈哈！7年远游四方，一肚子豪言壮语，不吐不快。陈平安，当我行走于天地间，骄阳烈日，明月当空，要问我一句：天地之间足够亮堂否？不太够。当我行走于江湖上，大江滔滔，河水滚滚，得问我一句：江河之水足够解渴否？不够。我这一世名为神人擂鼓，可杀天上神仙。
真我无界，与道共生。这一拳确实摸到了11境的边界，再进一步，或许便是武神了。石境有3层，气象、鬼针、神道。你请教的3、4、5、6，便到此了。你武夫的道已经走尽。不够，远远不够！老先生竟还有执念。让我行走于群山巅，琼楼玉宇，云海仙人，得问我一句：山顶罡风足够凉快否？不够，酒不够，江水山峰不够，都不够！哈哈，还远不够！老夫今天就破例赏你一次，第31拳！记住了，世间最强3境！神人擂鼓，开天破月！这权益与那江氏出祖竟无二致。且看你能否踏入此境。世间竟有这等权益，竟然真能越过那1/1000的可能，半步武神境。你觉得老前辈会不会递出那一句？可惜啊，已经晚了。下一拳你要出，贫道会拦下，而你必死。我很好奇，陆掌教全力出手，是否真拦得住我？既如此，那贫道便接下这一拳，如你所愿。崔氏武夫崔成，便向着天地的桎梏温泉。什么？爷爷怎么停下了？等爷爷自己选择。老先生，为何止步？我崔成这辈子无拘无束，以为这天下没人拦得住我。
今才明白，所谓自由，其实是一种自求。我这一生，从未真正为谁停下过。今日，便为那种道理输一次拳。你陈平安是哪种人，亦或哪种都不是？有人告诉过我，世间真正强者的自由，应该以弱者的自由为边界。我陈平安，要出最硬的拳，递最快的剑。我要与讲理之人喝酒，对不平之事出拳。这道理值得放弃那武道登顶？这一拳，我看尽了这世间五蕴，看到了那些能走得更远的武道后人。还有那位武道一途的至高者，这是踏入武道至高之巅的武人才能看到的光景。天地间五蕴的馈赠终归有限，难怪这万年以来武道成神之路如此艰难，只因有你这么个把后人的路都走窄了的11境武神。但这种困局很快会被打破，因为我看到有后人能走到他面前。我崔成愿为后人让道，老夫没有递的这一拳，会有后人来递。你知不知道，放下这一拳意味着什么？哼！爷爷，我不想读书了，我要去看名山大川。爷爷，我现在是文圣的首徒，学问可大了。爷爷，我没怪你。爷爷，你醒了。老爷子，今晚吃烤鱼。我们老爷做的鱼可好吃了。前辈，你来了。今天我们练什么？这一拳收回来，鱼放弃了那武道11境，这是4段长生，大道永绝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哪怕爷爷出拳，甚至有幸跻身11境武神，到时候不止浩然9州，就连远在亲临天下的道家掌教，势必都会出手干涉。这世间容得下一位保平州的10境武夫，可容不下出现一位崭新的11境武神。届时，连爷爷都不再有丝毫的立锥之地。和他有关的人，你我还有陈平安，还能有安生日子吗？这一拳，爷爷是跟掌教陆晨，或者说跟中土文庙做了一笔买卖，用一个纯粹武夫的11境大道，换一份平平安安的太平岁月。这一拳的光景，当真炫目。前辈未完全，嘴上虽然不说，但心里多半是听进去了。其实前辈和老小孩差不多。陈平安，如此一来，这山水没有被打得天翻地覆，你还是我魏波的恩人呢。早知道就不收你药材钱了。现在还我，还来得及。哎呀，这就没劲了啊。这就够了。嗯，倒是有几分阿良前辈的模样。怎么，
舍不得，是有点。告别这种事，是有几分伤感。但你这么想吧，有告别才会有重逢，有重逢，便有那杯装满故事的酒可敬了。你这道理倒是新鲜。此番远行，祝君顺遂。微波，谢谢你为我送行，这杯酒我记下了。我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臭小子，要是没本事跻身武道11境，一拳打死！剑修剑仙，剑气长城。